江清月的魂是在开会打盹时被勾走的，眨眼的功夫，魂儿就已经到了地府6道轮回管理处，此刻正站在脱生窗口前排着队。啊，我去，这哪儿啊？这什么情况啊？因为是第一次来，又没有任何心理准备，江清月紧张坏了。明明前面的鬼都很顺利地通过身份验证，轮到他时，眼前的鬼脸识别却怎么也识别不了。江清月急得直冒汗。暂时查询不到您的身份信息，不予办理脱生业务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您不在我们的脱生人员名单当中。江清月一下子就急了，会不会是你们系统出 bug 了？我明明是被你们的使者给勾过来的。肯定又是这个月刚来的实习的勾魂使者给弄错了，您已经不是第一例了。实习的？你咋不说是外包的？我不管，这是你们的工作失误，你解决不了就找能解决的人，总之必须要送我回去。您这种情况不归我管。喏，要不你去那边的重生窗口问问吧。江清月正准备开闹，但转念一想，这辈子过得也不怎么称心，如果能重生一次，也不是不能考虑。此时的重生窗口前，正站着一位身穿黑色锦袍、玉冠高束的男人，浑身散发着让人不敢靠近的煞气。江清月心底纳闷，难不成这位古代大哥是被实习生给跨时空勾错的？等那男人办完一转身，江清月立马低下头，快步走到窗口前，说明了来意。抱歉，您的怨气值不够大，无法为您办理重生。我现在怨气明明就很大。哪知话音刚落，刚刚那名黑袍男子突然转过身来。江清月，你也配重生？我不认识你。那人听后先是一怔，上下打量了江清月一番，似乎发现了哪里不对劲。抱歉，认错人了。神经病啊你！刚才他盯着自己看的时候，眼底明明翻滚着杀意，这会儿突然平静的像是没发生一样，一看就是个疯鬼，逮到谁咬谁，怨气那么大，怪不得能重生。原本被2个窗口来回踢皮球就已经很郁闷了，这会儿再碰上这个疯鬼，江清月整个人都绷不住了。我死得好冤呐！该说不说，这一招的确很管用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就被直接请到了 VIP 专属办公室。张女士，给您造成的不便非常抱歉，你有什么诉求都可以和我提。你们赶紧派人送我回去。非常抱歉，这边显示您的身体不具备复活条件。这不可能，我上个月刚做过体检，我的身体非常健康。但我这里查询到您生前曾经签署过一份人体器官捐献文件。江清月脑瓜子嗡嗡的。那我要重生。非常抱歉，您的怨气值不够。那我要重新投胎。对不起啊，您不在脱生的名单当中。张女士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这里有一张穿越体验卡，可以帮您穿越到任何时空，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穿越也不是不行，但贵府必须要答应我3个条件。您请说。第一，先给我安排个金手指，什么灵泉空间、读心术、解离体质等等，总之多多益善。那工作人员听后，脸上顿时露出一副匪夷所思的神情，飞快地从电脑上调出顾客生前在西红柿软件上的阅读记录，恍然大悟。张女士，小说都是骗人的，您方才说的那些是真没有。不过作为补偿，我们可以把您生前买下的房屋作为空间，供您继续使用，屋内所有用品也都为您保留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那我的存款怎么办？那可是我生前省吃俭用存下来的，平时我连看小说都舍不得充会员，天天看广告。那这样，您可以选择现在在网上下单，
到时候我会派使者帮您把快递搬进屋，您看成吗？江清月半信半疑地摸了摸口袋，果然发现生前的手机还在，而且已经自动连上了地府 WiFi， 便熟练地打开了某猫超市，疯狂点了起来。江清月一气呵成地完成下单，花光他银行卡的最后1分钱，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提出最后一个要求。这次我想做个00后，体验一把对天对地对空气的感觉，什么70、80、90后，通通不考虑。那工作人员听后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淡淡地勾起唇角，朝着江清月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。恭喜您，江小姐，您的穿越之旅现在正式开始。领导，我记得公元2000年后的穿越项目还没开发出来。他只说要当00后，又没说是哪个世纪的00后。咱们都是打工人，有些事情没必要太较真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觉着点吧。实习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默默在心底为江清月默哀1秒钟。明明说好让他当00后的，怎么穿越到古代来了？而且这会儿还正骑在一个俊美如玉的男人身上，双手还死死按在他滚烫坚硬的胸膛上。江清月，你若再敢打我的主意，我就杀了你。说完便用仅存的一丝力气和理智将他踢下了床。江清月被摔得头痛欲裂，紧接着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飞快地涌进了大脑。原来他真的穿越了，而且是穿越到一个和自己同名同姓却只有18岁的姑娘身上。刚才踢他下床的男人叫宋燕，是原主上个月才刚成亲的相公。也不怪人家踢他，只因为当初原主使了点不光彩的手段，迫使他娶了自己。成亲后，宋燕一直不肯碰他，俩人也一直是分开睡的。一开始原主也不懂夫妻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一直也没闹到点子上。直到白天回了一趟娘家，再回来后手里就多了一包药。宋燕中招之后，不惜撞破头来让自己保持清醒。原主见自己的相公难受成这样都不肯碰他，气得一下子就嗝屁了，直接换成被勾错魂的江清月过来。整理好回忆的江清月无语地望了望天。孙燕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强迫你了，我知道你难受，我现在只是想帮帮你。滚！不是你想的那种帮。说着也顾不上解释，飞快地开门跑了出去。望着夺门而出的女人，宋燕喉头一痒，血腥味直冲了上来。为什么老天给了他重生的机会，却偏偏让他重生到了这一晚？正准备穿衣，突然又见那女人扛着一个大盆跑了进来，放下盆后又匆匆从外面拎了2桶水过来。家里就这一个盆，你凑合用吧。那什么，你就算是再恨我，也千万别拿自己身体赌气。我听说这股劲儿要是按不下去，可能一辈子都会留下心理阴影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就自己……江清月一边说，一边缓缓举起一只手朝他示意。出去！江清月也知道自己的提议对于一个古代人来说确实难以接受，眼下他能做的都做了，索性关门走了出去。正值初夏，屋外月光如水，凉风习习，总算是有功夫想自己的事儿了。地府那边他明显是被人给坑了，但是没办法，想要投诉就只能再死一次，风险极大。现在只求前2个条件没被掺水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想到这儿，江清月急忙闭上眼睛，在心底默念了句进去。下一秒人就回到自己现代的房子里。庆幸的是房子还在，
他之前在地府下单买的那些东西，看样子也都到了。看到前2个条件都兑现了，江清月这才算是把一颗心从嗓子眼落到了肚子里。到了镜子前，江清月本能地往里面瞅了一眼，这一眼差点没把他再次送去地府。镜子里的女人不光是个满脸横肉、膀大腰圆的肥婆，更像是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邋遢鬼。怪不得他刚才总觉得哪里臭臭的，原来这味道竟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，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跳蚤虱子之类的。想到这儿，江清月拔腿一路尖叫着冲进了浴室。等全部收拾完，再看镜子里已经有了明显变化的人，江清月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。细看之下，原主的肤色好像也没那么黑，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和自己生前的眼睛还真有点像。江清月稍稍找回了一丢安慰，身上的肥肉可以减，皮肤也可以慢慢调理，可眼下宋燕那边的烂摊子才是最让他头大的。不过既然占了原主的身体，那这个锅他不背也得背。换好原主的衣服，江清月在心底默念了句出去，下一秒人就回到了那个破院子里。推开门，江清月试探地唤了一声宋燕。宋燕微合着双眼，透过缝隙将他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。如今人倒是回来了，竟然没有带旁人。正在纳闷他是不是撞邪了，结果下一瞬就见他鬼鬼祟祟地朝自己靠近。宋燕一边在心底冷笑着，一边轻轻地把手伸到身子底下，握了握藏在那里的刀。只要他敢扯自己的衣服，他就立马杀之而后快。上辈子跟着义军没少耍刀弄枪，情急之下人也是杀过的。不过这个女人体量太大，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想要炮声灭迹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下一瞬，宋燕的鼻腔里立马钻出一阵清新的香味儿。直到这会儿，宋燕才发现不对劲，这女人平日里走到哪儿熏到哪儿，怎么出去一趟不但不臭了，竟然有股淡淡的清香。宋燕一时怔住，也忘记观察她手上的动作。等回过神后，她已经在往伤口上倒药粉，麻利地开始包扎了。宋燕第一反应就是这女人也重生了，但她当初在地府时遇到的人明明不是她。虽然两人眼睛很像，但是眼神明显不同，身量也是天差地别，而且那个人也并未祸允重生。宋叶想不明白他这变化的缘由，只能先观察观察再说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从后窗照进屋里的时候，江清月便醒了。小月呀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怎么不多睡会儿？娘，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昨儿晚上阿燕不小心磕破头了，这会儿还在睡着呢，我先起来给她熬点粥喝。哪知道吴氏听后并没有对儿子磕破头一事做出太大反应，反倒对他喊自己娘感到震惊不已。不过娘你放心，阿燕的伤口我已经上过药止住血了，躺着休养2天就好了。好好好，辛苦你照顾老三了。江清月见他反应这么强烈，这才想起原主对待婆母的态度。这么一看，这婆母还真有点圣母，可对象是自己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这俩鸡蛋你煮了和老三一块吃，你看你忙得满头大汗的，好好补补。哦，对了，前天老三弄丢了你1条蛇，今天我让老大去山上给你抓2条回来。不，我以后再也不吃了，你们千万别送来。这是咋了呀？你不是最爱吃蛇羹吗？江清月吓得快要魂不附体，只好拉人来背锅。是阿燕，她害怕蛇，所以我以后再也不吃了。话音刚落，一阵爆笑声从墙头飘来。得了吧，还以后都不吃了。
他要是不吃，我以后随他姓。你胡咧咧什么？你怎么和你三嫂说话的？没大没小的。冬梅呀，她就这样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哼，娘，你跟他到哪门子欠呢？他说的这话你信吗？娘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昨天晚上这女人给三哥下了药，2个人折腾了大半宿没睡呢。二嫂昨夜蹲墙根，听得一清二楚，不信你自己问去。吴氏一听昨儿晚上还有这事儿，忙震惊地看了一眼三儿媳。娘，我就是着急想要个孩子，阿燕她一直不肯，我也是一时糊涂才。小月呀，既然你和老三成了真正的夫妻了，以后要好好过日子。那药你收起来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用了啊。屋内躺在床上的宋燕见母亲这么容易就听信了江清月的话，连亲自过来问她都没问一声，不由得苦笑起来。走进去一瞧，宋燕的姿势还和早上一样。人不会死了吧？宋燕！江清月连忙轻唤一声，走过去熟练地探了探鼻息。哼，是不是很失望？江清月被吓了一跳，心底暗骂了句神经病，面上还是强作镇定。你没事就好，起来吃饭了。你怎么不吃？刚才在厨房吃过了。刚才他听得一清二楚，母亲一共就送了2个鸡蛋过来，明显都在这碗里了。他竟然舍得一口不吃，全部都留给我。我刚才喝的是白粥，这鸡蛋是专门留给你补身体的，什么也没放。哪知他越是平静，宋燕就越是狐疑。你先吃。这下总行了吧？家里没米了，好好吃饭才能早点养好身体超数，挣了银子咱们才能买米下锅呀。换个勺子吧。好嘞，马上给你换个勺子哈。哦，对了，屋里太闷了，我帮你端到院子里去吃吧，那儿空气好。不过江清月喊他出来，可不是为了给他换空气，单纯是怕他在屋子里妨碍自己打扫卫生。等打扫完卧房，江清月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而且憋了一上午没去茅房，急需去空间里解决一下，便背起院子里的篓子，准备去小溪边洗衣服和床单去了。哪知那些人看到江清月后，先是纷纷噤声，等他走过去后，才议论起来。啊，这江清月发什么痴啊？今天竟然来洗衣服了，的确出奇，要不喊过来问问？哎呀，你们别喊了，人家肯定不好意思过来。哼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昨天江清月和那宋家的秀才成了，听说动静闹得挺大的，肯定是来洗床单的呗。真的假的？真成了？是宋家二嫂亲自说的，还能有假？听说她婆母一大早啊，还去送鸡蛋呢。哎呀，怪不得呀，这女人一旦开了荤，果然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们看，走路也不一样了，以前走起来地动山摇的，现在你们再看看。江清月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。该说不说，这里的民风可真是淳朴，说坏话竟然都不背人的嘛。江清月尴尬地迅速逃离村里的八卦集中地，顺着小溪转个弯，来到一片无人的下游区。四周看了看没人，瞬间闪进了空间。进去后二话不说，直接放下篓子冲进厕所。解决完内急，这才把一部分脏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洗了起来。事有轻重缓急，眼下他最急迫的莫过于吃饭问题，总要先把午饭这关给过了再说。想到这儿，江清月也顾不上躺平休息，连忙从空间里闪了出来，四下看了看有没有可以弄到吃的地方，然后就发现自己选的这个地方刚好处在一大块箭石下，正好是溪水回窝的地方。江清月试探地从空间里拿了一块干掉的面包出来，揪成小块，揉了揉，往水里丢了几块。哪知道等了几秒后，便有2条鱼一下子冲上来给吃掉了。
江清月大喜过望，连忙把装衣服的背篓给拿过来，没入水中，静静地等待1秒、2秒、3秒。伴随着水声哗啦作响，背篓飞快地被拽出水面。江清月低头一看，篓子里已经有了3条个头不小的鲫鱼。回去后，江清月先把抓来的3条鱼丢进厨房，用清水先养着。小月呀，刚才我听说你去水边洗衣服了。吴氏边走边说，等走到跟前时，看到满院子飘着刚洗好的床单和衣服，不由得顿时定在了原地。这都是你刚才去洗的？江清月嗯了一声。哎呦，这衣服洗得真干净，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呢。江清月扯了扯唇角，可不是干净，洗衣机忙活了一上午呢。娘，你来找我有事儿吗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就是不放心。听说你去水边洗衣服了，我说过去给你帮个忙，结果找了一圈也没看到你。哎，我怕你再掉水里了。刚才我洗完衣服就去抓鱼了，可能咱娘俩错过了。这鱼，娘你带回去添个菜吧。哎呦，你好不容易抓到的，留着你和老三吃吧啊。厨房里还有呢。再说早上你不是送了2个鸡蛋过来给我们吗？就当是还鸡蛋了。现在咱们都分家了，要是娘再接济我们，旁人该有意见了。是不是你听到什么闲话了？也没什么，就上午我出门洗衣服，大家都在议论我和安燕昨晚的事儿，还有娘你早上送来鸡蛋的事儿也都传开了。江清月之所以选择当面说出来，的确是因为不满二嫂把她的私事到处乱嚼，但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工夫去找她大吵一场，便把事情直接告诉婆母，正好也看看婆母对这件事儿是什么态度，顺便也让宋燕知道这事儿不是她说出去的，省得以后自己又莫名其妙的背锅。应该是你二嫂说的，这事儿啊你别管了，等下回去我就说她。江清月见好就收，那娘你把鱼带着吧。哎，那好，我拿着了，一会儿我让冬梅去菜园掐点菜给你们送过来。好，谢谢娘。2个女人在院子里说话的时候，宋燕就一直提着笔悬着不动，直到谈话结束，这才微微回过神来。这女人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聪明了？母亲竟然不到1天就被她收拾服了。江清月送走婆母后，就径直回到厨房，开始准备午饭。正准备开始收拾鱼，就听见隔壁传来二嫂刘秀娥的叫声，紧接着就是给婆婆帮腔的小姑子宋冬梅的声音。老二家的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去外面到处跟人家说老三和小月的事儿了？哎呦娘，您可别冤枉我，咋就是我说的呢？娘，就是二嫂说的，我早上看到她跟小满他娘嘀嘀咕咕了。刚才娘说她洗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还不相信，还以为她又是溜跑回娘家了呢。江清月见这妹子自言自语都说得这么大声，扑哧笑了出来。你笑啥？你在那儿自言自语什么呢？这都是你洗的呀？那当然。宋冬梅啧啧称奇，进步走了过来。娘让我拿给你的。啊，你啥时候会做饭了？我本来就会做，不然你觉得我这身量是怎么吃出来的？那倒也是。正准备回家，突然就看见江清月把锅盖给掀开了，锅里的香味像是憋了太久，一下子爆炸开来，溢满了整个厨房。你煮的鱼怎么一点腥味都没有啊？闻着比肉还香啊！冬梅，你刚才拿过来的菜里有葱吗？洗2根。宋冬梅哦了一声，连忙冲过去抽出2根葱来就要洗，洗到一半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凭啥要听她安排？还没洗好吗？宋冬梅本能地把葱给递了过去。简短相处过后，江清月觉得这个小姑子人还不错，虽然嘴巴厉害了些，但是心肠不坏。中午在这儿吃不？吃的话我再弄个菜。
你要让我留下来吃饭？你该不会又想让我帮你干什么坏事吧？你三哥现在受伤干不了重活，我想等下吃完饭把床给抬出来收拾一下。我就说嘛，没问题，等一下帮你抬出来就是了。三哥，吃饭了。你现在吃饭怎么跟猫一样啊？以前全家就你吃的最快，呼呼的像什么风什么卷一样。没想到你真的会做饭呀，之前藏的还挺深的。我以前可最讨厌吃鱼了，没想到味道竟然这么好。哎，你这鱼是哪抓的呀？我咋每次去水边洗衣服都抓不着呢？对了，三哥这头真的是他不小心撞的？不会是你昨晚弄的吧？我发现了个鱼藏身的地方，你要是想去，我带你去就是。真的啊？你能有这么好心？当然，作为交换，你带我一块上山挖野菜吧。挖野菜？你之前不是都不肯去的吗？这都入夏了，怎么突然想起去挖野菜了？这不是家里没米下锅了吗？总要想办法弄点吃的回来吧。收拾完厨房，下午就忙着抬床擦洗。宋冬梅也算有良心，一下午没少帮忙干活，还把两人的草席都给刷了。宋燕，咱们谈谈吧。好，谈什么？谈谈我们以后的事儿。哼，我们有什么以后可谈？宋燕，我承认昨天晚上的事是我不对，但事情到了今日这般，难道你就一丁点错都没有吗？我唯一的错，就是当初你落水的时候，我不该救你。我的错误主要有2件。第一，我不该恩将仇报逼你娶了我。第二，昨晚我不该给你下药。经过昨夜一事，我也想明白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也没本事焐热你。我愿意同你和离，但不是现在，毕竟咱们刚成亲1个月，现在和离对你我都没有任何好处，不如等1年以后和离怎么样？1年？宋燕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最终默默点下头来。好了，反正明天也不去镇上，这书你慢慢抄，不着急，快去休息吧。等彻底把宋燕隔在外面看不见了，这才匆匆跑到空间里解决内急。他笃定以宋燕对自己的讨厌程度，肯定不可能主动过来掀帘子找他，便大胆地决定晚上要在空间里睡觉，大不了定个闹钟，天不亮就回来。等收拾好，宋冬梅也已经背着竹篓提着砍柴刀来了。好了没？要上山就要趁早。好了，我去和你三哥说一声就走。我和冬梅去上山了，饭都在锅里，你省着点吃啊，我们晌午不回来。说完也不等他回答，便急匆匆地关上门，跟着宋冬梅出门了。冬梅，咱们怎么走这条路？会不会有蛇呀？怎么，三嫂又缠蛇羹了吗？我是怕被蛇咬。放心吧，我在前面打着草呢，就算有蛇也会跑开的。人家在这儿过得美滋滋的，谁想做羹啊？江清月，还有完没完了？那怎么不走大路？还能为啥？你想啊，大路上经常有人，万一被人家看到咱们俩一起出来上山，我主要怕被你连累，跟着被说闲话。其实那只是一半原因，还有一半的原因是那边的野菜都老了，只有这边叶面还嫩一点。你忍忍吧啊，马上到了，就那些了。一到地方，宋冬梅便先挖起了野葱和野苋菜，江清月便四下找找，想看看有没有别的。然后就在一处草丛中发现一小片野薄荷，便连忙又蹲下掐了起来。你掐这干什么？这菜难吃死了，冲嘴。这野薄荷本来就不是当菜吃的，拿回去炖鱼可以去腥提鲜，泡水喝冰冰凉凉的，可以解暑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也掐点回去试试。掐完野薄荷，两人又往山上走了一段。
在一片向阳的山坡，江清月看到一小片野生蕨菜。咦，这拳头菜有点老了，回去吃了肚子又胀又疼的。我觉得还行，这菜回去要用开水煮过以后晒干，能放很久。宋冬梅见他不听劝，也只好帮着一块儿掐。宋冬梅见他又跑去采花，一点也不听自己指挥，忍不住在身后喊道：这次又是干什么用的？这花也能吃？江清月无奈地扯了扯嘴角，难道丑人就不能有爱美的权利吗？胖女人干什么都是为了吃。咦，这味道还挺香的，和昨天你洗衣服用的香姨子味道有点像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那香姨子在哪买的？你刚才不是问我采花干什么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些花的用处可多了，其中一条就是可以做香姨子。真的假的？江清月，不，三嫂，你真的会做香姨子啊？那东西卖的可贵了。江清月点了点头。你想要？想要的话就帮我多摘点花回去，回头做好了我送你一块。话音刚落，宋冬梅已经在卖力的辣手催花了。等2只箩筐装满，时间已经不早。宋冬梅一边在前面带路下山，一边问：三嫂，那咱们一会儿还去抓鱼吗？去，咱们快点下山，不耽误做晚饭，一会儿正好把菜给洗洗。等2人来到江清月昨天抓鱼的地方，天色已是近黄昏了。江清月吩咐着让宋冬梅把菜倒出去洗洗，我一个人去抓就行了，人多了鱼会吓跑。江清月在昨天的老位置下了竹篓，江清月一连捞了3回，一共抓了6条鱼，觉得差不多了，这才朝宋冬梅走了过去。2人正满载而归，满脸喜色地往家走。冬梅，你们赶快回来，家里出事了。宋冬梅和江清月对视一眼，连忙拔腿往家跑。一进门就看见原主娘王桂兰正像个泼妇似的，坐在院子地上哭天抢地，撒泼打滚。哼，肯定是你这个穷酸秀才杀了我的女儿，把她丢到了荒郊野外喂狼去了。你们宋家要赔我的女儿。亲家母，小月她真的没事儿，她一大早跟我们家冬梅上山去了，我没骗你，我已经让老大去喊2个人回来了。哼，骗谁呢？我都问过了，今天压根就没人看见他出门，也没人看见他上山，这太阳都要落山了，人呢？江清月听到这儿还觉得有些意外，毕竟王桂兰这些年对原主可从来没这么关心过。我不管，你们宋家害死了我的女儿，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，你们家至少拿出50两银子出来补偿我们江家，不然我现在就去县衙报官。娘，你咋来了？王桂兰此时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50两银子赔偿金的事儿，压根儿就没听见江清月的叫声，还一个人在那儿哭嚎着。哎呦喂，我养了18年的黄花大闺女呀，嫁给你们家就这么活生生的被你们给搓磨死了呀，这50……啊，鬼呀！江清月无语地看他一眼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你没死啊？怎么，你要是盼着我死？你个死丫头，我怎么可能盼着你死？你没事瞎出去溜达什么？我婆母刚才不是和你解释过了吗？我上山去挖野菜了。挖野菜？你好好的挖什么野菜啊？难不成他们宋家娶你过门，就是让你天天挖野菜去了？就算是挖，也应该送到江家才是。王桂兰边说边打量着女儿，总感觉才2天不见，人就变得很不一样了，干净的都不像她养出来的那个女儿了。哎，你们还抓了鱼？娘开什么玩笑？要是能吃上鱼，我还用得着上山挖野菜吗？刚才去水边洗菜去了。昨天她正琢磨着什么时候有空去找王桂兰要回那2吊钱，这会儿见她来了，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
正是要钱的好时候。哦，对了，娘你来的正好，上次你问我借的那2吊钱能还我了吗？前2天阿燕磕破了头，我想给她买点肉补补。嘿，我啥时候找你借钱了？就前2天我回去的时候啊，娘不是说过2天就还给我的吗？死丫头，那明明是你孝敬我的钱。娘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你让大家伙看看我们家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粮也要断了，阿燕现在还伤着，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，以我的体型也不可能爬那么高的山去挖野菜。死丫头，胳膊肘尽是往外拐，我有钱也不给你。江清月只一个劲儿地低头抹眼泪。我看清月这孩子啊也不容易，从小就没个主见，都是被他娘给撺掇的。可不是嘛，这正常人哪有这么埋汰自己的亲闺女的？这姑娘就是傻了点儿。老江家的，当初你们家逼着人家秀才娶你女儿，要的那些个彩礼把人家老宋家都给掏空了，现在连最后2吊钱你还好意思赖呀？众人正说着，宋青山已经把村长给请了过来。村长最欣赏的人就是宋燕了，这些年一直把宋燕当作全村的希望之星来培养的，悉心呵护了那么多年，突然有一天就被他这只肥猪给拱了，岂止是生气。王桂兰，你自己的女儿还能冤枉你不成吗？赶紧把2吊钱还回来！江清月此时也是一脸的寒心。娘，你不想还也可以，你现在不顾我的死活，那你以后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。你想得美，我白养你了。你给我等着。江清月也不知道他是让自己等着算账，还是等着来还钱。村长看着宋燕的头，叹了口气。阿燕呐，你可要打起精神振作起来，不能自暴自弃呀。村长，我正好有事想和你商量。说着2人走进屋内。春山、夏江，你们都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娘，那我们先回去做饭去了。老二也准备走了，媳妇刘秀娥的眼睛却还滴溜溜地盯着江清月和宋冬梅的篓子看。哎呦，你们俩真捞着鱼了！哎，直接先给二嫂呗，一会儿回去我们就先做了。你想啥呢？那鱼是三嫂抓的，和你有啥关系啊？你凭啥舔着脸要啊？凭啥？你跑出去1天没个人影，这家里的活一点没干，晚上还空着手回去吃饭呀？哼，那晚上我不回去吃了。三嫂，我晚上在你这吃行吗？江清月自然是没意见。村长还在里面呢，你们在这吵吵嚷嚷的，不怕人开笑话呀？都赶紧回去。你也回去，昨天已经在这吃了一顿了，今天还要留下来，哪有你这样的？娘，村长平时对宋燕那么照顾，今天又难得来一趟，我想留他老人家在家里吃个晚饭，所以冬梅还真回不去，要帮我烧火，不然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那行吧，咱们的确是应该请村长吃个饭的，就是这啥也没准备啊。娘，你看，乖乖，又抓了这么多呀，你啥时候还有这个本事了？娘，刚才我来的时候都看到了，我院子里的被子和衣服都是你帮我补好的吧？我手笨，不会干这些针线活，多亏了你还惦记着我，晚上你也别走了，就在这吃吧。其他的我也帮不上，这点小忙还值得你谢呀。就让冬梅留下来给你帮忙吧，我回去还有事。江清月见他不肯留下来吃饭，便又抓了2条鱼，用绳穿着。这2条你带回去吧，刚才大哥忙前忙后的没少处理，而且冬梅今天也帮了我大忙，啥也不带回去也说不过去。好，那你们忙吧。冬梅啊，勤快点啊。三嫂，今天还炖大锅鱼吗？
别忘记放你说的那个什么野薄荷啊。知道了，不会忘的。那还烙饼吗？要不吃面条吧，那个鱼汤拌面也不错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因为有宋冬梅的帮忙，江清月很快就先把鱼给炖上了。不多会儿，刚回去的吴氏又过来送来几个鸡蛋和一块豆腐，说是给凑出来的菜。江清月知道他是不肯占自己的便宜，便只好接了过来。等鱼肉的香味一溢出来，屋内和宋燕说话的村长就知道自己该走了。刚才你说的事啊，我都记下来了，你就安心在家准备明年的秋闱，唐代就不要分心了啊。刚才我看清月那孩子的确变了不少，要是他真能悔悟过来和你好好过日子，也是个不错的。要是他还欺负你啊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村长正说到一半，扭头一看，一头大黑熊站在自己面前。村长，晚饭都做好了，您留下来吃好再回吧。不用了，我回去吃去，家里也做饭了。村长，我饭都快做好了，您就赏个光，当是陪陪阿燕吧。正好她这2天有伤，一直闷在家里也没人说话。说完又给宋燕使了个眼色。宋燕完全没想到他会主动邀请别人来家吃饭，以他以前的德行，吃他一口饭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村长，不如晚上就留下来吃顿便饭吧。村长心想，这丫头做的饭能吃吗？再说他刚才不是还在哭穷，说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吗？但是转念一想，留下来也好，随便吃个2口，明天正好找机会送点东西过来，就一脸悲壮地答应了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冬梅，你去把屋里饭桌给收拾下，等下把村长和宋燕的饭菜送进去。宋冬梅收拾好桌子，把2人的碗筷和饭菜一一端了上去。今天这菜都是我和三嫂去山上挖的，还有这鱼也是我三嫂干抓的，鲜着呢。我三嫂的手艺也很好，你们不够，锅里还有啊。这才又一天的功夫，就把宋冬梅给收服了吗？弄得他现在连家都不肯回了。正愣神间，村长已经被眼前的香味馋得快要流口水了。阿燕呐，你们这也太客气了，能这么些菜啊？村长不嫌弃就好。村长已经有些等不及了，忙夹了一块鱼肉到碗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这鱼烧的是不错。哎呀，怪不得这丫头吃这么胖呢，原来这厨艺这么好。哎呀，比我们家那老婆子的手艺呀强多了。见村长满口夸赞，宋燕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总感觉这村长要不了多久也要被江清月给收服了。三嫂，那香姨子啥时候弄呢？今天累了一天，你先回去睡吧。香姨子等明天再说。再说现在材料还不齐呢。宋冬梅有些着急，但是也不得不等等。等宋冬梅走后，在屋里和宋燕说话的村长也站起来往外走。村长，您慢走。清月呀，往后你跟阿燕得好好过日子啊，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了。村长，我记下了，以前是我糊涂，往后我一定和阿燕好好过日子。说完又含情脉脉地看了一眼宋燕。看到你们这样我也就放心了。行了，别送了啊，早点收拾收拾安歇吧。江清月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我今天一大早就上山，又是挖野菜，又是下水摸鱼，回来又帮你洗手做羹汤请客，你说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你当真只想和我搭伙过日子？当然了，不然我吃饱了撑的做这些干什么？难不成你已经有心上人了，怕他误会？
胡说，我没有。那不就行了？反正我们都已经成亲了，别人误不误会的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一个女人都不在乎，你倒是在乎的紧。我知道你不在乎。一句话瞬间勾起原主存在江清月脑海中那些不堪的往事，顿时尴尬的抠脚趾。热水烧好了，在厨房，你赶紧去洗洗吧。说完便抱着刚插好的花瓶跑回了卧房。趁他不在，江清月赶紧闪进空间，也开始洗漱。正做着面膜，突然听见外面宋燕喊他，赶忙冲干净脸：你找我有事儿？把你的衣服穿好。你等我去换件衣服，你背过去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这2本书是我今天刚抄好的，明天你去镇上的乌鸦书局找陈掌柜领400文钱，到时候你看着该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好，那你有没有什么缺的，我给你捎回来。你把陈掌柜需要抄的新书捎回来就行。我是说你要买的东西，明天去之前我先去江家一趟，把那2吊钱讨回来。你若是缺什么，我就替你买回来。江家那边你就不必去了，去了也是白去。我只是不想再让别人继续来家里闹了。江清月松了口气，还好不是以为他回去送钱就成。这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而且就算这钱不要，他以后占不到好处，该闹还是会来闹的。宋燕听后神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丢下一句随你，便径直回去睡觉。他之前做过手工皂，但是具体比例记不清了。江清月连忙打开搜索引擎，输入古法手工皂的做法，瞬间跳出10几条结果出来，有的甚至还有详细的视频解说。江清月大喜过望，连忙打开默默学习了起来，一边学一边记笔记。不知不觉夜色已深，便直接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。第二天，江清月正在做早饭，一抬头忽然就见宋冬梅趴在墙头上。你以后能不能别那么吓人？嘿嘿，我想看看你做什么早饭，顺便问问你今天啥安排啊？还去上山吗？不去了，今天要去镇上。去镇上？那我三哥也去吗？他不去。那我陪你呗。你等等我和娘说一声啊。说着悬在墙上的头不见了。娘收了，让我陪着你去，正好我顺便给娘抓点药。娘身体不舒服？老毛病了。三嫂，其实娘是借着抓药的事，光明正大的把钱给我。她说这钱是给你买东西用的。江清月完全没想到吴氏会为她做到这个程度。你别多想了，这钱本来就是要花的，只是娘不想吃药了，想把省下来的钱给你和三哥渡过难关。不吃药那身体怎么办？娘的病吃药也治不好，她说你不用管其他的。你听我的，这钱还是给娘抓药，你三哥书抄好了，今天就能去卖钱。宋冬梅听说他有钱花了，便也同意了，毕竟他也还是想让母亲继续吃药看看。那你快点吃，咱们早点走，晚了天气就热了。急什么？一会儿咱们先去趟江家再走也不迟。你要带你娘一起去？你不会打算把三哥抄书的钱又补贴给你娘家吧？说什么呢？昨天的2吊钱他们还没还回来，我顺便要了，好去镇上添置点东西。你还真打算去要啊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还打算请你陪我一块儿去呢。你不是嘴皮子厉害吗？帮帮我呗。得了吧，那是你娘家，我可惹不起。怎么，你这是害怕了？本来我还说拿回钱来去镇上买肉，晚上咱们回来包饺子吃呢。怎么可能？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我宋冬梅在咱们村怕过谁啊？去就去，一会儿你就看我的就行了。稍等，我让你三哥去给我写个东西。宋燕人在卧房，却早已把2人刚才的对话听了进去。一听江清月让他帮忙写个断亲书，却还是不免意外。那我等下就直接去镇上了，
你的早饭和午饭都在锅里，记得吃。说完就背着竹篓，带着宋冬梅兴冲冲地出了家门。江家人此刻正在院子里吃早饭，听见有人敲门。是谁？娘，是我，你快开门。你走，我没你这个女儿。娘，你先把门开开呀！昨天咱们不是都说好了还钱的事儿了吗？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呢？江清月的喊声很快就把左邻右舍的村民都叫了出来。清月啊，你这是来干什么？昨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娘不是承认借了2吊钱的事儿，本来说好昨天还的，但是我娘一直没来。这么一大清早，也不知道我娘家人是不是都下地去了，我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。哼，没见他们出去啊，刚才那烟囱还冒烟，在做饭呢。肯定是赖着不想给呗，故意不给你开门的。不可能，我爹娘不是那样的人，怎么可能为了2吊钱全家当缩头乌龟？众人一听，纷纷都笑了起来。这一大早的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你想干啥？娘，你们还吃早饭呢？我和阿燕在家一天2顿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就等着娘你还钱去抓药买粮食。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们的饭桌上又是鸡蛋又是白馒头的，怎么可能没钱？哎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那钱我昨儿花光了。花光了？娘，你花的不是钱，是我和阿燕的命啊！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那以后就当是我死了，你们没有我这个女儿，我也没有爹娘。说着，江清月便从怀里掏出刚刚拟好的断亲书。你个不孝女，是嫌我和你娘命长吗？一大早就在门口胡咧咧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是娘借钱不还在先，难道爹你还想当着大家伙的面打死我灭口不成？哎，我说江富贵啊，就算是你女儿，你也不能说打就打，说杀就杀呀！你这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就是，从前你们夫妻2人就动不动喊打喊杀的，但是如今人家已经嫁到宋家，那就是宋家的人了，轮不到你们打。你们别听她瞎说，这丫头从小就撒谎成性，我们怎么可能问她借钱？哼，我们都听见了，你婆娘王氏昨天亲口承认的。没错，大家伙都可以作证啊，这村长昨天也在了，这事儿你们可赖不掉啊，赶紧拿钱给他去买粮食吧。肯定是误会了啊！不过既然宋家揭不开锅了，那我这个做爹的也不可能不管。桂兰，你去屋里找二房和娘凑凑，好歹凑个2两，给清月先去救急。江清月和宋冬梅对视一眼，都以为这事儿就这么顺利给解决了，哪知道下一秒，原主的奶奶李老太直接踉跄地冲了出来。你个小贱蹄子，还有脸回来要银子？看我不撞死你，我就不信你还敢去告我！李老太扑了个空，一脚摔在自家门口，摔了个狗趴。哎呦喂，你个天杀的，是诚心要撞死我呀！今天这钱谁也不许给，不但一个铜板不给，还要这小贱蹄子陪我抓要钱，不然我非去官府告你不可。奶，就冲你这嗓门中气十足的样子，用得着去抓药吗？要不你还是报官吧，我陪你去。大家伙都看着呢，你自个儿转过来的，我不躲，难不成还要等着被你撞吗？李老太一听，气得就要伸手去抓他。江清月离得近，一时避之不及，眼看着就要被他挠花了脸。下一秒，突然一只大手拉住他的胳膊，往旁边一拽，堪堪躲了过去。这就是你想的办法？你怎么来了？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。江清月既已嫁入我们宋家，那现在就是我们宋家的人。
就算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也轮不到你们江家人在这里喊打喊杀吧。正准备和宋燕理论，就听见村长边走边吼了一声：你们又在闹什么呢？李老太，要论年纪你比我都大，要论见过世面，你从前怎么着也在大户人家待过，怎么在小辈面前还耍起这一套了？你不知道害臊吗？哎呦，村长啊，今天这事儿啊，他可不赖我，是他们宋家人过来闹事儿。哼，我还没有老到老眼混话呢。昨天清月问王氏要钱的时候，我就在场，这事儿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。先前你们江家人干的那些事儿，打的那些小算盘，别当我不知道。以前就算了，这次要是你们再敢耍无赖，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说来，你们江家本来就是从外地迁来的，当时我看你们没地方去也不容易，可怜你们才让你们留下来。你们当初咋跟我保证的？今天这钱要是还不还，我们石崖村也容不下你们江家了。李老太自然是不愿意走，当初他就是为了躲避事端，才带着一家老小躲到这大山下的村庄里来的。村长说的是，我们以后呀不敢了，还不赶快拿钱去，这都是你办的好事儿。钱我反正是没见着，你自己还。王桂兰暗叫委屈，但是当着大家伙的面也不好拆婆母的台。拿着你的钱赶紧走。多谢村长，今天要不是您老给我做主，这钱我肯定没那么容易要回来的。哎呀，不用谢了啊！昨天你不还请我吃饭了吗？这事儿啊，多亏了宋燕，幸亏她去找我，不然我都还不知道呢。说完，村长挥手让大家都散了。刚才多谢了，这钱还是物归原主。不必谢，我也是在帮我自己而已。这钱还是你拿着吧，不是要去镇上采买吗？宋燕虽然语气冷淡，但明显已经是开始往好的方向改变了。宋燕，你放心，这钱我再也不会弄丢了。等我晚上从镇上回来，我给你包饺子吃。说完，便欢喜地朝他挥了挥手，拉着宋冬梅走了。宋冬梅也被他这份喜悦给传染了。三嫂，这下晚上的饺子肯定是有着落了。你还好意思提饺子的事儿？刚才在家你怎么和我说的？来到这儿都不用我出马，你一个人就能搞定，还全村没怕过谁？三嫂，我这不是看你一开始说的挺好的吗？我也插不上话。那我奶奶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也没说？三嫂，天地良心，你奶是什么人物，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？她这个人我真的不行，估计全村也就只有村长一个人能管得了她。幸好我三哥关心你，还知道去帮你搬救兵。江清月想了想李老太平时的战斗力，好像也的确如此，又莫名庆幸宋燕出现的及时。耽误了这么会儿时间，等两人走到村口的时候，去镇上的牛车都已经走了。本来还想坐牛车的。哼，算了吧，三嫂，就算赶上了，人家也不会拉我们的。为啥啊？因为你这体格，一个人占2个位置，还不肯出2倍钱呗。江清月。两人在集市上打听了下，便朝着宋燕说的无涯书局走去。请问二位有事吗？我是宋燕的娘子，今天过来替她教书的。宋燕的娘子？那小厮听后，先是倒吸一口凉气，随即震惊的上下打量江清月一番。这不可能，你胡说！就凭你，也敢来冒充宋大哥的娘子？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他何时成了亲，而且就算是要成亲，也不可能和你这样的人，这绝不可能。看着女子这么激动，
江清月第一反应就是这姑娘是宋燕的小情人儿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既然她这么坦然地把书交给自己来换钱，应该是心里坦荡的，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，这姑娘是单方面暗恋宋燕，她只是来要钱的，掐桃花这事儿可不归她管。我是来替宋燕教书拿钱的，至于她成没成亲，和谁成亲，姑娘若是不信，下次等她来一问便知。相对江清月的无所谓，宋冬梅却不那么淡定了。你这人说话好没意思啊！宋燕是我三哥，什么时候成了你宋大哥了？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我三哥提过他在外面还有个妹妹的事？当着我三嫂的面，你笑胡说啊，省得让人误会我三哥的清白。那姑娘一听，顿时羞红了脸，指着宋冬梅一连喊了几个你，迟迟反驳不出来。这是怎么了？爹，这两个人是来闹事的，还说是宋大哥的娘子和小妹，这怎么可能？休要胡说！上次宋公子过来时便和我说过成亲的事，怎么没可能？宋娘子，对不住了，这是我的小女陈思儿，平时不常来书局，一时没弄清楚了，误会了，我替她和你们道歉。江清月见着陈掌柜还算和蔼，并且没有因为他的外貌而轻视怠慢，便也没有打算揪着不放。这是我相公托我带过来的书，烦请陈掌柜验一下吧。翻开书看了两眼，确定是宋燕的字迹无误，便爽快地将约定好的400文钱递给江清月，又把要抄的新书也递给他。江清月一并接过，只是钱还没捂热，就已经在想着花的事情了。昨天他在收拾宋燕书桌的时候就发现，他用的那支笔都已经快秃了，所以想着趁今天来镇上买支笔送给他。江清月在陈掌柜的介绍下，随手拿起一支看得顺眼的笔，一问价钱，立马就放了回去。一支笔竟然要2两银子，陈掌柜，有没有便宜一些的？刚才你拿的那支是狼毫，是我们店最贵的，这支羊毫笔只要100文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江清月哪里会看好不好，只会看价格而已，最便宜的也要100文，真贵呀。宋娘子，我们这儿卖的笔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了，实在不行你可以去东边那边看看，或许还有更便宜的。那就要这支羊毫的吧。等从书局出来时，宋冬梅还是一脸的感动。三嫂，没想到你对我三哥还怪好的，100文能买好几斤肉了，你眼都不眨就给三哥买了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江清月也不好意思肉疼了。你三哥的字配得上最好的笔，眼下条件有限，等以后挣了银子再给他换好的。宋冬梅听后又是一阵唏嘘，只不过这份感动仅仅维持了片刻，等江清月进到米铺后，顿时就感动不出来了。买笔的时候，三嫂问的是哪个最便宜，可等到买米买面的时候，三嫂却直接奔最贵最好的。12文一斤的精米，10文一斤的上等白面，三嫂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每样直接要了20斤，就这还是因为怕背不动。三嫂，这米和面没必要买这么好的吧？那边有糙米和粗杂面，看起来也不差。冬梅，你听我的，别的东西都可以省，但是这米面不能省，要吃就吃好的。钱的话你别操心，以后可以挣的。他之所以坚持买好的，就是想找机会把空间里的米面拿出来用，否则品相差异太大，迟早要被宋燕给发现的。三嫂，你想做什么挣钱啊？上次你不是问我怎么做香姨子吗？我打算回去先做起来试试看，好的话我们就带到镇上来卖。
宋冬梅见他往杀猪铺走，立马就明白过来。三嫂，你这是要去买猪胰子吧？我三哥以前也曾经做过，但是猪胰子本来就稀缺，咱们来的这么晚，肯定没有了。不买猪胰子，用猪板油也可以做。猪板油？这怎么可能？不信的话，回去你就知道了。两人走到杀猪铺一问，上好的猪板油最低要20文一斤。江清月一咬牙，直接要了10斤，18文一斤的臀尖肉也要了2斤。最后一番软磨硬泡，硬是要卖肉的送了2根大棒骨。宋冬梅刚刚才从江清月买米买面的余震中缓了过来，见他一下子买了这么多肉，而且还专挑好的买。三嫂，你这是打算一次性把钱造完，以后不够了呀？别看买的多，可这10斤猪板油顶多只能熬出来5、6斤猪油，想要挣钱就得先要投入才行。宋冬梅明白这个道理，可还是不免被这个场面给吓到了。饿不饿？都已经过了饭点了。不饿不饿，早上吃的多。哪知话音刚落，肚子便传来咕噜噜的叫声。走，嫂子请你吃包子。掌柜的，包子怎么卖？素包1文，肉包2文。要10个肉包。好嘞。动作之快，让一向麻利的宋冬梅再次陷入了怀疑。这三嫂花起钱来可真吓人。快，趁热吃。真好吃。拿，吃完自己拿。2个够了。三嫂，现在咱们可以回去了吧？我有点累了。你不是要给婆母抓药吗？宋冬梅这才恍然想起来，连忙拉着江清月快步往药铺走去。等药抓好，俩人便一块背着沉甸甸的竹篓往回走。冬梅，咱们还是坐牛车吧，2倍就2倍好了。宋冬梅此刻已经对三嫂花钱这件事儿产生了免疫，这么多钱都花了，还能在乎多出的那2文钱吗？便二话不说，带着江清月去了村里牛大叔的牛车前。牛大叔，这是我的2份牛车钱，你看下。说完，又把刚买的肉包子拿了2个递过去。牛大叔，我看你一直等在这儿，估计还没吃饭吧？我刚买的包子，你尝尝。这钱你拿着，这个肉包呢，就当是车费了。正好我也饿了，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可不许再给双倍了。江清月诧异地看了看他，之前不是说他坐车要双倍吗？牛大叔假装没看见，他哪里好意思说，之前要收2倍钱不是因为他胖，而是因为他太邋遢了，坐他旁边的人都要被熏吐了。俩人上车没多久，村里其余人也都陆陆续续回来了。哟，看样子这2吊钱是要回来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？岂不是又花光了？花光呀，也比要不回来强不是吗？面对大家的好奇，江清月只好笑着附和几句。我三嫂以前就是太好欺负了，好多事情都是她娘和她奶撺掇的，出嫁前好多事她也是身不由己。宋冬梅一个劲儿的想替江清月洗白。对于前半句，大家伙是不信的，毕竟以前的江清月可不是好欺负的，那也曾经是连村口的土狗见了都要跑的人物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都过去了，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就成。面对大家的示好，江清月只得全程淡笑着附和。有了牛车的加持，回去的路程果然快了不少。天儿说有事出去一趟，让你别担心，他很快就回来。江清月如常的点了点头。一进厨房，他就把买回来的东西一一拿了出来，随后又从空间里拿了30个鸡蛋出来，又把空间里的调料每样都拿了一些出来。除此之外，原本买回来的20斤米和20斤白面也都被他混了不少现代的米面掺和进去。刚弄好起身，就见院子里多了个人影，
顿时将他吓了一跳。你回来了？上山了一趟。江清月看到地上的2只野鸡，顿时喜出望外，也顾不上问其他的。宋燕见他看到肉，果然就没再追问旁的，便带着怀里刚挖回来的野山参进了屋。哪知道刚进屋还没收拾，突然见他又追了进来。有事？没事儿，就是问你饿不饿，晚饭还要等一会儿，饿的话先吃桌上的包子吧。这是毛笔？是我买给你的，为了感谢你上午的帮忙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买笔做谢礼的钱是我抄书挣来的。没错，但是光挑选也费了我不少心思呢。哼，这么说来，那还要多谢你费心了。不客气，吃你的包子吧，我去做饭了。为了凸显第一次吃上肉的暴发户气质，江清月特地选择包了纯肉的饺子。三嫂，你是真打算以后不过了呀？今天先吃饱了再说。你回去把娘喊过来，不管编什么理由，只要不说过来吃饭就成。宋冬梅哎了一声，拔腿就走。小月呀，冬梅说你要我过来帮你补衣服。她听错了，我说让她喊你过来吃饺子。吴氏一听是让她过来吃饺子的，二话不说便要拉着冬梅走。你和燕儿吃吧，隔壁你大嫂正在做饭呢。娘，今天是特殊情况，我早上不是去娘家把钱要回来了吗？正好庆祝下，吃顿好的。说完便挽着吴氏一块往屋里走。吴氏身量本就娇小，被江清月拉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直接被按坐在了桌前。娘，你快尝尝啊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也吃。好吃就好，冬梅你也吃，今天饺子管够。好吃，香死了。三人都已动筷，只有宋燕一个人坐在桌边，看着桌上的饺子微微发怔。阿燕，这包饺子的钱还多亏你帮忙讨回来的，你理应多吃一些。今天刚帮你接了新活，多吃点，早点养好身体才行。吴氏见两人之间互动亲昵，心中很是快慰。小月这么能干，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妥妥帖帖的，还1日3餐的照顾你，以后你也要多多体贴她，听到了没？知道了，母亲。宋冬梅一边吃饭一边聊起两人今天在镇上买东西的情形。说着说着，话锋突然一转。对了，三哥，你跟那个陈思儿很熟吗？今天我和三嫂在书局被他气得半死，下次你要是见到他，可一定要替三嫂讨个公道回来。陈思儿，是不是陈掌柜的女儿？我见过，并不熟。不熟？那他为啥一口一个宋大哥叫你啊？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三嫂配不上你？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三嫂的事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你三哥不是那种人，燕儿，你一定要和小月解释清楚。说完便拉着爱搅浑水的宋冬梅要回去，好把地方留给夫妻二人。陈思儿的事儿你不必解释，我对你的私事并不感兴趣。我上次说过会给你最大的自由，咱们往后只要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即可，反正1年后咱们也是桥归桥，路归路了。闻言，宋燕不由得手上一顿，放下筷子后审视地看了他一眼。既然你已经答应和离，为何要等到1年后？我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和离我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我不过是想趁着这1年的时间多挣点银子，等我挣够了银子，我就走得远远的，眼不见为净罢了。我知道这件事儿你比较吃亏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会帮你调理好你母亲的身体作为条件。哦，你想怎么调理？今天我陪冬梅去给娘抓药，听大夫说娘的身体是早年伤寒久病不愈给拖垮的，这辈子都无法根治，怕是要一辈子都喝药维持。如今夏天还尚可，等到秋天一来便久咳不止，我说的对吗？你既然跟去了，知道这些并不难，
难的是你有什么本事能治好他？他无比确信，上一世的江清月是绝对不会医术的。你应该知道，我爷爷去世前是大夫吧？我从小就给他打下手，多少也懂一点药理。再说娘的身体是慢性病，最重要的就是日常调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爷爷是给牲口看病的。江清月见说不过他，直接走上前，将他额头上的纱布3下5除2拆了下来。你自己看，你这额头上的伤口一直是我在处理的，眼见为实。虽然他能感觉到伤口在愈合，但是亲眼看见还是比心里预期要快了不少。怎么样？可以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只不过不能等1年以后，最迟明年春天我们就要合力。明年春天，天下势必大乱，到时候逃荒的逃荒，起义的起义，全村人都各奔东西。上一世江清月就是在逃荒前夕攀上了别的男人，离开了家。既然上天注定两人要到那时才能和离，那便拖到那时吧。明年春天，行吧行吧，那就明年春天。好，只要在此期间你不做出行为出格的事，我们就相安无事。那我也有个条件，既然是搭伙过日子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日后不必要的矛盾，家里的活计咱也应该提前分配好才行。可以，你说。以后还是我来做饭，但是碗要由你洗。除此之外，收拾家里洗衣服我来，你要负责劈柴挑水。可以，还有吗？银钱方面我们谁都不占谁的便宜，以后我会自己想办法挣银子，除去家庭开支平摊外，其余的各自管各自的。随你。江清月揉了揉惺忪的睡眼。你要出去啊？等下我要出去一趟，柴火和水我都已经弄回来了。江清月吃了一惊，跑回厨房一看，水缸果然是满的，灶台一侧果然也堆着劈好的柴。你等一下，早饭你带着路上吃吧，中午你回不回来？要不要给你留饭？回来。他不在也好，正好今天上午可以开始着手做香姨子了。没多久，宋冬梅便被满院的香味儿给勾过来了。三嫂，咱们今天是不是要做香姨子啦？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着锅，我来弄碱水。三嫂，你弄那水干什么？这个过滤的水是做香姨子必不可少的东西，过滤好就这么静置半天才好用。东东没似懂非懂。我看会了，我来弄吧，你来看锅。两人忙了一上午，把买回来的猪板油都熬了出来，又过滤了1大桶的草木灰水。正准备开始退鸡毛准备午饭，突然听见隔壁传来了叫骂声。这是骂谁呢？早上我出来的时候，二嫂就在那絮絮叨叨的抱怨，说娘偷偷补贴你和三哥，所以昨天偷摸过来吃饺子。今天你这院里都是肉香，估计他又犯病了，以为这买肉的钱都是娘偷偷补贴的。原来是骂我呀。唉，娘还不让我还嘴，说让他骂2句过瘾就算了，还说以后都不让我过来你这边吃饭了。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不还嘴有用吗？当然没用了，你不知道，二嫂她那个人就是嘴巴贱，你越是不做声，她越是觉得你好欺负，就越没完没了。有道理。二嫂，你骂谁呢？有完没完啦？刘秀娥吓了一跳，一抬头这才看见墙头上的2个人。哟，你管得着吗？我骂的是那天哄了老娘钱买肉吃的馋鬼婆娘，你心虚个什么劲儿？刘秀娥，我买肉的钱哪儿来的？全村人都一清二楚，你红口白牙说是老娘给的就是了。哼，就是啊，老娘昨天给钱的时候，大哥二哥都在呢，买回来的药你们也看到了。啊呸！要是老娘没出钱，你昨天能那么好心喊老娘去吃饺子？就算不是哄骗老娘得来的，那钱也是老三的，不是你的。是不是我的另说，反正不是你的。
我男人抄书挣来的银子，我想花就花，想买肉吃就买肉吃，我想孝敬老娘就孝敬老娘，关你屁事儿！连我男人挣的银子怎么花你都要惦记，我看你就是病得不轻。合着我没请你吃肉，你心里不舒坦呗？可惜了，我买的肉，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，你心里不爽也只能憋着。哎呦，娘，你看他，不就是买了点肉吗？臭显摆！我买的可不是一丁点肉，这熬了一上午了，你没闻着味儿吗？对了，一会儿中午我们家还要炖鸡吃呢，馋不死你！刘秀娥人站在下风，势头也处在下风，被江清月的话气得满院子转悠，最后还是被老二宋夏江给拉回屋里去了。哎呦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也不吱一声。就刚刚他一进门就看见江清月扒在墙头上，朝着对面疯狂输出。看来这几天给他憋坏了，可算找到个发泄的出口。娘，我让小妹帮我干活呢，她中午饭我管了。说完便拍拍手爬了下来，准备做饭去了。江清月炒菜的时候，隔壁的刘秀娥就坐在窗户下生闷气。哼，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早就撕碎了他。切，拉倒吧，人家这事儿说的没错，的确没花咱娘的钱，而且老三心甘情愿的愿意给他花钱和他过日子，你就别眼馋了。再说了啊，人家愿意孝敬娘，给小妹吃那是好心。你啊，跟大嫂学着点，人家可没说过一句不是吧？前几天送的鱼你没吃？哎，要是你能像老三那样争点气，我也不至于受这窝囊气。宋夏江懒得听他废话，径直走出了门。哎，你干啥去？吃饭去。你要是不想吃啊，就坐在这窗户边继续闻吧啊，看看能不能闻饱了。哇，嫂子，这鸡好辣好过瘾啊，你哪里买的猪鱼啊？就上次咱们去庄绕的对面铺子啊，不过不是猪鱼，当时掌柜说他们有从外地来的辣料，我就买了些。下一秒突然见他猛咳起来，脸上也顿时红了起来。宋冬梅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三哥，原来你这么能吃辣呀。那喝点水。我不知道你不能吃辣，要不你尝尝这个蕨菜吧。无妨。说完，目光恰好落在正在吃饭的宋冬梅和江清月身上。冬梅，你慢点吃，小心呛着。没事，我不会呛着的。宋燕点。宋冬梅虽然人吃得多，但是干活也积极，饭还没吃完就问江清月下午要干什么。要不下午再上山一趟，弄点野苋菜回来，晚上配上肉渣一起包包子，另外再炖个大骨头汤。三嫂，你就别上山了，正好大嫂一会儿要去，我跟着她一块儿去，快去快回。你还有点别的吗？方便的话砍几根竹子回来。竹笋？现在的竹笋都老了，不能吃了。你个馋猫，我是要竹子做模具用的。刚才听错了，没问题。家里还缺个浴桶，你看看你抄书之余能不能做一个出来。哎，三嫂，你这可问错人了。我三哥的手除了写字其他能干什么呀？这木工的话还是要找大哥，一会儿回去我就跟大哥说一下哈。也好，那你先帮我问问，你就说工费按照外面的来。也好，他现在的确也不应该会，还是继续抄他的书吧。娘，大哥干活真是一把好手，这才一会儿的功夫，芋头马上就快做好了。你大哥从小就爱干这些木工活儿，家里的东西啊都是他亲手做的。宋春山被俩人夸得不好意思。三弟妹，这还有剩下的木料，要不给你们做2个小板凳吧？太好了，那多谢大哥。宋燕虽然人在房内抄书，但耳边却一直充斥着江清月几人的说笑声。这女人平时和自己谈话的时候，
总是一副神情严肃的样子，难道自己很吓人吗？于是便试探地走了出来，哪知道他一到院子里，江清月果然止住了话头，就连脸上的笑也消失了。恰逢大嫂张素娘和宋冬梅上山挖野菜回来，砍了这么多竹子啊！那是啊，既然砍了，那就多砍几根。对了，大哥，正好你在，等一下直接帮桑嫂用这个竹子做个模具吧。可以。大哥已经累了一下午了，这点小活我们自己弄就成了。大哥忙了一下午不说，这木头也是你们的。哎呀，这木头又不值钱，都是山上砍的。等老三身体好些啊，跟着大哥一块上个山砍些便是。江清月见两人执意不收，只好求助地看了一眼宋燕。也好，我现在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以后可以和大哥一块上山。等人走后，宋冬梅便邀功似的把自己在山上挖的一堆野菜给倒了出来。三嫂，你看，我不光挖了野苋菜，还弄了不少野薄荷过来呢。上次你不是说这薄荷也可以加到香姨子里面吗？你挖错了，这个是仙草，不是野薄荷。啊？猜错了？怪不得我刚才闻着味道有点奇怪了。完了，白忙活半天了。那倒不至于，这个草我也有别的用处，你先去洗一下，在院子里摊开晾晾。嘿，好，我现在就去溪边洗去。等宋冬梅洗好仙草回来，江清月的包子已经开始上锅蒸了。包子蒸好了吗？好香啊。冬梅啊，这几个包子你先拿到隔壁去，一人一个尝尝鲜。二嫂也要给吗？给，不光要给，你还要让她第一个挑。于是便按照江清月嘱咐的送了过去。早去早回，我们等你吃饭。三嫂，你没看刚才二嫂的脸色，比她挑到那个纯野菜的包子还要绿呢。你怎么就料到她会选那个呢？那个包子大了一圈，其他人或许注意不到，但她肯定能注意到。还是三嫂你厉害，不愧是之前能抢过二嫂的人。江清月，还能不能好好吃饭了？吃完饭，江清月打算趁热打铁，把香皂给做出来。冬梅，去催你三哥的模具，看看好了没？话音刚落，宋燕便提着几个竹筒走了进来。看看行不行？江清月接过来一看，竹筒被处理得很干净。谢了。嫂，这就成了？那咱们过2天是不是就能去镇上卖去了？哪有那么快？啊，等那么久才能换银子啊？那这1个月怎么办呀？你今天不是还采了仙草吗？明天睡醒了，咱们先来捯饬那个。宋冬梅将信将疑，撅着小嘴回去了。趁着宋燕刷锅洗碗的功夫，江清月偷偷溜进空间，查了查烧仙草的做法，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对未来的美好渴望，昏昏睡了过去。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响动，匆匆换好衣服走了出去，到厨房一看，里面果然多了个人。住手！哎呦，你个死丫头，这吓死你老娘！一大早的，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。哎呦，什么贼呀？我是来看看你，顺便帮你看看包子熟没熟。那下一步是不是要该帮我尝尝咸蛋了？这鸡蛋和肉渣也是你帮我拿出来的？你这孩子，家里有什么好东西也不知道孝敬你娘。我听说你们家昨儿又是炖鸡的，又是包饺子的，这是把那2吊钱全都花光了，以后不过了。家里拢共就这么点东西，孝敬完你，我和阿燕吃什么？还有，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前天早上在江家的时候，你是咋说的来着？清月，你听我说，前天的事儿啊是个误会，我当时是被你气得心寒了，只是想试探一下你，看看到底是2吊钱重要，还是你爹娘重要。
并不是不想还给你呀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其实我也是因为寒了心，所以才问你要钱。你和父亲还有奶奶都那么对我，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再相信你们了。除非你先借我2两银子花花，让我看看娘的诚意。上次那2吊钱的事儿，害我被你奶骂了大半天了，我现在哪还有钱借给你？江清月朝他发髻上瞄了一眼，直接伸手将他头上的银簪子拔了下来。我记得当时出嫁前你说这个会陪嫁给我，我说怎么找不到了，原来是被娘给拿走了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还我银簪子！江清月左右看了看前来围观的村民，指着刘秀娥质问道：二嫂，我昨天好心给你送包子，你倒好，连夜跑到江家去告状，撺掇我娘一大早过来偷东西，你这安的什么心呢？昨天晚上你是跑去江家了？我说你昨个去个茅房，怎么去了那么半天？你是存心不想好了是吧？啊，老三家不过是吃了顿肉，至于让你这么眼馋吗？王桂兰，我不过是跟你说了一嘴，谁撺掇你来偷东西了？众人一听，纷纷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争吵间，早上出门的宋燕也已经回来了。阿燕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刚才家里差点遭贼了。哎，我就是过来看看，我拿啥了？反倒是你个死丫头，刚才薅了老娘子簪子。岳母大人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休要再纠缠。不行的话，我只能把村长请来评评理了。阿燕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就让他搜吧，也正好还我一个清白。哼，不是，你刚刚明明……够了娘，我知道你偷东西被抓现行，面子上过不去，想要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你搜也搜了，找也找了，要是觉得还不过瘾，那咱们就去找村长评评理吧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说完，便见鬼似的拔腿就往家里跑。宋夏江瞪了一眼刘秀娥，回家再跟你算账。这簪子本来就说好了要给我做嫁妆的，结果还没焐热就被他给拿走了，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。宋燕知道这件事儿，但还是不免被他刚才的行为给惊到了。刚才他那副委屈巴巴又坦荡的样子，竟然把他都给骗了。三嫂，这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仙草？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看着锅，这个还要再熬一会儿。宋冬梅看见江清月忙了半天，就做了一盆黑乎乎的粘稠液体，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。这看起来比娘的汤药还要黑，能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，等晚上就知道了。不过要是有蜂蜜就好了。拉倒吧，我还想吃蜂蜜呢。那蜂蜜不是在老高的树上，就是长在悬崖峭壁上，这都算是其次的。要是被那毒蜂咬一口，能让你痛到痛不欲生。江清月想想也是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再去一趟山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带甜味的野果子。这倒是可以。宋冬梅二话不说，背着篓子带他上了山。三嫂，接着了，你看这果子能行吗？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现在是最甜的时候。江清月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桑树，惊叹之余，忙摘了一颗下来，直接丢进嘴里，比想象中要甜一些。冬梅，你摘黑的，我摘白的，咱们分开放，篮子底下别忘了放点桑叶。江清月看差不多了，就连忙喊停。回去的路上，宋冬梅激动地拉着江清月喊道：哎，三嫂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江清月有些头皮发麻，但是看着这么大的蜂巢，还是有点眼馋。三嫂，要不要弄它？先回去再说吧。哪曾想，刚到大门10几尺开外，便远远看到一位身穿红色衫裙的姑娘正在敲他们家的门。阿燕哥，开门，让我进去等吧，这外面太热了。三嫂，这江翠翠肯定又是来找你的吧？思索间，江清月已经走到人身后，
你来这儿干嘛？清月姐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的？既然是来找我的，那你方才一直喊燕哥干什么？他没告诉你我不在？他说了，但是这外面太热了，所以我才想让他开门，我进去的。呸！不要脸！姐姐不在家，你还缠着姐夫要进去坐？清月姐，我好不容易从家里跑出来，想给你送点好东西的，我怕在外面太久被别人发现，没想到你却这么想我。给我吧。什么？江翠翠回了回神，连忙把藏在衣袖里的一罐子吃食掏了出来。清月姐，上次你回去的时候，我看你都瘦了，所以特地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拌饭酱给你带来。江清月接过来看了一眼，立马回想起来，这个拌饭酱的确是原主在江家的时候最喜欢吃的，每次也都是这个堂妹亲自做的。但奇怪的是，这玩意儿除了原主，江家其他人都不吃。东西给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清月姐，你和阿燕哥真的圆房了吗？当然，以后不许叫哥，要叫姐夫，乖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当初……不等人说完，江清月直接啪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。再敢乱敲门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一扭头，发现宋燕还正襟危坐的提笔抄着书，仿佛外面乱成什么样也影响不到他。三嫂，烧仙草。江清月给他一个收到的眼神，给尝尝。宋冬梅一脑门的汗，又渴又热，但是看见眼前这黑乎乎没吃过的东西，也不敢冒险。三嫂，你再弄2碗，端进去和三哥一起吃呗。放心吧，毒不死你。说归说，还是飞快地弄了2碗出来。三哥，快点，嫂子做的烧仙草好了，咱们一起尝尝。江清月不需要做心理建设，直接挖了一大勺入口。宋冬梅见他吃得这么快，也连忙舀了一勺尝起来。娘啊，真好吃啊！三嫂，这烧仙草怎么吃起来冰冰凉凉的？刚才倒了点薄荷汁进去。怪不得。三哥，你也快尝尝。宋燕轻嗯了一声，刚低头要去吃，江清月不咸不淡的声音响起来：刚才我堂妹在外面敲了半天门，你怎么一直没回应？是吗？我没听见。切，装，接着装。宋燕无奈地抿了抿唇，幸好刚才没去开门，不然更说不清楚了。三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闻起来那么香啊？而且香的有点怪怪的。别动，这东西是江翠翠送来的，你小心点。她是你堂妹，难不成还会下毒害你啊？难说。哦，我懂了。她以前喜欢三哥，现在你嫁给了三哥，所以她……话说到一半，宋冬梅就说不下去了，干笑着朝江清月解释：三嫂，你别多想，我三哥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不是从小就帮你爷爷打下手撕弄草药吗？怎么连麻曲散也不识得？麻曲散？这个我的确不知，不会是什么毒药吧？那倒不至于，这东西是水麻子再配上其他中药一起研磨，这个粉一般是用来给猪长膘的。什么？江清月一个没忍住，直接拍桌子站了起来。这东西原主已经吃了好多年了，竟然是喂猪的。三嫂，你别难过，谁能想到那个江翠翠这么坏啊？幸好现在你嫁出来了，也发现了，以后咱们不吃这玩意了啊。三哥，我觉得三嫂最近好像瘦了不少呢哈。在宋冬梅的催促下，宋燕憋了半天，憋出一个恩字，还没继续说下去，就被江清月给打断了。成了，你们不用安慰我了。走，咱们现在就上门找他们理论去。
我非扒了那死丫头的皮不可。哦，三哥，你好好安慰一下三嫂啊，我好像听娘在好好回去了，我明早再来。说完就匆匆跑走了。虽然被这猪饲料弄得有些没胃口，但晚饭还是要吃。等饭菜上桌，宋燕看了看自己面前的这份，又看了看他的那份，以为他是受了猪的刺激，连猪肉都不肯吃了。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以后我不在家，不许给他开门，更不许他碰我东西。宋燕，明天去镇上买吃食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江清月也很快调整好状态，认真地把明天要用的东西给想了一遍。家里碗不够，我看院子里还剩了几根毛竹，你会不会做竹筒碗呢？要是不会的话，我去喊大哥过来帮忙。宋燕没犹豫地点了点头。会。不用做得多么精细，主要是把碗口给弄平整一些，拿起来不扎手，吃起来不扎嘴就成。江清月盯着他做了一个竹筒，确认过关后，便准备去做自己的防风护具去了。蜂蜜能不能吃到，总要试了再说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做采蜜护具。你这样做太冒险了，万一……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个人去，不会让冬梅出事的。而且我就是想试试，不行就回来了。等江清月弄好全部要用的护具，宋燕那边也做了10来个竹筒了，10个就够了。等明天先去卖过以后再说，如果效果好，和后面的一起付工钱给你。随你，睡了。宋燕是去睡了，但江清月还有些睡不着，干脆蒙上毯子，偷偷溜去了空间。在里面，江清月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给全身抹了一层身体乳，又厚厚的敷了一层去痘印儿的面膜。大概是昨晚在空间里折腾得太晚，江清月难得一次起晚了。原来你是去采蜜去了，我还以为……你别想太多，我是怕你带着冬梅一起闯下大祸。这不是我昨天在树上看到的那种，你是跑到哪里去弄到的？哼，这你就别管了。哦，我就随口问问，你赶紧洗手吃饭吧。哇，三嫂，这蜂蜜你从哪买的？你三哥去弄的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好的杨蜜，我三哥他能爬上去都够呛的，还能弄这蜂蜜回来？江清月微微愣了下，看样子宋冬梅并不了解宋燕的真正实力。三哥，你被蜜蜂给蛰了。冬梅，你去大嫂那儿问问有没有竹镊子，越小越好。江清月小心翼翼地找来竹镊子，替他拔了刺，又用肥皂水帮他冲洗了下伤口。等忙好这一切，才发现宋燕整个脖子都红了。江清月神情古怪地上下打量他一番，确定没有别的伤口，这才放心带着宋冬梅出了门。刚走到半路，就看到吴氏急匆匆地从后面跑过来。给，刚才你大嫂啊，听说你们还缺勺子，就先把你大哥做的这些木勺都找出来给我了。娘，大哥做的这勺子也是准备卖的吧？多少钱算我买了。你大嫂说了，先紧着你们用，不收钱。再说你们这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呢，你们先拿起用再说吧。好，那就等我们回来再说。娘，你先替我谢谢大哥大嫂。梅丫头、月丫头，你们俩带这么多东西是要去镇上卖的？做了点小吃，准备去镇上试试看。牛大叔，要是能成的话，说不定我们俩以后要经常麻烦你捎我们去镇上了。嗨，那感情好啊！你们要是去的话，下次我直接到门口去接你们，也省得呀走那么远。说话间，牛车已经开动了。村里人见江清月的篓子里只是一些野果和一盆黑乎乎的东西，便也都笑笑没说话。就在这儿吧，这里人多，而且一会儿桥对面的书院也该放学了。宋冬梅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连忙找了个树荫下凉快的地方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
三嫂，我快热死了。天气热，咱们这仙草冻才更好卖。冬梅，你先喊两嗓子，一会儿来人了，给你也做一碗。三嫂，咋喊呢？我也没做过生意啊。江清月想了一会儿，带头吆喝起来：仙草冻，好吃的仙草冻，清凉解暑，提神又去火。喊罢觉得有些不顺口，思索片刻又改口道：夏天吃仙草，清凉火气少，仙草加了蜜，烦恼全抛弃。可以啊，三嫂，你都会作诗了。什么诗啊，顶多算是顺口溜。你嗓门大，快来喊喊试试。宋冬梅像是受到了鼓舞，也不再像刚才那般扭捏，站起来便开始吆喝。吆喝声很快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你们这卖的是什么吃食啊？怎么黑漆麻糊的？我们这卖的是仙草冻，是一味清凉解暑的上好草药做出来的，而且还加了我们深山里的芽蜜，保证好吃又解暑。这仙草冻怎么卖啊？5个铜板一碗。什么？5个铜板这么贵啊？就是，这凉茶也才卖1文钱一碗呢。没办法，我们这个仙草是长在深山里的，采集和制作都很麻烦。这果子就不说了，这芽蜜可是难得的好东西。这样，我先请大家免费尝尝，好吃再买如何？说着便用勺子盛了一些，放在桑叶上递给大家。不错，凉丝丝的，怪好吃的。老板，先给我来一碗。我也要一碗，多给加点蜂蜜呗。江清月和宋冬梅相视一眼，高兴的连忙分工起来。我们这竹筒碗都是手工做的，可费劲儿了，带走的话要加2文钱一个，您看成吗？2文就2文。今天只是试卖，江清月带的烧仙草一共就只够30碗的。对不住了各位，明天上午我们会早点的，想吃的可以再来买。三嫂，咱们赶快回去做吧，明天早点过来。回去的路上，宋冬梅兴奋地拉着江清月算账。三嫂，你看，咱们这1文钱没花，等于是净赚了160文呢。哇，这买卖可以啊，稳赚啊。这看着是不花钱，但是这蜂蜜是你三哥冒着极大危险采来的，而且咱们的人工要钱，就连烧火的柴也是钱。哎呀，反正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人工不要钱啊，东西都是白捡的，不还是白赚吗？到了家，吴氏听见动静，立马赶了过来。娘，你都没去看到，那真是可惜了。我们2篮仙草冻一下就卖完了，大家都夸我们仙草好吃呢。嘿，没吃到的都气死了。真的？没错，娘，我们俩着急回来，就是想着赶紧多做点，明天早点去。哎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小月呀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们做的呀？娘，早上大哥给的勺子，我按照2文钱一个买了，剩下的20文，麻烦你帮我问问大哥，能不能帮忙再赶10个出来，我们着急用。哎，你大哥平时就喜欢做这些小玩意儿，你给他，他也不会收的。娘，你一定要他收下，大哥的勺子做的细致，肯定费了不少功夫，你让他别嫌少就行了。吴氏眼眶一热，望着手里的铜板顿了顿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和你大哥说去。我们带去的竹筒碗卖掉5个，2文钱一个卖的，这里一共是40文，另外麻烦你再帮忙做10个成吗？不用，留下做家用吧。那成，你挣的钱我都会给你记好的。眼下咱们要先添置碗勺，剩的不多，你先拿着吧。三嫂，这钱我不要，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以后我给你帮忙，你只要管我2顿饭就成了。你只要管饭？只要你不嫌我能吃就好。那好，这钱我先收着，以后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再跟我说。大嫂，你啥时候上山采蘑菇了？不是采的，上次你等在药铺的时候，我去对面买的。
花那冤枉钱干啥呀？等下次下雨，我带你上山去捡。知道了。正准备安心吃饭，恢复体力的宋冬梅又开始话多起来。三嫂，这鸡肉怎么没有上次的辣了？还是上次的好吃。你三哥不是不能吃辣吗？主要他现在伤疤还没掉，吃辣的刺激。你要是想吃辣，下次咱们分开炒。宋冬梅咦了一声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看二人。不妨事，按照你们喜好做便是。上次只是一开始有些吃不惯，到了后面渐渐习惯也就好了。再说他又不会做，不做饭不挑咸淡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。你和娘说这蜂蜜是给他润肺止咳的，你让他记得冲水喝，平时熬点萝卜或者生姜一起，效果更好。三嫂，可咱们一共就那么多蜂蜜，过2天卖完了可咋整啊？明天早上我再去一趟山上便是了。剩下的蜂蜜应该还够2天用的，你先拿回去，和大家说清楚是给娘治病用的。山上的蜂蜜要是难采就算了，我已经想到其他办法了。今天他在西市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饴糖，就想到了可以熬麦芽糖来代替蜂蜜。三哥，三嫂她对你可真好，肯定是怕你受伤。江清月和宋燕相视一眼，都默契的没有接话。第2天临出发前，宋燕直接给了江清月20个碗。不是有人还要带走吗？我怕不够，就多做了些。嚯，你这手艺可以呀，都快赶上大哥了。宋燕微微勾了勾唇，转身回房去了。这一趟江清月二人卖了足足有100碗，除却昨天没吃到的，另外还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，一口气挣了500多文。江清月和宋冬梅都是喜上眉梢。清月，你们俩这是挣到钱了？只是挣个够吃饭的辛苦钱，这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见到江清月和宋冬梅回来，吴氏这才站起来打招呼。哟，小月回来了，热坏了吧？娘，你们这是在补屋顶？是啊，我们看老三一个人在家补房顶，所以就过来帮忙了。二嫂呢？你们都过来干活，她没意见啊？你二嫂今天回娘家去了，说是给侄子过生辰。怪不得。娘，你喊大哥他们下来歇歇，喝点水吧。弟妹，不用了，我们这马上就好了。江清月笑着点了点头，正好我买了菜，晚上都在这儿吃饭，都不许走啊。娘，晚上都留下来吃顿饭吧。那行，我们晚上都来这儿。那我们能帮着干点啥吗？哎呀，这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再让你大哥给做点勺子碗啥的。江清月见他们已经忙了这么久了，哪里好意思再让他们继续干活？谁知道宋冬梅嘴快，勺子碗暂时是够了，但是我们也正犯愁呢。今年3剩用完了，仙草剩的也不多了，竹子也没了，这些都是要上山去弄的，一堆的活计。几人听了，纷纷要求一起上山帮忙。那我们一块去摘吧。上山再过2天都要落完了，我们不知道你要用，知道的话就帮你全摘下来了。三嫂，那我们都去了，就是那桑葚全摘下来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放。能，先弄回来，我再想办法。好嘞，反正天黑之前我们能弄多少就弄多少。娘，你留下来帮忙，我跟着一块去就行了。还是你留下来帮忙，我跟他们一块去。那边地方又不高，我上得去。说着，不等宋燕开口，就已经率先走了出去。我帮你烧火吧。江清月抽了抽唇角，应了一声，便忙转身走进厨房。弄了这么多回来呀？嘿嘿，三嫂，那边的桑葚都被我们给摘完了，能找到的仙草也都被我们给薅光了。江清月激动地招呼大家洗手吃饭，等大家洗完手一上桌，看到眼前的菜都不由得惊呆了。怎么这么多菜，还都是肉？是啊，清月，你怎么做那么多呀？
今天大家辛苦了，帮了我和阿燕这么多，请大家吃顿好的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哥大嫂，二哥，青玉说的没错，你们也别拘束了。宋冬梅见大家伙端着饭发愣，赶忙拿起筷子帮忙夹菜。你们赶快尝尝我三嫂的手艺，保证你们喜欢。几人忙应了一声，夹起碗里的菜吃了起来。我终于明白小妹为啥不愿意回去吃饭了。这三弟妹的手艺啊，确实不错。是啊，这肉菜做的好吃也就算了，这豆腐怎么也能做出肉味儿？还有这鸡蛋也比家里的好吃。一看你就外行了吧？这豆腐啊，是三嫂用猪油事先煎过的，肯定有肉味啊。咱们家韭菜炒鸡蛋就放一个鸡蛋，三嫂这是鸡蛋里面撒韭菜末，能不好吃吗？我看呐，你是光学会吃了，怎么没见你也跟着学学厨艺呀？宋冬梅吐了吐舌头，也不敢再多卖弄，赶紧低头扒起饭来。一顿饭吃完，众人皆是一副满足的样子。本想留下来帮忙继续干活的，却都被江清月给赶了回去。没什么要干的，大家快回去休息吧。吴氏见状，便带着大家一块儿回去。等到了隔壁，这才朝众人开口：今天吃饭的事儿不能告诉老二家的，尤其是你夏江，不想你媳妇儿找事儿的话，就把嘴闭严实点。知道了，娘，我又不是缺心眼儿。第二天又是去镇上卖仙草冻的一天，正好你今天也没什么事儿，跟着他们还能帮个忙。江清月连忙摆手，还是算了吧。一想到等一下要在宋燕面前卖弄她的顺口溜，江清月就尴尬的抠脚趾。哪知道宋燕直接将地上的竹篓背了起来。走吧，正好我也要去一趟书局。说完，率先背着篓子往村口走去。今天也是稀奇了，往常这么早去镇上的人并不多，但是这会儿牛车都快坐不下了。去镇上的路多颠簸，江清月使了9牛2虎之力，好让自己不靠在宋燕身上。这样一来，坐在江清月另一旁的大娘可就遭殃了。人到半路，大娘实在忍无可忍了：清月，你往那边去，压得我这老婆子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。江清月尴尬的想要表演一个原地消失。清月这是第一次带相公去镇上，是不是不好意思了？刚成亲的都这样，没事儿，婶子们都是过来人，你们不用不好意思。就是啊，三哥，你拉着点嫂子，一会儿路更颠。江清月瞪他一眼，无奈的往宋燕那边挪了挪，尽量侧着身子不去看他。你是要去书局的吧？你赶紧去吧，我们俩在这儿就够了。宋燕也没说什么，嗯了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等他走后，江清月1秒进入状态，拉着宋冬梅利落地把摊子摆了起来，吆喝声同时响起。哪知道才过了半个时辰，人就回来了。彼时他正卖力地一边吆喝，一边给食客装仙草冻。看到乍然出现的宋燕，人都麻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要不要帮忙？那你帮忙收钱，顺便维持下排队秩序。宋燕加入后，仙草冻的摊子前排队的人明显更多了。我们这仙草冻吃起来凉丝丝、甜滋滋的，而且还可以解暑降火、美容养颜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家这些竹碗都是这位郎君手工打造的，只要2文钱，竹碗就能带回家。宋冬梅不满地看着那些年轻姑娘对她三哥献殷勤，气得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。好吃下次再来，我们最近一直在这个位置摆摊儿。啊，是，郎君是我们家的，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，就看缘分了。三嫂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江清月扭头示意他闭嘴。一会儿去买肉，你吃不吃？哼，吃。行吧，反正只是看看，又不会掉块肉。宋大哥，我听说你今天去书局了。宋燕正收着钱，突然见陈思儿冲到自己面前，忙退后了几步。
你是来买仙草冻的吗？不买的话，麻烦让让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哪知道人家压根儿就没难受，直接说了声买，然后就把钱递到宋燕面前。麻烦先去后面排队。好不容易等这姑娘排到跟前，宋燕又和宋冬梅换了洗碗的活，让她来收钱。陈思儿在宋燕那儿受了冷落，直接把气撒到江清月的身上。又是你，你凭什么指使宋大哥去洗碗？还有啊，他额头上的伤疤是不是你弄的？你买不买？不买一边去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哎，你这人好奇怪啊，上次看你我就不爽了，今天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吧？两人斗嘴的功夫，宋燕直接起身走向江清月。你看看你，这么多汗也不知道擦一下。我操，他在干嘛？你上次说我们对外要维持正常的夫妻关系，是不是意味着你有义务帮我解决下眼下的事？可你现在这个情况有些棘手啊，要我帮忙也可以，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条件等我想好再说。说完便提高声音嗔怪道：你看看你，洗个碗弄得一身都是水，你别光顾着给我擦了，我不热，来，我帮你擦。陈思儿看到这一幕，也顾不上和宋冬梅分辨，直接气得哭着跑了。行了，答应我的条件别忘了，等我想好了告诉你。闹剧结束，仙草洞也所剩无几，咱们去吃碗馄饨再回去吧。宋冬梅自是欢喜不已，忙收拾着篓子过去。宋燕摸了摸怀里的钱袋子，直接递给江清月。这是今天超出的钱，你收着。江清月也没跟他客气，直接装起来就走。一到家门口，二嫂刘秀娥的嚎啕声又从隔壁院子传了过来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你给他帮忙行，问他要个方子怎么就不行了？需要的时候是亲兄弟，挣钱的时候怎么想不到你？刘秀娥，你他娘的再说一遍试试，别逼我动手啊！你要是不乐意，给我滚回你的娘家去！三弟妹，这房子的事儿啊，你可别误会，我们都没有那个想法，我相信老二也没有，而且这事儿也不是我们几个说出去的，这娘特地叮嘱过我们不要告诉二弟妹，而且我们那天下山后都天黑了，这路上也没碰上个人。那刘秀娥是今天才回来的，有人来家找过她？张素娘想了想，突然记了起来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你那个堂妹江翠翠过来找过她，两人一块儿出去了一会儿，好像就是从回来开始就和老二不对付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嫂你先回去吧，劝娘别动气。张素娘哎了一声，答应着便回到了隔壁。隔壁有二哥在，你就别去了，有和他磨嘴皮子的功夫，咱们不如想想该怎么治挑事儿的江翠翠。三嫂，那我们现在去找江翠翠？上次不是你说没有证据治不了她的吗？最近你有见过她吗？自从上次从这儿离开，好像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我不曾见，也未曾来过。三嫂，我见过呀，你不知道，自从上次从这回去之后，也不知道她是着急上火还是怎的，听说脸上长了一脸的脓包，还上山找什么草药说要复脸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昨天我们上山碰到的。江清月两手一摊，破案了。看样子昨天晚上他一路跟着你们，看到你们把东西搬进了院子。怪不得这女人脸都烂成那样了，还有心思想着祸害别人。江清月垂眸思索片刻，心中浮上一计，一会儿你先回去劝架，好好劝劝二嫂，顺便。宋冬梅先是一头雾水，后来越听越高兴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三嫂，我知道了，你就等着瞧好吧。宋冬梅跑到隔壁后，破天荒拉着二嫂刘秀娥苦口婆心地安慰起来。刘秀娥正是一肚子委屈没地方发泄，碰到宋冬梅愿意听，也顾不上平时俩人关系如何，便一股脑地开始给她倒苦水。刘秀娥吐完苦水，
又开始想从宋冬梅身上套话。哎，你说那江清月以前在家里就是个草包，怎么嫁了人就什么都会干了？她卖的那仙草冻到底是啥做的呀？哼，二嫂，你就别惦记了，那玩意儿太复杂了，我天天在旁边看也没学会，就你这，还是算了吧。而且我三嫂她从来都不是草包，之前只是不愿意出头罢了。难道你没发现吗？她脸上的脓包都被她给治好了。一听脓包，刘秀娥果然立马来了兴趣。哎，那你知道她脸上的脓包是怎么治好的？说完，见宋冬梅不太愿意说，便拉着她激将道：小妹，你才吃了她几顿饭啊，就被收买了？你这些天呀，天天帮她干活，她有给你工钱吗？唉，工钱一文没有。不过就她那生意，挣得够我们3个人吃饭都够呛。小妹，你说那什么仙草能卖钱，她不愿意告诉我们就算了，这治脸的偏方又不耽误她挣钱，告诉我能少块肉吗？二嫂说的也有道理。那这样，我等一下就去找三嫂问问。不过你可要答应我，别再吵吵了。还有，这偏方拿回来，你可不许去卖钱或者给别人用啊。哎呦，我娘家妹子呀，这2天脸上长了脓包，我是给她求的，绝对不可能拿出来卖钱或者告诉旁人。只要你能帮二嫂要来，保证重谢。好吧，那我去试试看，你别忘记答应我的就成。说完就去了隔壁。如何？哼，鱼咬钩了。你掉茅坑里了。江清月，你装什么装？这还不是你害的？你害我涂了2天的猪粪和牛粪，现在这味道怎么洗也洗不掉，你这个毒妇！话音落，已经有不少看热闹的人围在了院外。你说什么？我害的你？我这几天可从未见过你，如何害你？你告诉你二嫂的，别给我装蒜了。二嫂，我何时何地和你说过什么方子的事儿？不是你亲口告诉我的，但是你亲口告诉了冬梅，然后冬梅才告诉我的。好啊，二嫂，当初你骗我说是你娘家妹妹脸上长了脓包，好说歹说让我过来找三嫂求方子的。你当时明明和我保证绝对不会告诉别人，现在你不但说了还害了人，这不是你活该吗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说完，宋冬梅还不忘朝着江翠翠啐了一口，奚落道：呸，你这身上的味道恶心死了，一看就不可能是用了我三嫂的方子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故意恶心人的，还好意思来找我们算账。说着便捂住嘴往后退了几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说绝对没问题吗？哎呦，我绝对没听错，真的是冬梅亲口告诉我的，我和你无冤无仇的，怎么可能害你呢？行了，你先说说看，你到底用的什么方子？猪粪，还有牛粪。江翠翠气得眼眶都红了。够了，不是你告诉他你这脸就是这么治好的吗？我可没说过这2样，我说的是珍珠粉，不是珍珠粪。江翠翠顿时愣在原地。那牛粪呢？什么牛粪？那是硫粉，就是用硫磺碾磨出来的粉末。这东西的确可以祛痘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找个大夫问问。江翠翠两眼一黑，连忙拽住刘秀娥：是你听错了。我也记不清了。江翠翠猛地想起什么，珍珠和硫磺都是稀罕物，我不相信你有银子买它。我是买不起啊，但你托那么多人来问我，7转8转的也没说清楚是要我治痘的方子啊。我还以为冬梅随口问我什么东西可以祛痘。再说了，我的确也没说错呀，
江翠翠简直要呕血了，气得想要立刻离开，但是看着江清月光滑的脸蛋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那你的脸是怎么好的？我的脸是用香皂洗好的。香皂？只听过枣豆，香皂是什么？江清月大大方方的回屋，从空间把她洗手剩下的半块肥皂拿了出来。这香皂是在江都府买的，花了2两银子呢。阿燕为了给我买这个治脸，没日没夜的抄书，人都消瘦了不少。看着江清月手心里洁白如玉的香皂，江翠翠莫名态度就软了下来。清月姐，刚才是我误会了你，肯定是传来传去，传差了。这香皂，你能不能让给我？行吧，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？除了相公不能让，一块香皂还是可以的。既然你想要，那就2两银子给你，我也不问你多要了。什么？你都用过了，还要卖我2两？妹妹，这托人来回去买，路费不要吗？人情不要吗？时间不要吗？况且我也只用了几次而已，你要是嫌贵，那就算了，正好我也有点舍不得。2两就2两，只不过你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，都要试试才知道吧。冬梅，麻烦帮我打盆水。宋冬梅虽然不知道三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不过还是麻溜的帮忙打了水。我们这盆是干净的，我来倒，你来接着洗吧，别弄脏了我们的盆。江翠翠呕得要死，不过还是更想赶紧看看江清月手里的香皂到底有没有效果，赶忙接了水去洗脸。洗完之后，脸上立马清爽了不少，而且还带着淡淡的香味儿。江翠翠心动了，二话不说就准备回去讨钱。对了，妹妹，上次你送我的那个酱我吃完了，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再带一罐给我，就当是转让费了。江翠翠一心只想赶紧把香皂拿下，便没有多想，答应着跑出了门。三嫂，你怎么能把那么好的东西给他呢？就应该让他脸一直烂下去啊！好了，别气了，刚才你没看出来吗？他那脸上的脓包其实并不严重，要是不折腾的话，过2天自己都能好了，还不如让我赚一笔呢。再说，一会儿给不给还不一定呢，先把钱拿到手再说。宋冬梅也很快反应过来，三嫂，你让他送酱过来，是不是？没等说完，江清月便给他使了个眼色。宋冬梅心下了然，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看到江翠翠的身影后，故意弄出很大动静，把刚才前来看热闹的人重新又给吸引了过来。看样子这江家人还是有钱呐。没错，肯定是之前从外面带回来的银子还没花完嘞。有银子给江翠翠买洗脸皂，那之前还为了2吊钱和清月闹成那样，也是奇怪了。这家人对江翠翠和江清月一个天一个地的，这事儿又不是1天2天了。瞎说什么？我们家对我堂姐哪里差了？这不，我还带了清月姐最喜欢吃的酱过来。翠翠说的没错，以前在家的时候呀，她就经常弄这个酱给我吃，现在嫁了人还隔3差5的给我送呢，怎么可能对我不好？众人听后讪讪地笑了笑，也都很好奇江翠翠带给江清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东西，便都纷纷传着看了起来。这是什么酱啊？我闻着怎么像是麻曲散呢？此话一出，众人也都纷纷想了起来。没错，我说这味儿怎么那么熟悉呢？我们家猪也吃过这个呀，拌一点到猪食里，吃的可香了，还哐哐整标。江翠翠，你给我吃了这么多年的东西，竟然是给猪吃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不，是我拿错了，我太着急了。哼，拿错了？这么多年你给我吃的一直都是这个味道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，怎么可能会错？说完，江清月转身去了厨房，将上次的罐子拿了出来。这里还剩一点，是你上次带过来的，
你让大家伙看看是不是一样的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是给猪吃的，我也是好意，闻着挺香的，所以才……你这种心思肮脏的女人，不配用我的香皂。众人也都被吓了一跳，等回过神后，纷纷开始替江清月打抱不平。哎，我记得清月小时候可瘦了，就是从几年前开始胖的，原来是吃了这个。这个江翠翠真是坏的汤水了，怎么能想出这么阴损的招数来呢？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姐妹一场，你就原谅我的无心之过吧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好一个姐妹情深，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真心待我，到了今日我才知道你原是蛇蝎心肠，不报官不能凭我这么多年的委屈。江翠翠一听要报官，吓得魂儿都散了，夺过来直接往嘴里塞了起来。你看，我也吃的，这个人真的能吃。众人看他大口吃着那酱料，恶心的快要吐出来了。刚才宋燕趁着几人闹翻之时，便早早出门去找村长打了小报告，此刻已经带着村长来了。一起来的还有听到动静赶过来的江家人。这东西我们真的都不知道，肯定是翠翠自己弄的，两姐妹小打小闹很正常。是啊，他们俩闹着玩呢。闹着玩？你问问大家伙，谁家姐妹像样闹着玩？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年。村长，这分明是处心积虑的谋害。被扣上谋害的帽子，江家二房一下子就慌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清月是你们的孩子，你们的话他肯定听。清月啊，这事的确是你妹做的不对。这样，让她当着众人给你赔礼道歉还不成吗？哼，一句赔礼道歉，我这么多年身体受到的伤害就能弥补得回来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要么报官，该怎么罚就怎么罚，要么就让江翠翠把她的嫁妆全赔给我。当初你们说我长得丑，也嫁不到什么好人家，所以才没给我攒嫁妆。既然这一切都是她江翠翠造成的，那理应她来承担后果。不行，那是我爹娘给我攒了10几年的，凭什么让给你？去坐牢还是赔嫁妆，你自己选。娘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千万不能让翠翠去坐牢。要是进了官府，翠翠的清白也就毁了，这辈子就别想嫁人了。李老太又气又急，猛喘了几口气，才朝着两人挤眉弄眼。哎呀，翠翠的嫁妆不过是2床被褥，她要的话给她就是了。奶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出嫁前，江翠翠天天拉着我显摆她的嫁妆，每一样值多少钱都算得清清楚楚给我听。她那些东西加起来至少20两，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20两？你想银子想疯了？就算把你卖了，也不值20两。没关系，给不给纯属自愿，如果不给，那咱们就报官呗。这副没得商量的态度，让李老太气得直跺脚。李老太，清月丫头足足被你们下了几年的药，没有把你们直接告到官府，已经够仁慈的了。你们若是再执迷不悟，明天一早就直接收拾东西，滚出石崖村。村长话一出，众人纷纷附和。对，让他们滚出石崖村，滚出去！这一招虽然已经用了几次，但不得不说，真的很好用。不走，我们不走，我们给就是。娘，哎呦，你们俩现在就去取20两给他。娘，我们哪有20两啊？翠翠的嫁妆可都是东西呀。去，帮我取20两过来，先垫上。
等回头再把二房的东西拿出来去典当。在村长的见证下，交完钱，李老太便在大房二房的搀扶下往回走。江翠翠刚才气急了，临走却突然想起来，刚才自己还给了江清月2两，2两是你买香皂的钱。那你给我香皂？香皂？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你的东西怎么不好好收着？哼，江清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初你之所以能嫁给宋烨，无非是因为奶嫌宋家人穷，怕我想不开，所以才让大伯母哄着你使计嫁了。你真以为家里人是为了你好啊？还有，你真以为宋烨他会喜欢你吗？江清月听到这儿，脑子突然一个机灵，仿佛如梦初醒。是吗？可我现在就觉得我相公对我挺好的，人都是会变的嘛。阿姨说的很是，人的确都是会变的。江翠翠憋得脸色涨红，哇的一声大哭着夺门而出。谢了。不必谢，一报还一报，上次的事就算是扯平了。说完，不等江清月拒绝，便起身追出门，准备送村长。月啊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娘没想到这些年你在江家过得那么苦。你放心，以后老三肯定会好好对你。娘，你别难受了，我刚才那样都是故意的，不然怎么要银子呢？吴氏听后先是一怔，随即连忙擦了擦眼泪。这银子就是你的嫁妆，以后你好好收着。还有啊，月儿，娘觉得你现在真的瘦了很多了，皮肤也白了，脸上的包也消得差不多了，越来越好看了。江清月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知道这对于不善言语的吴氏来说也同样不易，便欣慰地点了点头。吴氏说完话，便带着老大老二要回去。还不走？回去再和你算账。三嫂，这香皂能不能借我使使啊？给，我这儿还有一块全新的给你，洗脸洗澡都可以。不用，我就这小的就成。慢慢用吧，过段时间咱们的香皂就做好了，以后就有使不完的香皂了。啊？咱们做的不是香姨子吗？都是一个意思。咱们这一批做的是鲜花皂，等过2天空了，咱们再做一批清凉的薄荷皂。等以后秋天无患子成熟了，咱们也能做起泡泡的香皂。总之啊，有什么咱们就做什么。宋冬梅听得心花怒放，言语已经无法表达她的欣喜，干脆直接走上前，准备将人抱起来欢呼一下，结果发现根本抱不动。姑嫂二人一个无语，一个尴尬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宋燕在饭桌上破天荒地主动开口说话。要不要我同你们一起去镇上帮忙？你没事儿？没什么事。要不你还是留下来看家吧，我和冬梅去就成。昨天江家吃了那么大的亏，我担心他们会上门找麻烦。宋燕以为他是担心被偷家，想了一瞬便点头答应。知道了，你们早去早回。三哥，我和三嫂走了，你在家好好看家啊。宋燕莫名有一种被嫌弃的感觉。一上午都很顺利，两人的烧仙草也卖去了大半。眼看到了晌午，那把人烤得快要冒油的烈日突然被乌云遮住。冬梅，咱们不卖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啊，大家都还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要不把剩下的卖完，咱们再走吧。这都快1个月没下雨了，一时半会儿应该下不下来的。成，那咱们加快点动作。等两人卖完桶里的烧仙草，街上顿时刮起了一阵大风。两人一看快要落雨，也顾不上买东西，背起篓子就往东市跑。哪知赶到东市还是晚了一步，牛车已经提前走了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
咱们难不成要走回去啊？话音刚落，豆大的雨点便往两人身上砸。江清月连忙拉着宋冬梅找了一处屋檐下避雨。还好咱俩没赶上牛车，不然这会儿肯定要淋成落汤鸡了。也是，那路上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。可眼下咱们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呀。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那可是多味楼，镇上最大的酒楼，你确定要去那吃啊？走，去看看。二人沿着屋檐一路避着雨走到多味楼门前。三嫂，咱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没事儿，咱们也难得赚了点钱，不能光挣不花，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下。走，三嫂请你。三嫂，你还别说，这多味楼的菜就是不一样啊，也太好看了。哎，你看这鱼怎么长得像只松鼠啊？眼力不错，这鱼就叫松鼠桂鱼，是多味楼的招牌菜，你快尝尝。宋冬梅咧开嘴角，连忙激动地夹了一块鱼肉送进口中。三嫂，这鱼肉做的还没有你做的好吃呢，除了甜味儿，啥也吃不出来啊。这松鼠桂鱼可是我们店的金字招牌，岂能容你们这么糟蹋？你们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找茬的？嘿，我说的又没错，这鱼肉做的难吃还不能说了。我们是来吃饭的，又不是来受气的。我小妹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确是来吃饭的，碰上喜欢的夸一句，碰上不好吃的发句牢骚都不行吗？毕竟是花了真金白银来吃饭的，故意找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那小二被江清月呛得一愣，还没想好怎么还嘴，突然就看到两道身影走了过来。钱掌柜，少东家，不知方才二位所说这鱼有什么问题，可否赐教一二？赐教不敢当，只是一点小小的建议，你们随便听听。这鱼肉炸得有些过火，兴许是油温太高了。像这样已经切成花刀的鱼肉，一般7成油热下锅一遍就够了，太久就会把鱼肉里的鲜嫩也丢掉了。还有就是这酱汁儿，酱汁又如何？的确是有些过甜了。这鱼原本就是油炸的，不如再增加一点醋的比例，提香的同时还能平衡下口感，这样吃起来才不容易腻。这只是我按照自己口味提的一点意见，你们其实不必放在心上。毕竟多味楼能开到现在的规模，想必菜色也是受大多数人喜欢的。我是多味楼的少东家徐长青，今日多谢姑娘赐教。说着便吩咐钱掌柜把桌上的松鼠桂鱼撤下去，按照江清月刚才说的法子重新做一遍端上来。二位久等了，烦请姑娘再帮忙尝尝。好吃，好吃多了，多谢了。好吃是好吃，不过外面的雨停了，我们着急回家了。的确是该回去了，告辞。说着便匆匆付了银子，背上竹篓快步往外走去。哎，大少爷，刚才那两位姑娘不是说好吃吗？我看要不然咱们以后就按照这个比例改下去。好吃？若是真的好吃，他们还会剩下这么多着急走吗？大少爷，那你先打听打听那两人什么来历，回头约他们再来一趟，想办法看看他们的手艺。是。三嫂，刚才那小二那么可恶，你为啥还那么好心的给他提建议啊？再说他们重新做的也不好吃。你呀，只是举手之劳提个意见，卖个人情而已。万一以后咱们需要找他们合作呢，先给人家留个好印象，总归没错。好吧，那个掌柜的和那个他妈大少爷人倒是还行。哎，三嫂，你快看，是牛大叔。两人高兴得像是见着亲人了，赶忙朝着牛大叔跑了过去。等到了跟前才发现车上还有一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的亲人宋燕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刚才呀，我本来想在东市等你们的，大家催的实在是厉害，所以呀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我们刚到村口
就看见宋燕提着伞过来找你们。正好我担心啊，说你们俩别出什么事儿了，就赶紧呀一块儿过来了。谢谢。快上车，一会儿都淋湿了。江清月顾不上避讳，连忙拉着他的手上了湿滑的牛车。三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去都味楼吃饭呢，那里面可漂亮了，就是那菜的味道不咋地，还不如我三嫂做的好吃呢。那掌柜的和什么少东家一个劲的追问我三嫂意见，我们一看雨停了就跑了出来。宋燕静静听着，心底不由得哑然失笑。方才雨下的天都要黑了，他还以为两人赶不上车，肯定要发抖着躲在路边哪个草丛里担惊受怕，一路上催促着牛大叔走快点，两只眼睛也一直在寻找二人的身影。结果这俩人倒好，淡定的在多味楼里吃吃喝喝，丝毫也没有受大雨的影响。今天家里还好吧？江家有人来吗？昨天刚出过事，江家人一时半会儿不敢来。啊，那就好。三嫂，上山捡菌子去不去？去。宋冬梅一边走一边给江清月介绍各种菌子。这个季节啊，咱们主要捡葱树菌和鸡油菌，尤其是那个鸡油菌，煮起来吃可香了，有一股鸡肉的味道。要是捡得多的话，咱们还能晒干去城里卖呢。江清月想到自己在现代看的小说，里面大部分古代人都不敢吃菌子，怎么到了他这里懂得比他还多？不过想想也是，一辈辈靠山吃山的人，怎么可能不认识菌子？嘿嘿，宋家嫂子，你什么时候有俩闺女了？没错，看着就像是亲闺女一样。大嫂，刚才你可听见了？人家都说娘对江清月呀和亲女儿似的，你还说娘不偏心？小娥呀，你听差了吧？这人家说的是好的像亲闺女一样。再说了，老三年纪小，这娘多照应点也是应该的。哼，你等着看好了，一会儿看看小妹捡的蘑菇是往哪家里送。哎呀，一点蘑菇值不了几个钱。再说小妹最近没少在老三家吃饭，送点蘑菇也是应该的呀。就你会做好人，合着那蘑菇换的钱是给我一个人了呗？哼，也是。大嫂，你可是欠宋家一个孩子，那么大的一个孩子，说没就没了，老大没休了你就不错了，你自然是不敢再忤逆婆母了。张素娘一听，整个人顿时被定在了原地，眼眶也瞬间红了起来。我让你乱嚼舌头，我让你再说。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疼死我了！你还知道疼？那你刚才拿刀子在别人心上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问问别人疼不疼啊？有脸说别人，怎么不管管你自己啊？你给宋家生了几个孩子？我嫁到你们宋家1年还不到，我生什么生？江清月一开始也吓了一跳，但见宋冬梅明显占据上风，便也不去拉架。大嫂，你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，他说的话你就当放屁了，别往心里去。小月说的没错，娘一直只有心疼，从来没有埋怨过你。说话间，两人厮打的动静把前面的宋家三兄弟也惊动了。你在这里胡咧咧什么？刘秀娥，你这张嘴早晚要惹大祸，给大嫂道歉。好啊，宋下将，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，想要我道歉门儿都没有。哎，你跟着去看看，这山上路湿滑，万一摔了就麻烦了。哼，不去，摔了就摔了，你该让他长长记性了。宋冬梅也哼了一声，拉着江清月快步往一旁的草堆捡蘑菇去了。不过作为旁观者的江清月还是很好奇，趁着四下无人，便问起大嫂的事儿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张素年头2年怀了个孩子，都已经5、6个月了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唉，明明身体都好了，为啥就是怀不上呢？要是怀不上，我感觉大嫂会一直因为上个孩子难受，走不出来。你说的好只是表面的，
那里一时半会儿很难养好，慢慢来吧。宋冬梅点了点头。这2年地里收成一直不好，都是靠大哥做点木工，编点箩筐，去镇上卖，赚点零花。三嫂，要是咱们以后生意做大了，需要人，你看能不能让大哥大嫂给我们帮忙啊？他们也不是贪心的人。好。三嫂，你真是太好了。三弟妹，这条啊是特地给你抓的，好家伙，可粗了。江清月原本就因为蹲得太久头昏脑胀，这会儿看到这么粗的一条蛇，整个人眼前一黑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就是刚才蹲太久腿麻了。宋叶似笑非笑地看他一眼。二哥特地给你抓了一条蛇，我不要，可他非要送你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。我现在头晕，先不看了，让我扶着树闭目休息一会儿，你不用管我的。小月说他现在不吃这东西了，再说你三弟也怕，快收起来吧啊！老三啥时候怕蛇了？刚才抓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啊。哎，见者有份，这条啊算给他的。你要是敢带回去，晚饭就别吃了。我们不要那东西，只要一只鸡就够了。江清月一听，整个人都彻底放松下来。看什么看？刚才是不是你故意让二哥送过来的？没有，我想拦没拦住。自从我上次拿那东西吓过你之后，我接连几夜做噩梦，梦到被蛇追，所以我现在别说吃了，就连看一眼都觉得害怕。知道了，我会和大哥二哥说一声，以后不会往家里送了。我们回去吧。等一行人回到家，老二直接从篓子里丢了2只野鸡出来。三弟妹，这是老三的那份。还有啊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害怕蛇，刚才对不住了啊。老二给的，你们就拿着吧。嘿，是啊，再说我还要在这吃呢。等鸡肉焖好，江清月用大碗盛了一份，递给宋冬梅，让她给隔壁送去。宋冬梅刚把鸡肉送过去，回到院子里，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紧跟着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。哎呀，这雨下得真及时啊！这下娘应该不会让二哥去隔壁村接二嫂了。刘秀娥回娘家了？可不是啊，听说从山上下来后就碰上了娘家人，帮着娘家人一起在山上忙活了半天，后来干脆一起回了娘家。江清月对刘秀娥的动向并不关心，只是望着屋外的大雨，忍不住蹙眉。这么大的雨，不知道要下多久。如果你是说明天去镇上的事，那恐怕是去不成了。白天我们上山时，天上乌云密布，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路上也难走。江清月想想也是，索性也不操心了，直接夹起一块鸡肉吃了起来。三人正吃到一半，突然外面有人敲门。你们这么早就吃晚饭啦？晌午在山上没怎么吃东西，干脆就早点吃晚饭了。村长您还没吃吧？快坐下来一起吃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我找宋燕呐说2句话，说完我就回去了啊。江清月见他不肯，也不再劝，只是起身倒了杯热茶端过去。上次你提醒我要注意蝗灾的事儿，我四面都打听过了，咱们这儿和北边今年的确都旱得不轻，都说久旱必有蝗，可是这现在你看，突然下了这么大的雨，应该没事了吧？村长，咱们这确实是下雨了，但是北方那边的情况就不一定了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妙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家家户户都没有余粮，的确是经不起折腾了。这次秋收啊，必须要大丰收，大家伙才有可能过个好年儿。村长的话说完，便连忙戴上蓑帽就要离开。江清月看着人都走没影儿了，宋燕还在望着大雨发呆。宋燕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不方便和村长说？我能知道什么？只是察觉到天象有异常，才好心提醒他一下。哦，你还会看天象？略懂。
在书上看过一些资料而已。宋冬梅见两人像是在打什么谜语，说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，便连忙出声催促：哎呀，行了，别站外面说话了，肌肉马上都凉了。三嫂，快带上篓子抓鱼了。没等江清月反应过来，篓子就已经被塞到他手里了。哎呀，三嫂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村子涨水了，河水倒灌进了稻田，现在稻田里都是鱼。刚才我过去看了一眼，在路上还捡了2条呢。正当两人捞鱼捞得忘乎所以之时，溪水突然开始上涨。宋冬梅对涨水有经验，二话不说立马上了岸，一边跑一边朝着江清月大喊起来。江清月也察觉到了危险，不过他人已经走到了溪水中央，想要快速上岸没那么容易，便冷静地朝四周看了一瞬，选了一块大石头躲了下去。三哥，三嫂她被涨水给冲走了。宋燕脸色一变，二话不说朝着宋冬梅手指的方向跳了下去。宋家几人都吓了一跳，多谢。众人的声音也把江清月给吓了一跳，听见岸上满是吵嚷声，便连忙从水下游出了水面。你怎么来了？宋燕的脸色黑了又黑，最终转为恼怒。原来你会游泳。那个，我说我刚学会的，你信吗？你觉得呢？说完径直转身上了岸。没事吧？刚才在下面有没有呛到啊？没事儿，刚才涨水的那一刹那，我直接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没被冲走。经历这一出，俩人都没心思捕鱼了，便一块往家里走。刚才你们俩在水里说什么了？我三哥怎么那么生气啊？没说什么，他发现我会游泳，有点生气。我说呢，怪不得三哥刚才上岸的时候黑着脸。可是你三哥不是早就知道我是骗婚的吗？骗婚和骗婚还有区别呢。之前他以为自己至少救了一条生命，现在不是等于告诉他，他连这个都是被骗的吗？好像也是，感觉更心虚了。完了。到了家门口的时候，宋冬梅破天荒地说要回自己家，江清月强拉硬拽，以后你还想不想来我家吃饭了？宋冬梅纠结。娘，刚才不是说一会儿要先替三哥修屋顶吗？晾了一上午差不多了，等吃完饭我就让老大老二过来帮忙。娘，我和冬梅一上午抓了不少鱼，中午都留下来吃饭吧，吃完饭正好帮我们修屋顶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几人等江清月先回去换好了衣服，然后便开始进院帮忙干活。等老大忙完，手上也没什么事儿，便主动问江清月要不要帮忙做点什么。江清月想了一瞬，不好意思地开了口：大哥，要不你帮我们做个草帘吧，要不早上出了太阳怪刺眼的。这个简单，我马上给你们编一个。老三，你看，这是弟妹刚才让我给你编的草帘，怕你看书的时候刺眼。谢了。呵呵，倒也不用那么勉强。哎呀，今天这是全鱼宴吗？我只在镇上听说过，大酒楼里有全鱼宴。只是随便做了几样，大家吃吃看，吃不吃得惯。说着，便先夹了鱼丸给吴氏。娘，那沸腾鱼有点辣，您先尝尝这个鱼丸。我最喜欢吃辣的，我先来尝尝。好吃，鲜香麻辣呀。老大老二见小妹这么夸张，也忙先加了那道叫沸腾鱼的菜。这菜名取得好，这鱼片就像是在嘴里沸腾了一样，又烫又嫩。松烟看了一眼红彤彤的汤底，犹豫了一瞬，也加了一块鱼片。这个辣你怕是吃不了。还好，挺好吃的。你高兴就好。哟，这真是鱼肉做的。好吃。小月、素娘，你们也都吃。
吃辣的和不吃辣的都找到了自己的菜，可偏偏剩下一盘黑乎乎的鱼块，无人问津。三嫂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叫熏鱼，你先尝尝。好吃，还有一丝丝甜味儿。见大家都喜欢吃，江清月便把刚才做饭时冒出来的想法提了出来。只是这鱼估计只能拉到东市去贱卖，往酒楼里送怕是不要，价格也卖不上去。没错，我刚才也看到了，这水里的鱼啊都是草鱼、黑鱼什么的，大酒楼看不上，普通人家卖不上价钱。不过反正是白捡的，能卖一点是一点。这话倒是真的。不是直接拉鱼去卖，你们把鱼按照市价卖给我，我做好了去镇上卖。做好了去卖？没错，就是你们刚才吃的这个熏鱼。我和冬梅明天先去镇上试试看，要是卖得好的话就这么办，反正明天你们先去抓，卖不掉的自己吃也不亏的。成，就按你说的，下午我们先回家修屋顶，明天我们就去抓，能抓多少就先抓多少回来。吃完饭，宋燕跟着几人一起去了隔壁帮忙修屋顶，宋冬梅留下来给江清月打杂做熏鱼。炸鱼的香味时不时从厨房飘了出来。大哥，我觉得三弟妹刚才做的那什么熏鱼肯定能卖掉。这味道确实是没话说，就是这2天发了水，镇上也不缺鱼卖。他说能卖就肯定能卖，你们放心抓吧。只是一点，最近河水湍急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俩的水性没问题。倒是三弟妹，你回去劝劝啊，让他别下水了，今天把大伙都吓死了。知道了。大哥，这鱼篓编得好巧妙。我哪里想得到啊，都是老三告诉我的。不过这篓子确实好，往水里一丢，鱼儿只管往里面钻，绝对出不来。江清月默默地看一眼宋燕，没想到她竟然连这个也会，该不会又是从什么书上看来的吧？三嫂，咱们出发去镇上吧。我和你们一块去。要不要我帮你送？不用了，我正好有事。哦。三嫂，咱们不是要去西市吗？怎么不和三哥一起啊？不去西市，先去多味楼试试看。等两人到了多味楼，门口站着的钱掌柜正在和一位小厮低头说着什么，看到江清月来了，不由得大喜过望。哎呦，今儿可真是个好日子，我正准备让人去下面寻你呢，没想到你们自己来了。不知道钱掌柜着急派人寻我是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不还是关于上次那道松鼠桂鱼吗？我们徐少爷说了，还是想和姑娘再请教请教。说着，钱掌柜连忙让人上茶，自己跑到2楼去喊徐长青下来。实不相瞒，徐老板，这松鼠桂鱼我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方子，不过我这里倒是做了另一种鱼，若是徐老板不嫌弃，可以先尝尝看。说着便打开竹篮，顺势解释道：这是我刚做的熏鱼。熏鱼？这鱼我从未见过，竟是凉的吗？徐老板，你可以先尝尝看。徐长青接过筷子，捡了块最小的，夹起来咬了一口。这鱼倒是特别，我以为是腌制的，没想到竟然还这么酥脆，也很入味，不错。不知二位觉得这鱼放在多味楼卖如何？你愿意卖方子给我们？那倒不是，我想卖鱼，做好的熏鱼。可这样来回送岂不是很麻烦？不如直接把方子卖给我们，这价钱的话咱们也好商量。我看徐老板和钱掌柜也是爽快人，那我就开门见山说了，我这方子是费了不少周折琢磨出来的，而且做法有讲究，尤其是这酱汁的配方更是一般人想不到的，我现在还没打算买断。再说我这熏鱼不在酒楼里卖卖看，徐老板和钱掌柜怎么能知道他的方子值多少钱呢？好，那就依你说的，只是不知道你这熏鱼打算怎么卖。徐老板，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多味楼的松鼠桂鱼一条是100文，恰好在1斤左右，对吧？徐老板点了点头。那我这熏鱼也不多要，就按50文1斤供给多味楼如何？50文？最近涨水，这活鱼才卖8文钱1斤，像我们要的多的话，还能再少点。这话不假，可我这熏鱼费油费料费功夫，所有成本可都在我这儿，你们卖个100文1斤应该不成问题。这下钱掌柜没话说了，只把目光投向徐长卿。可以，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您请讲。这熏鱼你们既然供给多味楼，那镇上其他的酒楼你们就不可以再供了。那是自然。谈好价格，江清月直接把竹篮里剩下的10来斤鱼全都给了钱掌柜。领了500文后，江清月这才美滋滋地笑了笑。谢了，合作愉快。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还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江清月，江水的江，清风的清，月是……我知道，月是明月的月，对吗？真是个好名字。徐老板过誉了。正准备介绍宋冬梅时，哪知道这姑娘不知道哪根弦不对了，直接嘟囔了声：“登徒子。”抱歉啊，刚才我只是感慨一下江姑娘的名字，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哼，以后你还是别叫什么江姑娘了，这位是我嫂子。江姑娘，抱歉，我的意思是江姑娘已经成亲了。没错，我已经成亲了。我相公姓宋，这是我小姑子宋冬梅。抱歉，方才是我唐突了。江清月正准备说没事儿，哪知道宋冬梅直接拉了他一把。三嫂，我三哥来接你了。江清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发现宋燕正在门外站着，便冲徐长卿微微颔首告辞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宋燕，我们准备走了。宋燕收回目光，嗯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。江清月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，哪知道宋冬梅这死丫头关键时刻站在了宋燕那边。三哥，下次还是你陪嫂子来送货吧。多味楼那个姓徐的少东家老是盯着我三嫂问东问西的，还夸我三嫂名字好听来着。你哪只眼睛见他盯着我看了？人家只是出于礼貌，顺便夸赞下我的名字。再说了，合作做生意可不是要问东问西的问清楚嘛。还有啊，我现在已经瘦到让人不放心了吗？哎呀，三嫂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也是担心吗？不过你刚才有句话可说错了。三嫂，你现在胖得刚刚好，皮肤滑滑的，身上软软的。我要是男人啊，我也再不管好你的嘴，一会儿就不买肉了。买，我再也不敢说了。除了买肉，咱们还要其他的吗？刚才徐老板不是说了，让我们尽快再送一次货吗？咱们再去买点酱料。对哦，那咱们赶快去吧。哎，三嫂，快看，那人不是二嫂吗？正当他纳闷之际，宋燕已经先开了口：“你们一会儿买好东西，在铺子门口等我，我过去看看。”宋燕躲在暗处观察了片刻，见两人进去后，便转身去到调料铺子去寻江清月和宋冬梅。三哥，你刚才是追上去看了吗？二嫂她来干什么？我也不知，只是看他们进了刘府。肯定又想去巴结人家刘家了。可惜啊，人家压根儿就不稀罕搭理他们。江清月对刘家的情况一无所知，只是看宋燕的样子不像是那么简单。不过当下也没说什么，压下疑惑后便跟着两人一块去坐牛车回去。另一边，哎呀，我家那小姑子呀，品行模样好的没话说。要不是前2年我公爹出事儿了，这家里没心思张罗相看，我们家的门槛啊，早就被10里8乡的给踏破了。你说的可保真？要是我当家的在刘老爷面前夸了海口，可就没有余地了。真的，
皇天在上，我没有必要扯这样的谎来害我自己呀。刘二家的一听，顿时喜出望外。什么时候你把人带过来看看？要是真的好，少不了你们娘俩的好处。我那小姑子呀，哪儿都好，就一个怕生。若是直接把人给带来当面相看，她肯定不愿意，到时候啊，俺怕坏了好事。那算了，你们这事儿要是办砸了，我也要跟着吃瓜唠，何苦呢？实不相瞒，我这事儿啊，的确是瞒着家里人的。我那小姑子当真是模样没话说，就是性子火辣暴脾气。我在家呀，没少受她欺负，这才想找个好人家，给她给嫁了。唉，若是事情能办成呀，我一个铜板也不要，只求换一个清静，让我出口恶气。不成不成，我记得你们家老三是个秀才，万一要是事情闹大被他告官，那就麻烦了。一起跟着的刘婆子见事情难办，连忙推了一把刘秀娥。哎，上次你不是说你那三弟妹和小姑子在捣弄什么买卖吗？这一下可算是把刘秀娥给点醒了。这烧仙草虽然不是什么金贵东西，但是我看他们每日也不少卖。要是您喜欢，到时候我让小姑子把法子交给你，哪怕是拿出去卖个方子，也不少银子不是？成，管他什么暴脾气，到了刘府早晚都要学乖。正好刘老爷这2年就喜欢火辣的。再说你那三弟再厉害，也只是个秀才，胳膊还能拧过大腿，这事儿我应了。那这事儿啊，怎么办才好？还请您给拿个主意。这还不简单，你回去先好好哄他2日，3日之后你带着人一块来茶楼喝茶。正好那日中午我们家老爷要去茶楼找人议事，到时候我让我当家的找个机会带着刘老爷过去见见，只要刘老爷相中，这不就成了吗？商议定，刘秀娥母女2人便喜滋滋从刘府后门溜了出来。刘秀娥回到宋家时，大家伙都在江清月和宋燕的院子里忙活得热火朝天。院子里的气氛凝固了一瞬，宋冬梅最先反应过来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听人说你今天陪你娘去镇上了。他不在，这些人就这么高兴，就他一个人是多余的，对吗？刘秀娥越想越气，后槽牙都快要咬碎了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大局为重。小妹，上次在山上的事儿是二嫂不对，我这2天呀，在娘家里也想通了不少，我娘也一直在和我讲道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以后再也不和你吵了。宋冬梅准备好了一箩筐战斗的话，却被他莫名其妙的话给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彻底愣在了原地。你得意上了？不是，我是真的想通了，以后呀，咱们都好好相处，再也不吵架了。山上的事，你最应该道歉的人是大嫂。大嫂，对不住啊，是我嘴巴贱，以后呀，我再也不提那事儿了，你别和我一般见识哈。这一鞠躬把张素娘吓得不轻，直接从矮凳上跌了下来。宋春山连忙将人给扶起，脸上也是见鬼的神色。你回来就好，本来我还催着老二去接你的，只是前2天下大雨，屋顶漏了，一直在修。今天我们是给清月帮忙来了。那我也来帮忙吧，反正我这会儿也没事儿。说完，突然摸到自己怀里的口脂。啊，小妹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天去镇上特地给你买的口脂，可香了，你打开闻闻。不用了，三嫂亲手给我做了口脂，我现在多的用不完。那三弟妹做的自然好，可我这个也花了不少钱呢，不能浪费不是？再说了，小妹这是花一样的年纪，用也快的。宋冬梅见她坚持要给，便笑着接了过来，随手往大嫂张素娘怀里一塞。
大嫂，这口汁就当是二嫂给你赔礼道歉的，你收着用吧。刘秀娥一看自己花光私房钱买的口汁，转眼到了张素娘的怀里，气得牙痒痒，但还是厚着脸皮跟宋冬梅屁股后面进了厨房。哟，三弟妹在炸鱼呢。刘秀娥往锅台上一瞟，金黄的鱼块顿时让她直咽口水，便忍不住伸手要去捏一块。还没熟呢，不能吃。再说这是卖钱的，我们都舍不得吃呢。刘秀娥被打得吃痛，心底10000个不爽。可没等她再次调整好心态，宋夏江已经进来将人给拉走了。你先回去收拾收拾，这儿没你要干的活。刘秀娥见自己处处碰壁，又不招人待见，连自己的丈夫也不帮自己，便愤恨地瞪他一眼，冷哼一声，扭头离开了院子。人一走，众人都暗暗松了口气，又开始麻利地忙活起来。你今日不用抄书了？以后不抄了。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？放心，用度不会少。我倒不是担心这个，就好奇随口问问罢了。今天你跟着二嫂当真什么都没听到？回来的时候我听冬梅说，二嫂之前压根就没去过刘府，你觉得她这次去真的只是去攀亲戚的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她偷偷摸摸走后门，不是太奇怪了吗？哦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她从刘府回来后还给冬梅买了口汁，那一盒可不便宜，她平时有这么大方吗？还有，她和冬梅天天吵架，你见过她何时主动给冬梅道过歉？另外，上次二哥帮我们砍几根竹子，她都要跳脚了。今天回来看到这场面，竟然没有闹。那你觉得她到底有何目的呢？我就是胡乱猜的，说出来你听听看。我觉得刘秀娥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针对冬梅来的，不然也不会那么刻意讨好一个人。要么她就是想找机会把冬梅赶出门，要么就是想害她。所以我猜刘秀娥会不会想让冬梅嫁到刘府去？你觉得我分析的有可能吗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那刘财主吃人不吐骨头，他或许是想借此机会赶走冬梅，又能加害于他。江清月听后瞬间从床上弹了起来。他娘的刘秀娥，他要卖了冬梅！见他为了冬梅的事儿这么激动又愤恨，宋燕眼底不由得划过淡淡的暖意，语气也柔和了不少。不管怎样，咱们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这两人先观察下他的动向，再做决定。放心吧，我这2天一定看好冬梅，一定寸步不离，绝对不给刘氏下手的机会。以防万一，这几日我陪你们一起去镇上送货。第二天，宋娘子的手艺果真厉害，昨天送来那10斤熏鱼，才片刻功夫就被抢完了。你们呀，要是再来晚一点，我都要亲自赶车去取了。今天我们做的多了点，所以耽误了些时间。说着就帮着宋燕把他身后的大竹篓给卸了下来。不知这位是？在下宋燕，是清月的相公。原来如此，听说宋公子是位读书人，怪不得这气质这么不凡。等钱掌柜那边上完秤结了钱，几人便准备回去。哪知道钱掌柜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宋娘子请留步。方才忘记和你商量一件事儿了，明日你能否再多送些熏鱼过来？另外，咱能不能再早点过来呀？钱掌柜莫非是有什么急用？没错，刘府刚刚和我们酒楼订了几桌的酒席，明天上午我们就要把所有的酒菜全部送到刘府去，尤其是你们家的熏鱼，这可是对方管事指定要上桌的。可是本镇最大的那家刘财主的府上。没错，难道你们也认识？不认识，不过你们要的量大，我们要早起做，才能同时保持熏鱼的新鲜和入味，这样一来怕是不能再早了。不如这样，
明天你们先把其余的菜送往刘府，我们保证在他们开席之前将熏鱼直接送到刘府，如何？可以，明天你们到了刘府直接报多位楼，我会让钱掌柜提前和刘府的人打招呼的，辛苦你们一定尽早送过去。一定。江清月忍了一路，一直回到家后，这才逼着宋冬梅追问起了宋燕。你是故意要去刘府送货的？没错，明天我和你一起，冬梅就不要去了。到时候我会想办法尽量弄清楚那天的事，看看他们到底打的什么算盘。第二天早上，宋冬梅一听说俩人不带自己去了，当即就把嘴撅得老高。三哥，我也想去刘府看看，我还没进去看过呢，不知道大户人家里面都是什么样的。没什么好看的。冬梅，今天刘府有酒宴，到时候人会非常多，你三哥也是考虑到你一个姑娘家这么抛头露面的不好，你今天就还是留在家里吧，等晚上回来给你做红烧排骨。那行，我要大份的。没问题。哄好宋冬梅，江清月便开始收拾自己。江清月不太会弄妇人计，还是吴氏主动过来帮她梳的。你也好久没置办衣服了，今天要是回来的早，让阿燕带着你去买点料子回来，娘给你做。娘，我这衣服还能穿，只要干净整洁就行了，等以后我瘦下来再做新的，省料子。说着，随手从旁边拿了个腰带，将腰间重新绑紧一些。这么一绑，原本有些宽松空荡的衣服也都立即贴在了身上，这段时间减肥的成果也立马显现出来。三嫂，你怎么瘦了那么多？小月，你别再饿着自己了，现在这样正好了，有点肉多好啊。娘，我知道了。见宋燕已经收拾好在门口等她，江清月快步抬脚走了出去。和大哥交代过了吗？交代过了，他今天就留在家里看着，哪儿也不去。那走吧。哎呀，三弟妹，听说啊，你们要去刘府送东西，怎么不带小妹一起？小妹在家还有别的活计，我们快去快回。刘秀娥好奇地打量两人一眼，似乎没打算知趣地离开。怎么，二嫂也想跟我们一块过去看看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二嫂和那刘家还是亲戚呢，要不咱们一块去，说不定我们还能沾沾二嫂的光。不，算不上什么亲戚，我也是从来都没有去过刘府，没去过。没去过就没去过呗，二嫂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没有，我是想叮嘱你们两个早去早回，人家是大户人家，万一在里面冲撞了贵人，可就麻烦了。时间不早，江清月二人也懒得搭理他，便快步往牛车走去。我抓紧时间去找人打探一下，一会儿来找你。你注意安全，别乱来。知道了，你也是。大哥，我是多位楼钱掌柜吩咐过来送熏鱼的。哎，还好你们来了，刚才我正着急呢。东西给我就好，你可以回去了，银子钱掌柜明日会一起结给你的。江清月干笑着抽了抽嘴角，宋燕还没回来，他哪能走？便灵机一动道：大哥，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我看你们这儿也忙不过来，我来帮忙摆盘吧。摆盘？没错，我想着我们家这熏鱼今天难得招待贵客的，这鱼本来颜色就深，要摆得好看才行，然后再配点什么绿叶鲜花之类的才能雅致。成吧，你想摆就摆。江清月一听，连忙道谢，接过熏鱼和盘子，一一摆了起来。娘子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吓死我了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。上次刘氏来见的人是管事刘二的媳妇，我花了点银子打点了他下面的人，问出了他们的打算。你哪来的银子？这银子是……他一开口，江清月就已经回过神来。他有没有私房钱，以及从哪里弄来的私房钱，这事儿不该他干涉。你不用告诉我，再说眼下这个不是最要紧的，
你先赶紧说说二嫂到底是干什么来的。宋燕敛了敛眸，也很快从刚才的小插曲中回过神，飞快地把自己打听来的消息告诉他。太可恶了，怪不得他这2天想尽一切办法讨好小妹，为的就是明天骗她一块来镇上的茶楼相看。江清月在心底把刘秀娥从头到脚骂了一遍，冷静下来后便又开口：幸好你打听到了，那明天我们拉着小妹不让她去就是了。怕是不去不行。为何？你是怕她这次去不成，下次还会用别的法子拉小妹下水吗？没错，我们总不能这么一直防着直到小妹成亲吧。不如索性把这事儿直接告诉娘和二哥，彻底让刘秀娥死了这条心算了。娘那人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稍微认个软，找个理由哄骗，说不定真的能哄过去。二哥虽然不至于糊涂，但是毕竟夫妻一场。宋燕，你是不是另有其他打算？你想趁着这个机会把二嫂从宋家赶出去？没错，刘氏不能留下来。等2人回到家中，刘秀娥果然一听见动静就跑了出来。哎呀，三弟和三弟妹从镇上回来了，你们今天去刘府送货送的怎么样啊？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事儿啊，一切顺利。难不成二嫂还盼着我们俩出事儿不成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看看你又多心了不是？我就是想着呀，咱们一家人以后好好相处，我这个做嫂子的也应该多关心关心。刘氏的话还没说完，江清月已经不耐烦地进了院，顺带把门给关上了。隔日一早，刘秀娥又鬼鬼祟祟地跑了过来。忙着呢。二嫂有事啊？上次我买的口纸不是被冬梅送给大嫂了吗？我这心里呀一直过意不去，所以想趁着今天天气好，带着冬梅一块去镇上逛逛去，再给她买点东西赔个不是。哼，我不去，谁要和你一起去逛集市啊？我还要和三哥三嫂去送鱼呢。哎呀，这送鱼有三弟和三弟妹就够了，你少去1天也没事儿的，三弟妹肯定不会怪你的，对吧？二嫂说的没错，冬梅，你就跟着二嫂一块出去逛逛，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，别让二嫂过意不去。宋冬梅本不想去，但是见三嫂都这么说了，只好擦了擦手跟着她出去。2人才刚走到门口，刘秀娥便拉着宋冬梅回去。这牛车呀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，咱们呀先回去换件衣服。我这衣服怎么了？不是挺好的吗？好是好，就是这颜色太素了，正好二嫂上次做了一件衣服还没舍得穿呢，今天呀就先借给你穿穿。宋冬梅一脸见鬼的表情，但是有新衣服穿还是高兴的，便直接换上了。等换好衣服再一出门，江清月和宋燕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你们也要出去啊？是啊，我们要去酒楼送鱼，正好和你们一起。三嫂，我们先陪你去送鱼，送完再一起去逛如何？好。这不太好吧？哪里不太好？弟妹别误会，我是怕耽误了你们做生意。不耽误，直接送过去就出来了。快走吧，一会儿再晚就赶不上牛车了。出了多味楼，刘秀娥便迫不及待邀请几人一块去茶楼。这难得一起出来一次，二嫂请你们去喝茶如何？二嫂刚才不是还说要带小妹去逛集市，给她买东西赔礼道歉的吗？怎么这么早就要去茶楼？这我哪能忘了？这样，那边呀有间胭脂水粉铺子，小妹再去挑一块口纸，我送她便是。我才不要什么口纸。既然不想要口脂，那来盒胭脂怎么样？说着便随手拿了一块看起来最贵的，问起了价钱。刘秀娥一听那价钱，足足是口脂的2倍，心底吓得直打颤。这小妹花一样的年纪，这不涂胭脂也很好看的。
二嫂口口声声说要给我赔礼道歉，不会连盒胭脂都舍不得给我买吧？那我就不要了，走，回去吧。刘秀娥一听，赶忙将上次去刘府得来的一点打赏全部掏了出来，再加上她从家里带来的最后一点私房钱，总算勉强够买盒胭脂。江清月见她肉疼的样子，不由得觉得好笑。二嫂不会身上没钱了吧？那我们一会儿还去茶楼喝茶吗？啊，去，放心吧，喝茶的钱呀，我还是有的。就坐这儿吧，这里呀能看到外面的集市，多热闹。江清月和宋燕相视一眼，四下看了看，便坐了下来。我再去楼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茶点，你们先坐着等一会儿。喝茶。江清月和宋燕自然知道他是要下楼去接人了。等他一走，便立刻从篓子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锅灰，一个负责望风，另一个负责往他脸上涂画画。三嫂，你往我脸上画什么呢？嘘，你信我，三嫂不会害你，你先别问，等晚上回家给你做红烧肉吃。红烧肉？比中午的红烧排骨还好吃吗？那是当然，比红烧排骨的肉多，而且肥肉还多。好，那你画吧。江清月卯足了劲儿，把前世毕生所学的化妆技术全部给使了出来。见俩人都这么奇怪地看着自己，宋冬梅更是一头雾水。画得好看吗？好看，一会儿别乱动，也别吭气儿。话音刚落，刘秀娥已经快步先上了楼，一边走还兴高采烈地给身后的人介绍。哎呀，难得今天这么巧啊，在这里碰见了亲戚。听说刘老爷也是个爱才的，正好来见见我们家三弟，那可是一表人才。还有我们家妹子，那也是十里八乡难得一见的俊俏人儿。刘秀娥正准备转头和三人介绍，哪知道一回头，顿时吓了一大跳。哎呦娘呀，妹子这是怎么了？二嫂这是怎么了？妹子不是好好的吗？这脸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兴许是发疹子了，她经常这样。哎，你别乱摸，这东西传染。一听说传染，刘秀娥吓得连忙后退2步，身后的刘老爷更是一脸铁青，冷哼一声便挥袖下了楼。瞧你给我办的好事！哎，刘管事，这是误会，刚才我的妹子还好好的，这只是暂时的，洗洗就好了。刘二不信邪的扭头又看了一眼，差点没把昨天晚上的饭给吐出来。他娘的，恶心死我了！滚！说着一把推开刘秀娥，快步下楼追着刘老爷去了。哎，刘二嫂子，你可不能走，这茶楼的账你还没付呢，我们4个人的茶费还有茶点。哼，你还有脸问我要茶钱？当初你是怎么说的？现在带过来的又是个什么货色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可是这茶钱和点心钱是咱们提前说好的，不用我来掏。还有，为了让我小妹过来，我刚才还带她买了胭脂，这银子也应该你来付才是。刘二家的听他又没轻没重的算起这些小账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俩人一言不合就厮打起来。就是他们2个在这闹事，搅得我们连生意都没法做了。两人虽然是在气头上，但是一见到官兵还是吓得不轻，赶忙撒开对方的头发。官兵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得评评理。说好的我带自家妹子过来相看，他出茶钱，现在人没看中，他的茶钱也不肯出了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呸！要不是你自己存了私心，一心想把小姑子赶出门去，一次次的登门来求我，把人夸得天花乱坠的，我能带人来相看。结果你看了个什么货色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哎呦，那你们刘府也不能欺人太甚呐，一杯茶钱都舍不得出。你给我闭嘴，小心我找人拔了你的舌头，让你乱说。原本大家还不知道原委，一听说是刘府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怪不得刚才我还看见刘老爷的马车从这茶楼跟前走过呢，原来是过来
想看人家姑娘的呀。哎呀，没看上是好事啊，谁被看上了谁倒霉，谁摊上这个嫂子也是倒霉，竟然还敢带小姑子给刘老爷相看，当爹都嫌岁数大。刚才没听说吗？这人家是故意想把小姑子给赶出去的。下面闹得轰轰烈烈，楼上就剩下仨人。差不多了，我先下去，你们在楼上待着。我也跟你一起去吧，省得一会儿刘氏和你胡搅蛮缠。两人朝着宋冬梅叮嘱一番，便一前一后下了楼。二嫂，你口口声声说要请我们来喝茶，没想到竟然是为了给小妹相看。你实在太过分了，那是自家亲妹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卖她？说着又朝他脸上招呼起来。刘秀娥被打得吃痛，忍不住向外看了一眼，就发现江翠翠路过的身影。翠翠救我！江清月，她是你二嫂，就算是做了什么惹你不高兴的事儿，你也不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她呀。江清月一看是江翠翠来了，忍不住抱臂勾唇笑道：你是特地来帮刘秀娥的了？哼，是又怎么样？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么欺负她。我不过是好心，想帮小姑子找个好人家，没想到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打我。你听到没？你二嫂再怎么说也是好心，你们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好人家，既然你们俩关系这么好，你也没嫁人，那不如你嫁过去吧。话音刚落，围观的人都哄笑起来。是啊，干脆你嫁呗，过去肯定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就是，你要是不嫁，那就是不识好歹了。你说的好人家是哪一家？刘府。什么？刘府？没错。有病吧？说着，江翠翠做事就要开溜。刘二家的都准备走了，见有人这么诋毁刘府，气得又掉头回来了。哼，你这样式儿的我还看不上呢，要脸蛋没脸蛋，要肉没肉的，你当我们刘家小猫小狗的都能进呢？说着还嘲讽地往江翠翠屁股上拍了一下。我都嫌硌手。江清月一个没忍住，立马笑了出来。这一笑倒是把刘二家的给招来了。刚才我倒是没仔细看，这小娘子倒是……青天白日的，你们刘府就敢当街挑人吗？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宋公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开个玩笑而已。另外，我们刘家并不敢强抢民女，是你二嫂自己找上门来的，求爷爷告奶奶的让我过来看人。要不是看在沾亲带故的份上，我才不会来。说完，拔腿就往外走。相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毒妇，你竟敢把小妹卖给别人做妾！我饶不了你，先给我回去！说着就半拖着把人往外拉。你去劝劝二哥，别把人给弄死了，小心吃上人命官司。宋燕点了点头，刚准备要走，却又被他给拉住了。二哥是你叫来的？行了，我猜到了，赶紧先去前面看看吧。江清月几人刚走，被吓得脸色惨白的江翠翠也连忙从人群中钻了出来，准备溜掉。掌柜的，就是他刚才帮着那不给钱的妇人说的话，刚还说他们关系好着呢。哟，既然关系好，那这茶钱就有劳这位姑娘给结一下呢。我只是路过，我又没喝茶，凭什么要我付？再说我和他不熟。刚才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护着他，还敢说你们不熟？来人呐！江翠翠知道自己逃不掉，只好怯生生问道：多少文？1两？几杯茶怎么能要1两？刚才那位夫人还点了茶点，只是刚才厮打的时候她自个儿打翻了，当然也要付了。江翠翠生怕他一会儿还要把其余的损失赖在自己头上，赶忙掏出身上仅剩的1两银子递了过去。哪知道才刚出了茶楼，
迎面就撞上一位熟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刘秀娥的母亲刘婆子。江翠翠一看到刘家人，立马喜出望外，连忙把刚才的事儿给说了一遍。哎，伯母，刚才我说的那1两茶钱，算我借给秀娥姐的，正好你来了，那这银子……哎呦，这事儿以后再说，我先去救我闺女要紧。另一边，自人回去的路上，江清月忙把这里边的情形仔细说给宋冬梅听。宋冬梅又气又后怕，对着他就是几个巴掌。三弟，麻烦去喊一下村长。等宋夏江把刘秀娥拎着回到自家院子的时候，正在院子里处理鱼的吴氏和老大两口子都吓傻眼了。老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秀娥在外被人欺负了？被人欺负？哼，我看是她欺负别人还差不多。这女人今天差点就把小妹给卖了，要不是老三两口子在，只怕小妹凶多吉少。娘，二嫂联合刘家的家奴，要把我卖到刘府，给那老头子做妾。接着又把江清月告诉他的情况都如实说了出来。吴氏越听脸色越难看，到了最后浑身都颤抖起来。你觉得你不该挨娘这一巴掌吗？我呸！你们凭什么打我？宋冬梅她能嫁到刘家做妾，那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吴氏紧咬牙关，手指哆嗦着指向刘秀娥，气得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。娘，你别动气了，等一会儿老三带着人回来再处置他。说话间，宋燕带着村长已经走到了门外。村长，这毒妇设计要将我小妹卖给刘家做妾，这种人我们宋家不能再留了。今天让大家过来，就是想让大家做个见证。从今天开始，刘秀娥就和宋家彻底没关系了。三弟啊，还要麻烦你代笔写封休书。宋叶似乎是早就准备好似的，回去不过片刻，便拿着写好的休书重新走了过来。村长，还麻烦你给我二哥做个见证。放心吧，刘氏今日犯下这样的大错，别说你们宋家，咱们石崖村也是留不得了。说着便把休书递给了宋夏江。老二接过休书，直接咬破手指按了下去，随即丢给了刘秀娥。拿着你的休书，滚回你的刘家村去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娘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刘氏，你自作自受，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和我娘求情啊？小妹，都是二嫂的错，二嫂也是想着给你找个有钱的人家，想让你下半辈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呀。刘氏，你莫要再纠缠，拿着你的行李赶紧回你的刘家去。刘秀娥抱着行李哭得死去活来。正当她无计可施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一阵熙熙攘攘的脚步声。我看看谁敢欺负我刘家的女儿。娘，爹，宋夏江要休了我。我看谁敢。我女儿嫁到你们宋家才刚1年，哪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呀？你别装了，当初刘秀娥去刘家求人相看的时候你也在，为的什么休她，你心里边一清二楚。你们刘家的女儿，我们宋家高攀不起，请你们赶紧领回去。刘婆子一见宋夏江的态度，便知道靠嘴皮子说是没用的，连忙吩咐几个儿子动手，先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来我们村闹事，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刘家人一看这么多人都要上，方才还嚣张的气焰顿时灭了下去。娘，真的要打吗？哎呦，亲家母，有话好好说，哪里就到了休妻那一步了？刚才大家伙都看到了，老二已经给了休书，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亲家了。你这一句亲家，我可受不起。将心比心，你如果觉得刘家好，
为何当初不把你女儿嫁到刘家去，还要入我们宋家的门？一句话将刘婆子怼得哑口无言。想要休妻也可以，但有一点，该分给我的东西一分都不能少。哼，你的嫁妆早就被你换钱吃得一干二净，家里的活计你是能躲就躲，饭你是一点没少吃，你还有什么好分的？我不管，我既然嫁给了你们宋家，那你们宋家的东西何该有我一份？别的我也不要，但那熏鱼的方子必须要给我。哼，熏鱼的方子？难道你不知道老三一家早就和我们分家了？弟妹的方子凭什么给你啊？就凭这生意是你们合伙做的，虽然老三分了家，但是这熏鱼的生意还是宋家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背着我一块挣银子。我和大哥抓的鱼是按市价卖给三弟妹，至于他做什么和我们无关。刘秀娥自然是不肯信的，但是江清月很快就拿出账本递给了村长。这上面写明了日期，还有卖鱼的斤数和价钱。我们和大哥二哥的确都是单纯的买卖，不存在合伙做熏鱼的生意。刘秀娥看不懂，忙拉着娘家大哥要去看。青儿听到后仍是不死心。不可能，今天我和老三两口子一块儿去的多味楼，他们可是拿了不少的银子，怎么才给他们这么一点钱？这价格公道不公道，大家去镇上鱼市问问便知。至于多味楼那边，我们今天结的银子是和昨天送去刘家的一起的，自然要多一些。况且我们这熏鱼用的油和糖都是金贵的东西，卖多少银子是我们和多味楼的事，和你无关。就是，这活鱼就是这个价钱，已经是够高的了。人家卖多少银子那是人家的本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若是再不走，就别怪我们石崖村不客气了。宋夏江，你们给我等着，别后悔。躲在门外一直看热闹的江翠翠见刘家人出来了，赶忙准备快步追上去，把自己的1两银子要回来。哪知道才刚迈脚，就被江清月给拉住了。江翠翠，是你去刘家通风报信的吧？刚才在茶楼，你说我们不识好歹，帮着刘秀娥对付我们的事儿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还想赖？我只是好心想要劝和，我对刘氏的打算事先并不知情，这一切和我都没关系。那刘氏娘家是怎么那么快得到消息来的？我真不知道。江清月，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这几天你们家没少去捞鱼，这鱼都是大家伙的，结果全被你们一家人给捞光了。此话一出，果然还是有点效果的。在场的村民多多少少都有些想法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鱼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意外之喜，捞多捞少全凭个人本事。再说我们宋家一共就2个人捞，哪里就能被我们给捞光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大家也想卖鱼，我们可以按照现在的市价来收，只不过有一条，送来的鱼必须是刚捞的，之前不新鲜的我可不要。还有这大小也有要求，2斤以下的我也不要。当真？那么多鱼你能吃得下？当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众人见江清月不像是开玩笑，便都高高兴兴地离开了，准备回去结网捕鱼。小心你说一堆鱼全烂在手里卖不掉，哼，走着瞧。反正白捡了22两，亏完了我也不心疼，就当做积德行善了。被伤口撒盐的江翠翠气得要爆炸。等众人散尽，家里的人还是不免开始担心起来。小月呀，万一大家伙都来送鱼，到时候卖不掉可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去和大家说，这鱼就不收了，大不了我和老二多辛苦一点，多抓点回来。娘，大哥大嫂，你们想想，这暴雨前咱们这鱼是多少钱一文，现在又是多少钱一文了？往常起码要10文一斤，现在只要6文了。是了，这鱼的旺季迟早要过去的，趁着现在便宜，不如多买些回来养着慢慢卖，
不然过段时间河里的鱼捞完了，咱们这生意就难做了。再说多味楼的掌柜也一直催我们尽量多送些，往后天凉了，他们还打算往江都府去送货呢。而且之前咱们的鱼大的大小的小，现在规定了大小对咱们更有利，也不至于多得放不下。另外，我们屋后的那个池塘一直荒废着，我去和村长说一下，暂时让我们放一下鱼，应该不成问题。那我明天一早就去把池塘外围给扎上篱笆，你们要是忙不过来，我来替你们看着鱼。我和老二一起帮忙。二哥，你往后不要自己去河里捞鱼了，只要负责收鱼看鱼就好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要是愿意的话，我想把烧仙草的生意让你们去做。让我们去镇上卖烧仙草？是啊，我熬好了，你们拿到镇上去卖，这生意没什么难度，就是要一碗一碗的卖，太耗人了。到时候卖的钱咱们对半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们去帮你卖可以，分那么多可使不得。大哥大嫂先别忙着拒绝，你们先去卖卖看再说。安排好3人，宋冬梅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。三嫂，那我干什么？上次你不是说要去镇上试试看卖口汁吗？再说咱们那香皂也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明天我们先去镇上试试水，要是好的话，回来还要继续做呢。那娘留在家里给你打下手。好，家里肯定少不了娘的帮忙。那我就负责多味楼送货吧，记账的活我也能做。江清月也是这么想的，只不过他眼下还有个想法。但是当他这话一说出口，在场的几个人，包括宋燕，都朝他惊诧地看了过来。你想买牛车？1辆牛车要多少银子？差不多要15两到20两。什么？其实牛车对我们田少的人来说用处不大，不如买头毛驴吧。毛驴速度比牛快，10两银子以内就能够买一头品相好的。那就这么说了，明天去买毛驴。这一夜对宋家人来说，注定是个难以入眠的夜晚。你说我们明天去镇上卖烧仙草咋卖啊？咱们能行吗？嗨，那下午3弟妹不都教过我们了吗？再说明天他会先带我们过去的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好好把3弟妹教的那些顺口溜先背会了再说。好。对了，那咋念来着？还是先睡了吧。三嫂，你这炸的是什么啊？这是炸果子。当初我和你们爹刚成亲的时候啊，你爹有回去江都府办事儿，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。娘，你尝尝看，是我做的好吃，还是爹买的好吃？还是小月做的好吃。当时你们爹带回来的时候都凉了，没有这么酥脆。江清月炸了将近20根油条，一边炸一边让大家先捡凉些的吃了。这炸果子要趁热吃，一会儿吃完还要去镇上，大家都别客气。这炸果子真好吃。大哥、二哥、大嫂，你们快尝尝。说话间，宋燕已经拿起筷子帮大家伙夹了。张素娘吃了2口，见江清月还一直在忙着，便提出要给她帮忙。3弟妹啊，你先吃着，我来帮你翻。我看了一下，这好像和炸鱼也差不多。不用了，还剩几根马上就炸完了，你就别沾手了。三哥，你拿给三嫂吃，让她先吃2口垫垫呗。刚拿起油条准备吃的宋燕，江清月刚想说不用，但人家都送到嘴边了，便鬼使神差地咬了一口。好了，你们快吃吧。然后他就看见宋燕望着手里的油条犹豫了一瞬，随即继续一脸淡定地吃了起来。吃过早饭就开始下河的下河，摸鱼的摸鱼。再说江清月一行人到了镇上之后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便商量着分头行动。你们今天总算是出摊了，让我们好等啊。是啊，还以为你们这生意不做了呢。这不前2天下大雨，家中又有事儿耽搁了，
不过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仙草冻依旧是老时间老地方出摊，一直卖到夏天结束。哎呦，那就好，这几天太热了，就先吃点凉的，快给我来一碗。好嘞。江清月在帮食客盛仙草冻的时候，大哥大嫂就在一边学着。等看着江清月盛了2碗，一旁的张素娘便跃跃欲试。弟妹啊，要不我来试试？好，大哥，你去帮冬梅收钱，顺便维持一下排队的秩序。两人试了一回，渐渐找到了感觉，手上动作也越来越快了。见两人已经进入状态，江清月便带着宋冬梅准备离开，去卖香皂和口脂。清河镇最大的胭脂水粉铺是哪一家？那自然是林香阁。不过三嫂，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咱们不找个地方摆摊卖吗？摆摊卖太耗人了，而且卖不上价钱，咱们直接去宁香阁看看再说。1两银子一盒，1盒3粒。这么一点点，你要卖1两银子？不好意思，我妹妹头回来。我们这早都用了好几种香料，价钱贵那是自然的。那敢问店家，你们这儿可有香皂卖？香皂？那是何物？就是这个，和早豆差不多，但是清洁力会强一些，也更耐用一些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看你们店收不收香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烦请帮忙引荐下店掌柜。你这香味太淡了，能行吗？您可以先试下，我们这种香皂洗过之后非常干净，只留下淡淡的清香，所以也不需要太重的香味儿。成吧，今天掌柜不在，我去帮你问问东家，稍等片刻。那小二正准备去寻东家，哪知道铺子门前熙熙攘攘，吵成一团。你们是如何确定脸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家的脂粉造成的？你自己看，这就是我前几日在你们家买的脂粉，当时就是这个小二卖给我的，不信你问他。我们家还不至于让女儿烂脸来讹你的钱，实在是你们的东西有问题。那你每日睡前可有洗面？那是自然，我用的就是你们家的早豆，结果越洗越痒。妹妹的脸我看了，应该是因为刚开始使用脂粉不适应，这银子我就赔给你们了。谁要你的银子？这银子还给我，我的脸就能好吗？姑娘，你先回去再好好养几天，若是过2日还不好，我专门从江都府请大夫给姑娘医治，可好？不行，过2日就是我的大婚之日，你让我顶着这一张脸怎么成亲？对方母亲也急了，见东家没办法，做事就要赖着不走。一时间看热闹的人也都各说纷纭起来。成亲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若真的看不好，那可要终身抱憾了，说不定去了夫家还要被人说笑呢。在一边看了半天热闹的宋冬梅忍不住小声拉了拉江清月。三嫂，她这脸我们香皂能不能用啊？应该可以。那就试试吧，反正咱们的香皂也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，再坏也不过如此了。江清月嗯了一声，随即拿起刚才那块被遗忘的香皂，朝那姑娘道：我这里有一块香皂，姑娘若是愿意的话，可以洗下试试看。香皂？那是何物？是一种比早豆洗得更干净的东西。姑娘洗脸的时候，或许是方法不对，也有可能是早豆的清洁力不够，所以脸上的脂粉没有全部洗干净。时间久了，里面的脏东西便爆发出来了。那姑娘半信半疑地看了江清月一眼，大概是病急乱投医，也顾不上什么有没有用，直接点头让她来试。江清月朝着铺子东家看了一眼，征求意见，可否借下面巾和脸盆？可以。江清月一边轻柔地帮那姑娘洗脸，一边从旁解释，姑娘面庞细嫩，若是涂了脂粉，每日睡前都要像这样清洗干净，并且用清水多冲几遍才可。等洗完脸，江清月又让小二帮着取来铜镜。今日就只能这样了，姑娘还要多洗2日方可痊愈。
那姑娘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，但是接过铜镜一看，脸上的疙疙瘩瘩竟然比之前好了一些，也顺滑清爽了不少。你们退的银子我收下了，这货香皂就算是你们的赔偿。若是能洗得好，我便不来和你们争执了。我们今日过来本来就是想和宁香阁谈谈香皂的生意，只是不巧方才被那姑娘给打断了，不知东家现在可有空闲。话音落，那小二连忙又和东家说起了缘由。东家听后大喜过望，连忙伸手邀请江清月上楼细谈。没想到楼上比楼下更别有一番天地。姑娘过誉了，我这个人只不过是打小喜欢鼓捣这些个玩意儿罢了。说罢连忙吩咐人上茶招待。一番寒暄，徐婉宁决定开门见山。我比你大3岁，我就托大叫你一声妹妹。不知道清月妹妹刚才说的生意是怎么个办法？眼下我这里还有10块香皂，我打算卖1两银子一块。婉宁姐若是觉得合适，今日便可先试试，待到10日之后还会有另外10块。只不过为何10日才能交10块？实不相瞒，这香皂制作起来并不容易，而且等待的时间也久。为了保证成色，我们暂时只能先供应这么多。婉宁姐若是觉得好，不妨先试卖看看，1个月后我们的数量也会跟上来。好，那我就先要10块。刚才我都没有仔细看，就被那姑娘给拿走了。不知这10块你可都带在身上了？一旁的宋冬梅连忙拿出篮子，小心翼翼地捡出10块香皂放在桌子上。徐婉宁接过来仔细看了看，又摸了摸，又放在鼻尖下闻了闻。我就不用试了，刚才那姑娘试的效果我们都看见了。说罢连忙让丫鬟取了10两银子过来。银货两讫，徐婉宁还想留2个人在这儿喝茶，但是江清月看时间不早，便赶忙道了谢，带着宋冬梅离开。三嫂，咱们家里明明还有20多块肥皂，你为何说只有10块啊？难不成剩下的咱们还去别处卖？这种东西啊，卖了一家就不好再卖第2家了。我之所以说10块，是因为咱们的新香皂起码也要将近1个月才能做出来，在那之前总不能让它一次性卖完了再急着等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就和在毛驴面前挑根萝卜不是一个道理吗？我们这可不是一直吊着人家，我这叫饥饿供货。你想想看，假如有2种香皂，一种你只要有钱就能随便买，另外一种是你有钱也买不到，只能听身边的人说谁谁谁买了，用了效果如何如何好。那你觉得哪一种香皂更好更贵？当然是第2种了，买都买不到，肯定是大家都抢着要呗，花多一点钱也是应该的。是了，所以在咱们香皂大批量做出来之前，就饥饿供货吧。嘿，还是三嫂你脑瓜子好使，心眼子也多，我都听你的。姑嫂2人有说有笑地往回走，刚到桥下就看见宋燕等在那儿了。你送完货了？你们这是卖掉了？三哥，你不知道，今天要不是我三嫂，人家母女俩就要把宁香阁给拆了。我三嫂说1两银子1块的时候，我吓得都不喘气了，生怕人家拿棍子要把我们给赶出去。没想到人家只是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。我刚说我三嫂心眼子多，她还不高兴呢。其实我是夸她，一般人谁能想到饥饿供货啊？你说是不是？江清月见宋冬梅说的唾沫星子直飞，无奈的摇头笑笑，径直走向正在收摊的大哥大嫂。大哥大嫂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，挺好的，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你大嫂这人呐，就喜欢下担心，昨天激动一宿没怎么睡，我就说有弟妹教我们，肯定没问题。说着2人便把今天卖来的铜板全部递给他。江清月不想在外面来回推搡，便先收了下来。
等咱们回家再商量分钱的事儿。收拾完东西，江清月见已经过了饭点，便提议一起找家食铺吃饭。还是早点回去吧，一会儿还要去买驴车呢。是啊，娘和二弟在家估计也不放心我们，就不花那冤枉钱了。江清月知道俩人是心疼钱，最后只好在路边经常吃的馄饨摊打发了一顿午饭。吃过馄饨，5人一块往东边的罗马市走去。大热天的，里面不光热闹，气味也大。我和大哥留下来跳就成了。江清月忙不迭把事先准备好的10两银子掏出来，塞到他手上，麻溜地捂着鼻子跑了出来。3人在外面的阴凉下等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就看见宋燕和宋春山2人拉着一头驴走了出来。10两银子够吗？还剩500文。赏你了，给你留着存私房钱。宋燕哑然失笑，破天荒地把剩下的铜板重新放了回去。上车吧，不是还要去买东西吗？江清月把想买的都买了一遍，正准备回驴车，却被宋廖轻轻拉了一把。对面就是布行，要不要去买点料子？是该去给你买2件新衣裳了。我不需要，是娘说的，你该重新置办衣服了。真不用，再等等吧，等过完夏天再说。宋燕见他不肯，只好重新扛上地上的粮食往车上走。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有车方便就多买些。昨天答应要给冬梅做五花肉的，结果也没来得及，今天特地买了肉，晚上大家都过来。三嫂，你对我真好。咦，小心一会儿鼻涕蹭我身上了。一路上，3个女人在后面说说笑笑。驴车的动静不小，回到村子后自然要引起一阵轰动。有人来问，江清月便淡笑着回2句：后面要帮大家一块去卖鱼，有辆驴车方便些。是，毛驴没那么金贵，有几两银子就能买了，比不上牛车。哎，三弟，你快来看看，我这账记得行不行啊？我感觉有点乱七八糟的。可以，这里再这样改，看得懂就行了。两兄弟看账目的时候，江清月便在一旁看收回来的鱼，看着还算新鲜，个个活蹦乱跳的，个头大小也算过关，便放心地留下宋燕给宋春山帮忙，自己带着宋冬梅先回去做饭去了。大哥、二哥，开饭了！三哥、三嫂喊你马上回去吃饭。嚯，真是红烧肉，还有鱼，还有白米饭，今天这是过节了。大家都别客气，今天虽然不是过节，但是个难得的好日子。大哥大嫂头一回去卖仙草冻就成功了，我和小妹也去卖了香皂，二哥又辛苦一天开了鱼塘，家里还买了驴车，也应该庆祝一下。快尝尝，这肉凉了可就不好吃了，一会儿吃完咱们再说。桌上的红烧肉足足装了2大盘，红亮亮油润润的，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。咋样，好吃不？好吃的我都想哭了。大家都快吃吧，今天这桌上的菜都吃完，不许剩。江清月虽然一直劝大家吃肉，但自己的筷子却一直往鱼肉里夹。小月呀，你不会还在减肥吧？听娘的话，好好吃饭，别减了。是啊，三弟妹，我还就想要你这样的身材呢，羡慕都羡慕不来。要是这肉能免费送的话，我巴不得送给你们几斤呢。宋冬梅和江清月年纪相仿，最懂她的心思。娘，你就别管了，这肉长在我三嫂身上，她想减你就让她减。哎，你要是嫌肥就光吃瘦的，把肥的留给老三吃。真不用，我会吃的，你们也吃吧。于是便义愤填膺地夹了一块偏瘦的放入口中。大不了晚上找机会再去空间里多锻炼一会儿吧。一顿饭吃得差不多，江清月便打算和大家商量下以后分账的事儿。大哥大嫂这边的仙草估计顶多还能再卖1个月，
之前那些仙草和薄荷还有桑葚也都是你们帮着一起上山弄的，之前的碗和勺子大部分也是大哥做的，所以我想往后这仙草的生意成本就不算了，卖的钱咱们直接对半分。不成，这绝对不成。三弟妹，我们俩今天在镇上的时候也商量了一下，大致算了个账。虽说这仙草不是多么值钱，但是一碗也能卖5个铜板，一天100碗的话就是500文了，对半的话实在是太多了。就是，我们俩每天干的那点活哪里值200多文？再说了，弟妹，你麦芽糖的钱也忘记算了啊！还有，我和你大哥顶多就是打杂帮个忙，要不是你做出来，我们哪里能卖钱呢？我知道你想帮我们，可也不能这么补贴呀。江清月正斟酌着怎么开口说服，宋春山一张嘴便把55分改成了73分。弟妹，依我和你大嫂的意思，你和老三拿7成，我们要3成就够了。没错，我们俩都想好了，让你大哥有空的时候啊，就做点竹碗和勺子，我们顺带着呢就在那儿卖了，这样下来一天也能挣不少钱呢。的确不少了，一天能买10几斤大米了。见两人坚持，江清月便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宋燕。好，就依大哥大嫂的意思吧。大家都同意了，江清月也没再坚持，便开始商量起老二收鱼养鱼的事儿。江清月的打算是按照1斤鱼1文钱给他做提成，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算钱的法子。宋夏江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，忍不住低声喊道：那我今天收了接近200斤鱼了，岂不是要分接近200文？这样算下来1个月就6两银子了。没错，但是今天是第一天，会多一些，往后怕是没有这么多的。不成，那也太多了，都和大哥大嫂2个人拿的差不多了。这倒是事实，不过在江清月看来，这活计可比大哥大嫂的累人，所以这一次江清月没打算再让步。两人僵持了一会儿，最终以江清月的胜利告终。商量好老二的事儿，江清月便把目光投向了宋冬梅。三嫂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跟你一块干不要钱，管饭就成。你确定不要钱？再过2年你也该嫁人了，难不成你就不打算给自己攒点嫁妆？我才不嫁人呢，嫁了人就不能天天在你家吃饭了。江清月忍俊不禁，这是打算以后招个上门女婿一块儿来蹭饭吗？可以倒是可以，只不过他恐怕是等不到那一天就要离开了。小月，娘想先说2句。娘你说。娘是这么想的，之前老大老二还有冬梅，我们一直都没分家，但是经过刘氏的事儿，娘现在也想明白了一些，有些东西啊还是早点分开比较好。娘，我们现在好好的干嘛分家呀？就是，再说刘氏现在也不在了，我不同意分家。你们先别急，不是分家，以前咱们咋样还咋样，就是以后你们挣的银子各自归各自的。老大呢就多存点银子，回头带着你媳妇儿去江都府里找个好点的郎中，给素娘看看身体，早点把身体养好，你们再要个孩子。这老二呢，我现在也不要求你旁的，你挣的银子自己存着，以后想清楚再说。至于冬梅嘛，就随他吧，以后还是让他跟着他三嫂，之前咋样还咋样，你们看看成不成？另外呀，娘现在趁着还能干得动，能帮你们多少是多少，你们做生意挣的银子，娘一文都不要。那我们的钱多少也要交给娘保管，家里开销用度1年下来也不少。用不着，以前你们没干这些营生，家里不是照样过吗？家里的地也够我们吃的了。两人坚持要拿一部分出来做开销，宋燕见状也开了口：
我觉得大哥二哥说的也有道理，娘的用度我们三兄弟来分担。江清月见大家都同意了吴氏的提议，便也答应宋冬梅的要求。那行，冬梅的那份儿我就暂时不给她了，等冬梅出嫁前，我会载一份嫁妆给她。艰难的谈话终于结束，正当大家畅想着美好的未来，隔壁院里的驴突然叫了。估计是饿了吧，我去看看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这院子太小，要不然毛驴就让老大帮你们养吧。他小时候帮人家养过牛，草料什么的都会弄。江清月不好意思一直劳烦大哥，但眼下只能这样了。娘，不如咱们从院子中间拆个洞，装个门吧，这样咱们也不用每天来来回回从门口绕了，也省得别人伸长脖子盯着咱家看了。好好好，明天就开始弄，让他们3个一起弄，好快点儿。等人离开，只剩下2人时，宋燕还是出声提了个醒儿。你确定要开道门？若是开了，以后再关就不好办了。之前垒院墙主要是针对刘秀娥的，现在她不在了，开个门而已，我有什么好反悔的？既然如此，怎么不干脆拆掉呢？那不行，若是没了阻挡，咱们2人的事儿不就露馅了？宋燕，她还没见过临时撒谎临时就能给圆回来的。反正刘氏现在已经不在了，她说是针对谁，那就是针对谁的吧。第二天，江清月和宋冬梅又留在家中做香皂，便让宋燕带着大哥大嫂一块去了镇上。等人走后，江清月和宋冬梅也收拾收拾，准备去山上采鲜花。这不是忍冬吗？小时候我娘泡水给我去痱子的。没错，就是忍冬。可是这也没什么香味啊，能行吗？刚才你还说可以去痱子呢，就说明这花还是有功效的。忍冬可以清热解毒，皮肤上的褥疮、痱子、皮癣等等都可以用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摘吧。等金银花摘得差不多了，这才忙捡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来，一边吃东西一边休息。冬梅，一会儿咱们走之前再割点野苋菜回去。割那玩意儿干什么？老的都啃不动了。苋菜梗回去泡泡，可以做臭豆腐。臭豆腐？都臭了还能吃吗？我什么时候诓骗过你？不能吃，到时候你别吃就是了。好吧，等一下我来割。宋冬梅到底是比他年轻一些，瘦子也没那么容易累，休息了一会儿就爬起来继续割野苋菜去了。江清月又休息了一会儿，正准备起来，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山腰上出现一道熟悉的身影。三哥，我们在绕。别喊。为什么不能喊啊？三哥肯定是来接咱们的。江清月抿了抿嘴，丝毫没觉得宋燕是来接他们的。冬梅，你三哥以前经常上山吗？不经常，他平时都在家看书。那他可会打猎？没见过。那烧炭呢？应该不会吧。三嫂，你干嘛问这些啊？随口问问，我就是觉得对你三哥不怎么了解。那不简单，以后我多跟你说说我三哥以前的事。说话间，宋燕已经快步走了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和大哥大嫂去镇上了吗？我送完货就先回来了，我过来接你们回家。看吧，我就说三哥是来接我们的。宋燕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江清月，随即把手里摘的一盆果子递了过来。你们尝尝这个，刚才我在下面的时候摘的。宋冬梅果然中了他的圈套。我说你刚才怎么往那边跑呢？原来是去给我们摘果子去了。嘿，三嫂，你尝尝，这果子可好吃了。是吗？我尝尝。说完，又不由自主地朝宋燕打量一眼。见自己看他，他还一脸坦然地伸手接过他的背篓。早点回去吧。好，下山。三人一回到家，就看见大哥大嫂都已经赶着驴车从镇上回来了。
这会儿老大和老二正在院子里帮忙拆墙装门。小月，你快过来，我给你量量尺寸。小月，你快过来看看这料子，你可喜欢呢？这是给我买的料子？可不是嘛，三弟今天去镇上特意给你买的，买了也不等我们立马就给送回来了。就是啊，想让娘赶紧做了给你穿。娘一直说要给你做身衣裳，我看你不要，就自己去给你选了。是啊，你天天要去镇上，我听说那宁香阁都是有钱人家去的，你穿好点过去，卖东西也方便些。这颜色呀，是老三特地给你挑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好看的，谢了。素娘，你快给小月量量现在的尺寸多少？张素娘张大了手，在江清月身上一边比划，一边把数报给吴氏。哎呀，这不摸还看不出来，弟妹现在瘦了这么多，这腰线都出来了。按这个尺寸做2套正好。江清月一听要用这桃粉色做2套，那就等于她短时间内天天都要穿粉色了。娘，我做1套就够了，另外1套给冬梅做吧。我们现在也不用天天去镇上，1套就够了。冬梅她自己有衣服穿，你之前那些衣服都不合身了。没事儿，给她做吧，这颜色她穿着好看。好姐妹本来就该同甘共苦的。到了晚上，宋燕拿出今日卖熏鱼的钱给她的时候，江清月顺势就问了她买料子花了多少钱。我还给你。不用了，上回你赏的500文足够了。上次我是和你开玩笑的，说真的，你的工钱我们还没商量怎么算呢，要不你自己开个价吧。宋燕感觉自己被戏弄了，又不是很确定，只好无奈地看他一眼。哎，我和冬梅一样，管饭面客。那成，那等我走的时候，我也给你准备一份聘礼。切，不需要。说完便一脸阴郁地躺在床沿边上。不开玩笑了，我正经问你一个问题好吧？你说。其实我早就想问你了，你大哥二哥还有冬梅的名字都带有季节，为何唯独你没有？我从小就只记得你宋燕这个名字。哼，不为什么，因为我从小就叫宋燕。那我明天问婆母去。不许去。那你说一下呗，我就是单纯好奇。因为我3岁就上了学堂，夫子说我是块读书的料，就给我改了名字。从那以后，大家都叫我大名。我猜你3岁以前是不是有个小名叫秋风？不是。秋实？也不是，我困了。说完，宋燕直接翻身过去，离他能有多远就有多远。好了好了，我保证不问了。那你明天能不能帮我做个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想要个模具，就是那种压在肥皂上面可以出图案的，这样我们以后卖出去的每一块肥皂都能有自己的标识了。图案呢？江清月正在兴头上没有睡意，便直接爬了起来。借你纸笔用一下。我小名月子，就这个形状的月亮吧。一轮弯月有些单调，再加上2颗星辰点缀如何？江清月后背一紧，莫名感觉有什么东西闯进了他的地界。江清月对这种感觉很不习惯，连忙回过神，指着桌上的图案点了点头。这个就很好，那就按照你这个来吧。说完便逃似的跑回床上。明天还要早起，早点睡吧。第2天，江清月依旧不用去镇上，安心在家做她的香皂。而吴氏忙了一上午，也终于把江清月的衣服赶制出来。一做好，吴氏便忙拉着江清月进来试穿。很好看，不用试了，肯定合适。还是先试试看，万一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，现在改也方便。他不想服了吴氏的面子，便忙轻咳一声，提醒宋燕出去，他要换衣服了。娘，我试过了，正好。那就好。小月，你出来给我们看看。是啊，三嫂，我们都等着呢。
你快出来啊！江清月无法，只好连忙将衣服从上到下整理了一下，打开门走了出去。哇，三嫂，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呀，好厉害啊！果然江翠翠那个女人给的东西太歹毒了，不吃她给的那玩意儿以后，果然没那么容易长肉了。要是你也像城里那些大小姐一样，涂个粉抹个胭脂什么的，我走在外面肯定要认不出来你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，只是比之前瘦了点而已，我先回去换掉了，省得一会儿弄脏了。哎，别呀，我三哥还没看呢。三哥，你快看看，我三嫂穿这衣服好看吧？我没夸张。挺好的。三哥，你脸红了。我没有。那你躲什么？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看害羞什么？想看就大大方方看就是了。宋嫣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重新又看了过来。好看，挺好看的。三弟啊，你说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？你三哥脸皮薄，你们就别开玩笑了。说着忙匆匆找了个干活不方便的理由，跑回屋换衣服去了。想起宋燕刚才看他的眼神，还是忍不住的脚趾抠地。但眼下已经走到这一步，只能演一段是一段了。等到实在演不下去的时候，再另想别的办法吧。三嫂，你上来的时候小心点啊，别蹭到灰可惜了。三哥，你帮着扶一把。宋叶此刻正忙着把装熏鱼的竹篓往车上搬，见他穿着新衣服确实上车不方便，就顺手扶了他一把。等后面三人坐稳，宋燕和宋春山便驾着驴车直奔镇上。掌柜的，咱们家的香皂今日确定能买到吗？是啊，我们可是连早饭都没吃呢，这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。若是再买不到，那可就太不地道了。闻言，江清月和宋冬梅忍不住相视一眼，两人眼底皆是惊喜之色。正当两人准备挤过人群去找掌柜的时候，突然被同样来买香皂的陈思儿给看到了。站住！你们怎么也在这里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没有义务告诉你吧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宋大哥辛辛苦苦赚钱，你就这么大手大脚的来这地方买东西？我相公赚钱不给我花，难不成要给你花吗？这么爱管别人家的闲事儿，那你家门口路过的粪车是不是都要被你拉住尝尝咸淡呢？有病就去找大夫抓药，少在这和我猪鼻子插大葱装相。说完，江清月一把推开陈思儿，跟在后面的宋冬梅都惊呆了，看把那陈思儿给气的，原本就一脑门子汗，这会儿更是狼狈不堪了。两位恩人，上次走得匆忙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呢。这自从上次一别，我来了好几趟了，今天可总算是等到你了。不必谢，没耽误娘子大喜的日子就好。这是我和我家相公特地备下的喜饼，就等着送来给两位姑娘和夫人的。上次若不是你们出手相救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江清月见他一脸期待和真诚，看样子的确也是跑了好几趟了，便笑着把喜饼给收了下来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沾着新娘子的喜气儿，也祝你们夫妻二人琴瑟和鸣，恩爱相守到白头。就是他，上次就是他拿出来的香皂给这新娘子洗好的脸。没错，我也认出来了，这娘子今日换了衣服，和之前大不相同，所以一开始才没认出来。众人围着江清月左看右看，确认她就是那天卖香皂的人后，便都兴奋起来。这位娘子，你手中今日可带了香皂，能不能直接卖给我们？我们可以加钱。啊，对呀，哪怕是加1两银子，我们也是愿意要的。宁香阁是我们家香皂的唯一指定售卖铺子，大家若是想买，可以直接找宁香阁。此时，徐婉宁恰好从江都府赶了过来，一只脚刚迈进铺子，就听到江清月方才的一番话。不等徐婉宁走向前，人群中的陈思儿已经就近冲到人群中央。大家别被他骗了，
这女人就是乡野农妇，大字都不是一个，怎么可能会做什么香皂？大家小心别上当。再说，这宁香阁是什么地方？难不成还需要找一个农妇去采买香皂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大家都认错人了？不会吧，我看着她就是上次那娘子，难不成是冒名顶替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猜的？直接喊掌柜的过来辨认一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话音落，徐婉宁已经大步走到人群中央。大家不用麻烦了，我就是这家铺子的东家。妹妹今天换了一身装扮，刚才我也差点没认出来。我今日特地天不亮就起床，从江都府往这里赶，生怕错过了。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一步，怠慢了。徐婉宁拉着江清月的手寒暄一番，随即又连忙招手喊了掌柜的过来。佟掌柜，上次你不在，这位就是我和你说的江姑娘，也是给咱们宁香阁供货的贵人，以后切莫再要怠慢了。两人这一番热情的举动，很快就让刚才的谣言不攻自破。佟掌柜，今日到底有没有香皂可以买？我们可都是一大早就来等着了。就是啊，既然宋娘子来了，那这香皂应该是有了吧？大家放心，按照方才的顺序排好队，先到先得，前10位的客人今日都可以限购1块香皂。话音落，刚才还乱哄哄的众人连忙快速排好一条队伍出来。我是第一个来的。等等，别挤我，我刚才就在这藕色衣裳的姑娘后面。你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挤的？刚才不是你说这人骗子吗？就是，这香皂就不应该卖给这样的人。这位穿绿色衣裳的姑娘不卖。是。我明明在前10位的队伍里，凭什么不卖给我？我可是你们的老主顾。佟掌柜，以后他来，所有的东西都不卖。凭什么？难不成你们宁香阁店大欺客？你可知我是谁？哼，管你是谁，敢欺负我妹妹，就别想从我们宁香阁再买一件东西。来人，送客。不许碰我，惹了我没你们的好果子吃。嘴巴硬得要死，但步子却不住地往后退去。宋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说罢，身后不知被谁推了一把，整个人都往外倒去。宋公子，你这也太不地道了，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不懂得怜香惜玉的人是徐老板才是。宋某已有妻子，自然要避嫌。徐长青，我没有媳妇，就活该倒霉。两人斗嘴之间，陈思儿已经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也顾不上吃痛，走到宋燕面前。宋大哥，你总算肯见我了。我听说你以后都不会再抄书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是不是那个女人闹着不准你去的？此时我已经和陈掌柜说得很清楚，陈小姐没有纠缠，我是特意来寻我娘子的，你休要胡言乱语，引别人误会。陈思儿被当众下了面子，气得一跺脚跑出了宁香阁。有点意思，没想到宋公子都成亲了，还这么受欢迎。宋燕无奈地抿了抿唇，随即走到江清月跟前。没事吧？这位莫非是清月妹妹的相公？没错，我叫相公宋燕。阿燕，这是宁香阁的东家徐小姐。没想到你比我小那么多，竟然都已经成亲了。说完，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徐长青，眼底飞快地划过一抹失望。原本他今日把徐长青特地叫过来，就是想介绍江清月给他认识的。大哥，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江姑娘，没想到你竟然认识她的相公，这可真是巧了。嘿，的确巧得很。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的做熏鱼的宋娘子，便是她。这下又轮到徐婉宁震惊了。原来徐长青之前和他夸过好几次的妇人，竟然就是江清月。这么说来，他们兄妹二人想给对方介绍的，竟然是同一人。楼下人多嘈杂，几人说了几句，徐婉宁便忙请大家一块上楼喝茶。我本以为宋娘子做香皂的手艺就已经够令人惊艳了，
没想到他做菜的手艺也这么好，以前我大哥可没少在我跟前夸你。宋娘子已经很久没有去过我们多味楼了，没想到原来是在做香皂生意。说完又朝着徐婉宁打去。一直听你夸着香皂好用，怎么今天总可以送一块了吧？我倒是想送，可楼下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今日宋娘子送来的10块香皂还不够卖的呢，实在是匀不出来了。当真1块都不行？真没有，不信你问宋娘子。1块香皂而已，江清月还是舍得的，更何况这段时间多味楼那边也没少挣，家里我还留了1块，打算以备不时之需的。徐老板若是不嫌弃，明日我们送到多味楼。宋娘子当真要送？自然是真的。徐长清便顺势接话，说明日要早早在多味楼等候。大哥不是说今天要回江都府吗？看来为了1块香皂，你也是下了血本了。这香皂被你夸得这么好，我多留1日又何妨？只不过这香皂这么金贵，我也不能白拿。要不然这样，正好楼下是婉宁的铺子，宋娘子若是有喜欢的胭脂水粉看得上的，我来付银子。哎，使不得，再说我也用不到。不必客气，宋娘子别误会。一来呢，我是想还个人情；二来正好照顾下我妹子的生意，北水不流外人田罢了。多谢徐老板好意，那人平日里素面惯了，不喜欢这些胭脂水粉。宋兄有所不知，人都是会变的，就像宋娘子今日这身打扮，不就和往日大不相同吗？若他真的喜欢，也应该是我来买给他，让徐老板送不合适。江清月，这俩人有病吧？徐婉宁，莫非大哥真的对宋娘子有意？不然为何坚持要送？宋冬梅，三哥威武！徐长清被怼得一噎，也觉得自己方才的话有些不妥。抱歉啊，是我考虑不周到。无妨，徐老板还未成亲，注意不到这些也是有的。徐长清感觉被内涵了。江清月见场面陷入冷场的尴尬，便笑着转移话题。对了，婉宁姐，方才你说后面的香皂想要送到江都府的铺子去卖，不知道那边和清河镇这边差异大不大？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儿呢。我打算1个月后，等你香皂数量上来以后，再正式的放到江都府售卖。那边和这边的区别倒也不大，只是吃穿用度稍微要讲究些。到时候咱们的香皂最好能多些花样出来。江清月点了点头，随即把自己做了几种香味和标识的事儿说了出来。既然聊到了江都府，江清月就顺便打听一下江都府那边的风土人情。你想去江都府开铺子？我就随口问问，就算以后真的要开铺子做生意，我要抢最多也是抢多味楼的生意。徐婉宁听后哈哈笑了起来，当即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他。打听了江都府的情况，江清月心中有了底，便起身站起来要回去。等3人下了楼，宋燕已经快一步朝着大哥大嫂的摊位方向走去。你三哥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吃醋了呗。吃醋？吃谁的醋啊？我看你平时那么聪明，怎么连我三哥吃谁的醋都看不出来啊？刚才那个徐长清老是对你笑，还要送胭脂水粉给你，他能不吃醋吗？肯定是你看错了，宋燕怎么可能吃他的醋？他宁愿相信俩人是为了宋瑜缺斤少两打了一架，也不愿意相信宋燕是因为在吃醋。除了宋燕，从宁香阁出来后的宋冬梅也是一脸的不高兴。嫂嫂，咱们今天过去的时候你也看到了，咱们这香皂多受欢迎啊！他们宁香阁从咱们这进价1两银子，转手就卖了2两银子一块。我看啊，不如咱们直接卖得了。冬梅，你看着宁香阁这1两银子挣得轻松，可是这1两银子咱们也不是白白送的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，想要做生意赚钱，
背景和关系都是绕不开的。你想啊，这清河镇上有那么多家胭脂水粉的铺子，若是咱们真的卖火了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来找咱们麻烦？那些人当中哪一个不比咱们后台硬？要是到时候真的想办法砸了咱们的饭碗，那也是轻而易举的。哦，我懂了，其实这1两银子就是咱们交的保护费，对吧？大树底下好乘凉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晚上累了一天的江清月刚洗完澡躺在床上没多久，本来还要再磨蹭一会儿的宋燕却提前走了进来。你明年春天想去江都府？你是说今天白天在宁香阁的事儿啊？我那就是随便问问，不过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你在江都府人生地不熟，为何不考虑留在清河镇？不是我不想留在清河镇，而是那离石崖村太近了，我怕江家人到时候3天2头过来找我麻烦，会烦的。有村长在，他们不敢太过分。算了吧，之前村长一直帮我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等我们以后和离，我都不住在这里了，他怎么可能还会帮我？我这么说并没有要责备你或者赖着不走的意思，只是如今这世道本就艰难，到时候只怕那一群人变着法子光明正大要来吃绝户，与其和他们斗个没完没了，不如离得远远的，让他们找不到，我也正好落个清闲。宋燕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听完之后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沉默半晌，这才悠悠开了口。只是你户籍在这儿，怕是手续不好办。这个我倒不担心，我一个小女子又不种地又不用服徭役，应该不会太为难，到时候花点银子托人帮忙打点一下应该没问题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嘛。宋燕彻底没话了，明天一块去多味楼送鱼吧，我也好久没去过了。正好亲自把香皂给徐长卿送过去，好歹混个脸熟，以后托他帮忙办事也好办一些。你别去了，你要送礼，我帮你转交便是。这不太好吧？无妨，我会帮你转交到他手上的。第二天，宋燕从镇上回来后，江清月连忙问他是否把香皂送到徐长卿手上了。送到了。说完便把卖鱼的银子全部递给了江清月。这怎么多出1两银子？是徐长卿给的香皂钱。说好是送他的。他一定要给。他给你就收啊？我拒绝过，但是拒绝不掉，只好按照卖价收了1两，剩下的都还给他了。其实我觉得算得清楚一些也好。江清月无语了，指望这个男人去做关系，压根儿就指望不上。三嫂，这什么东西那么臭啊？还长了白毛，能吃吗？这可是好东西，能吃。江清月笑着将宝贝倒了出来，过滤完之后再用大火烧开，把准备好的豆腐块全都泡进去。豆腐要泡上一会儿才能入味儿。江清月看着坛子里晾凉的凉茶，突然有些想去地里看看。三嫂，你是想去给三哥送茶水吧？想去咱们就去呗，当着我的面还要找借口啊？江清月无奈地看了一眼宋冬梅，算了，不解释了，说的越多瞄得越黑。两人提着篮子装了凉茶和碗，又捡了几块早上剩下的饼子就去了。三嫂，你去过去找三哥，我去喊娘他们过来喝茶歇歇。江清月嗯了一声，提着篮子朝宋燕走去。见两人正在专心聊着些什么，江清月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。我去托人问过了，上次的大雨北方根本就没下来，他们那边还一直旱着呢。再这么下去，怕是北方要出问题。不过好在咱们这儿上次的大雨总算是解了围了，眼下这稻子最多呀，还有大半个月就能收割了，应该
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。还是当心些吧，稻子一旦成熟就尽早收割。只怕这提前的话会影响收成。虽然眼下河水下降，但是起码够这段时间用的了。顶多大家就辛苦点多浇水，再熬几天，这稻田就能断水了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只怕北方的干旱会影响到咱们头上。希望是我想多了。你是说蝗灾？万一北方真的要有蝗灾，回到咱们这儿可就麻烦了。对于村长的猜测，宋燕并没有给肯定的回答，只是叮嘱他按照自己的法子先做好准备，有备无患。哟，清月来了，等多久了？宋燕稍作一顿，自然地朝他走了过去，顺手接过水。怎么不叫我？过来给你们送凉茶，我看你们在说正事儿，就没打扰。说话间，宋冬梅也已经把其余几人喊了过来。天气太热了，这是我们刚才熬的凉茶，你们都喝一碗，省得中暑。村长因为赶得巧，也喝上一碗。这凉茶不错。哎呀，这喝过之后说话都冒着凉气儿。一坛子凉茶喝完，几个人都要继续下地浇水去了。宋冬梅也准备留下来帮忙，早点干完，好早点回去吃炸豆腐。你先回去吧，这田里的活你又不会干。那我就先回去做饭了，你们忙完就早点回来。说完，抱起空坛子和篮子就往回走。回去的路上，路过老姜家的地头。你个死丫头，看你奶我在这儿躺了半天了，路过也不知道打个招呼。好歹也给了你20两嫁妆，你就是这么孝顺我的，连碗茶都不知道请我喝。奶，你渴了？这么热的天，你看不见？我忙了这大半天了，能不渴吗？奶，你也不好好管管他们，这么一大家人，连你一个老祖宗都伺候不好，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让你来下地呢？你看看你这嘴，干的都脱皮了，就没人回去给你讨碗水喝？你这坛子里不是有现成的吗？我刚可听村长说了，你这煮的什么凉茶还放了糖，不会连你奶都舍不得给吧？那怎么会呢？奶，我这凉茶放了不少好东西呢，就是入口味道有点大，你先忍着点，喝下去之后保管让你凉飕飕的。哎呀，话那么多，赶紧倒呀！好好好，给你倒。另一边，正在稻田里忙活的江富贵和王桂兰也看到这边的情形。哎，当家的，你说那死丫头怎么好些，还给娘喝糖水？不知道，但是我也有点渴了，我去看看。你可拉倒吧，那死丫头邪门得很，你等娘喝过以后看看再过去。说话间，江清月已经倒了半碗凉茶，递到李老太的跟前。你这搁了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臭？奶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是解暑的好东西，就是入口有点呛人，你放心喝吧，喝下去就舒服了。李老太半信半疑地看了一眼江清月，心想，这估计又是他弄出来卖钱的什么凉茶，便咬牙喝了一口。江清月见他喝得谨慎，便热心地从底下拖了一把，要大口喝才过瘾。你个死丫头，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是诚心想毒死我呀？江清月退到一旁，趁机把江家带来的水坛也给加满了。奶，你怎么全给吐了？你可真是没福气，这茶你要是不喜欢喝就算了，怎么还骂人呢？说完，江清月扭头捂着脸就走了。江家那老东西又找清月麻烦了。就是，明明是他自己硬要了喝，还骂人，越老越不是个东西。李老太一听，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儿去，直接嚎了一嗓子，把田里的老大两口子给喊了过来。
王桂兰，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闺女，给我喝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胆汁儿都要吐出来了！你赶紧追过去，给我教训教训她。娘，谁让你问她要茶喝了？咱们这带的不是油水吗？桂兰说的没错，那死丫头邪门的很，你好好的没事招惹她干什么？老娘现在说话也不好使了是吧？江富贵连忙讪笑着打开坛子，倒了碗水出来。娘，你消消气，先喝点水漱漱口。李老太见状，心中稍稍畅快一些，看也没看，直接拿过来喝了一口，哇的一声全都给吐了出来。这水什么味儿啊？怎么跟他刚才喝的一样臭？江富贵不信邪的尝了一口，当即也吐了出来。不会是咱们的水放坏了吧？呸！你见过谁家的水能放坏？肯定是那死丫头干的。你们俩去找她，顺便把那嫁妆给我要回来。娘，我可不敢去要。江家现在就她一个人在家，你怕个什么？村长正在那边瞪着我们看呢，我不怕不行啊。难不成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江富贵眼珠子一转，连忙把大儿子江有田和二儿子江有良给喊了过来。你们小妹现在一个人在家，你们趁着宋家没人，赶紧去她那塘里捞几条鱼回来，给你奶补补身子。记住，多捞几条，可千万别给那死丫头发现了。李老太还以为儿子想到什么好招数对付江清月，没想到嘀嘀咕咕半天，竟然是要去偷鱼。行吧，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对付他，偷他2条鱼解解恨也好。江有田一边走一边谋划，一会儿咱们俩尽可能的捞的越多越好，等把鱼送回家，咱再弄点药过来，把剩下的鱼全给他毒死。喝一堂子鱼犯什么劲儿？要我说，趁着那死丫头现在一个人在家，咱们俩就直接赌过去，把那20两给要回来。绝对不行！你忘了娘昨天怎么跟咱俩说的了？那丫头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，而且她现在身后还有宋燕给她撑腰，绝对不能硬碰硬，到时候把村长给引来可就麻烦了。我就想不通了，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的？不让我们待正好，大不了我们就一块搬到镇上去住去。江有田眼神闪了闪，觉得老二的性子还是太急躁了。以他现在的性子，还是不能把江清月的秘密告诉他，以免坏了事儿。不着急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今天咱们还是先捞鱼，先把奶奶这口恶气给出了再说。成，听你的。江清月一直留意着身后的动静，发现跟着他的人是江有良和江有田，便打定主意不能让这俩人白来一趟。大哥，你下水去捞，我站在岸上给你放风。二弟，我水性不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还是你下水吧，我回去给你拿篓子来装鱼，顺便把毒鱼的药给你带来。见兄弟二人争执不下，江清月直接悄悄走到俩人身后，把事先准备好的大麻袋往俩人头上一套，抡起狼牙棒对着俩人身上就是一通锤。哎呀！救命！哎呀！救命！哎呀！别打了！救命！别打了！哎呀！别打了！江清月使尽全力，不停地锤，手都震麻了。眼看俩人要挣脱麻袋，这才一人一脚将人踹下了池塘。不过这还没完，回到自己的卧房后，江清月赶紧打开电脑，搜索瘆人的笑声，下载好后直接拿出来藏到树后，按下播放键。阴森恐怖的笑声顿时在水塘边回荡开来。大哥，不会是有鬼吧？刚才我怎么感觉有什么东西一直往下压着我往水里钻呢？怎么可能会有鬼？江有田话音刚落，就猛地听见一阵怪笑，吓得嗷一嗓子。谁在那装神弄鬼？鬼啊！大哥，真有鬼啊！我错了，不敢了。说着，两兄弟争先恐后的要往岸上爬。大哥，我感觉
我有点上不来气儿。这有鬼要害咱们啊！别说了，快爬！江清月呢？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那两人见到宋燕，就像是见到了救星。救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宋燕黑沉着脸，见两人不肯透露江清月的踪迹，气得一脚一个，直接就把俩人又给踹回了池塘里。踹完俩人，宋燕再次跑回院子，将屋里屋外仔细的又找了一遍。清月，江清月，你在哪儿？宋燕，我在这儿，怎么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在茅房。我找了你那么久，你怎么不照应一声？那我在茅房也不好答应你呀，我这不是听见你喊我，立马就出来了吗？宋燕见他一脸无辜，浑身上下也没什么异样，便稍稍稳住了心神。没事了，我就是看你不在家。对了，那后面池塘的两个人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也听到有人在叫救命，是不是来偷鱼的掉下去了？你赶快去喊人来抓贼吧。你把门关起来，别乱跑，我马上回来。说完，匆匆关上门走了。此刻，江有田和江有良刚刚好不容易从水里爬上来，正瘫倒在岸边大口的喘着气儿，正准备离开这邪门的地方，就看见乌压压的一群人拎着锄头家伙事儿赶过来了。好啊，我说你们俩怎么那么快就跑了？原来是来我们家偷鱼来了。什么玩意儿，也敢来偷我们家的鱼？江有田和江有良两个人自然是不肯承认，但是两人一站起身，便有两条活蹦乱跳的鱼从他们袖子里钻了出来。鱼都掉出来了，你们还不承认？有鬼啊！有鬼啊！你们这水塘里有鬼！刚才我们兄弟差点就淹死在里边了。这鱼肯定是他塞给我们的，我没拿。没错，你们这水塘里真有鬼！我们俩刚到水边就被拽下去了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来。那鬼笑得可瘆人了。有鬼？哼，我看是你们俩心里有鬼吧。好端端的，你们俩跑到宋家的鱼塘来干嘛？就是，你们俩要不是来偷鱼，怎么会来池塘边？不来池塘边，怎么会掉下去呢？一时间，众人都群起愤慨地帮着宋家人说话。在地里的江家人听到消息后，也都赶了过来。哎呦，都是一家人，自家兄弟过来抓两条鱼尝尝鲜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没错。刚才我们和清月那丫头打过招呼了，跟她说了，我们过来抓两条鱼吃吃。怎么就算偷了？放屁！没有人和我说过，就算你们过来找我说，我也不可能答应的。说罢，江清月又盯着江有田和江有良看了过去。你们俩刚才说我们水塘有鬼，你们就不怕说谎，晚上鬼来找你们吗？江有田和江有良心底正发怵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立马就想到刚才那害人的一幕，打死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。不，我们没和你说过，是我们自己想过来抓鱼的。这鱼也不是我们俩想吃，是咱奶想吃，他让我们来抓的。神仙啊，放过我们吧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我看你们俩还是没说实话。我们这水塘就算有鬼也是好鬼，说不定真是什么水神呢。肯定是你们俩要祸害我这鱼塘，所以才遭了报应。两人一听，猛地又吓出一身冷汗。两个人的确是在水边商量着要用药毒鱼的时候突然掉下水的。想到这儿，两兄弟也不敢隐瞒，忙跪着朝水边求饶起来。水神，我们错了，是我们家老太太让我们来的。她说趁着宋家人不在，要过来偷几条鱼解解恨。神仙饶命！神仙饶命！我们千不该万不该想着要投毒。神仙饶命！饶命啊！我们绝对不敢了！不敢了！此话一出，围观的村民都惊呆了。竟敢打我鱼的主意！
要是我这池里的鱼出了任何差池，都要你们加倍奉还。听了半天的村长也是气愤不已。李老婆子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刚才不是说只是捞2条鱼尝尝吗？怎么你自己的孙子却说要毒翻整个鱼塘呢？啊，村长，我是真的不知情呀，我真的是因为清月那死丫头给我喝了那什么臭水，我气不过，这才让俩孙子过来捞2条鱼给我压压惊。至于他们说的什么毒翻鱼塘，我是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说过。要是说过，我天打雷劈！哼，不管你说没说，你这2个孙子都亲口承认了，你们还要耍赖吗？哎呦，今天这事儿啊，确实是这俩孩子糊涂，但是他们俩也吓得不轻呀，胡言乱语，那可不敢信呐。再说这鱼塘是1条鱼也没丢，反倒是他们俩还要去找那郎中看义证，我看呀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。村长不搭理他，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宋燕和江清月。你们的鱼塘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你决定吧。江清月沉思片刻，便开了口：村长，今天在地里的事儿很多人都看到了，我见奶奶口渴的不行，好心好意给她倒了碗凉茶，结果被她追着骂回来。她骂我不孝顺也就算了，还指使我2个哥哥过来毒翻我的鱼塘。你们说这是一家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我想通了，既然他们没把我当一家人，那我也不用傻乎乎的指望着以后还能互相帮衬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断亲吧，以后大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省得再3天2头闹这么一出了。还请村长成全。你明年就要参加乡试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断亲，这万一到时候……村长，我知道轻重，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清月这么受年家人欺负，这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决定，有任何后果，我都愿意一起承担。你去写个断亲书来吧。江清月一听，连忙跟着宋燕一块走了回去。宋燕，刚才村长说的那事儿是不是真的？到时候我们都和离了，难不成还会追究你个不孝之罪？如果我说有的话，这亲你就不断了吗？那自然是你科考更重要。上回我不是说了吗？实在不行，我就走得远远的，让他们找不到。所以这亲不断也行。没事，那只是村长的担心，不会影响到我。当真不会？我保证。真有这么一天，我回来给你作证。宋燕无奈地看他一眼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走呢。等夫妻2人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也都一起到了院子里。娘，赶紧签吧，签好之后我们好带有田和有粮去看病啊。李老太不想签，如果真的断了亲，别说那20两银子拿不回来，就是以后还想再找机会拿他的方子也是不可能的了。可是人家村长说了，断亲书不签，今天的事儿不解决，谁也别想走。李老太纵是有千万个不愿意，也只得认命地按下手印儿。村长啊，我们这可以回去了吧？回去好好管管他们2个，要是下次鱼塘再出现什么问题，绝对饶不了他们2个。几人一到家，王桂兰便伸手问李老太要银子。娘，赶紧给银子，让富贵去镇上请个大夫过来瞧瞧。我哪里还有什么银子，都是被你们那个好闺女给骗走了。2个没出息的玩意儿，怎么不被水鬼给拖下去淹死？叫你们去弄2条鱼回来啊！现在倒好，养了这么大的闺女，说断亲就断亲。哎呦喂，那20两
可怎么要回来呀？娘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有田有粮也是为了给你出口恶气呀，他们也不想这样啊。再说了，今天你躺在那树荫下好好的，你干嘛非要叫那个死丫头啊？要不是你拦着她，家里会出这么多的事儿吗？她是我孙女儿，我还不能拦了？再说了，这吃鱼的事儿是老大提出来的，不是我要吃的。江富贵正准备在两个女人中间调停一下，没想到这锅这么快就甩到自己头上。娘，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你非要喝她的水吗？家里带了水，你说说你为什么非要喝那死丫头的？桂兰都说了，那丫头邪门的很，你现在压根儿就不是她的对手，还总想着拿捏她。就是啊，现在好了，本来我还想过段时间去把那20两银子给哄回来呢，现在啊，我算是没那本事了。你们呐，爱闹就闹去吧。不多时，听说了断亲的江家二房也跑了过来。奶，你怎么能同意断亲？那我的嫁妆可怎么拿回来？老娘想退就退，轮不到你们来当我的家。当江家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江清月却美滋滋地哼着小曲儿，小心翼翼地把断亲书叠好收了起来，心想果然还是要多出去走走，说不定就能捞到什么好处呢。等江清月美滋滋地把炸好的臭豆腐端到院子里，大家的反应都有些迟疑。哎呀，弟妹啊，这豆腐是不是坏了？怎么一股子臭烘烘的味道呢？是啊，要是坏了还别吃了，万一吃坏了肚子不值当。你们懂不懂啊？这豆腐不是坏了，这本来就叫臭豆腐。还是冬梅懂行，你先吃。宋冬梅扯了扯唇角，这味道的确让她心底有些发怵，但话都说到这地方了，别说臭豆腐了，就算是毒药也得认了。咦，吃起来怎么是香的？这臭豆腐本来就是闻着臭吃着香，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好吃，越嚼越香。说着他又伸手去拿了一块，大口吃了起来。有了宋冬梅的试毒，其余几个人也没那么排斥了，都围着江清月端的臭豆腐尝了起来。弟妹啊，你说等烧仙草卖完以后，我和你大哥改卖臭豆腐咋样？行啊，不过这臭豆腐要现炸才好吃，到时候要弄个炉子和锅到镇上去，现炸现卖。这个简单，到时候我们把东西都带上。那好，等咱们空了就去山上多弄点老苋菜下来，这卤水泡出来还要点时间，到时候正好烧仙草也差不多该卖完了。看到老大两口子这么有干劲儿，老二宋夏江却有些提不起精神。三弟啊，你说咱们那池塘到底是咋回事？刚才我过去看，发现那里边还飘了一个麻袋，就是咱们家的。你说该不会真的是有水鬼在水下面吧？我可是在那睡了那么多晚呢。宋燕听到他提起麻袋，眼底先是掠过一丝诧异，转瞬恢复平静。放心吧，以后晚上你都不用去守了，不管是怎么回事，都不会有人再去池塘偷鱼了。那好，那我以后晚上就不去了。宋夏江终于不用去鱼塘边喂蚊子了，晚上可以在家里安心睡个好觉。但此刻躺在床上的宋燕却没什么睡意，一想到那兄弟二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惨样，宋燕忍不住倏地笑了出来。你笑什么？笑咱们房子后面竟然有鬼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怕？哼，你不也不害怕吗？与鬼同床他都不怕，更何况本就是假的。笑过之后，宋燕又好奇起来。你给李老太喝的到底是什么？凉茶呀。凉茶？我记得你走的时候，凉茶明明已经喝光了。行吧，就知道瞒不过他。我就是怕遇到他们找我麻烦，
所以特意带了罐卤水过去。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泡臭豆腐的卤水？没错啊。可惜你当时不在现场，那李老太喝了好大一口，当即就全都吐了出来。要不是我躲得快，估计也要跟着遭殃了。后来张富贵来了，还不信邪的尝了一口。很快两人就发现身下的床实在是不怎么宽敞。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好，你要是热的话，帘子可以不用拉了。刚刚伸手准备去拉帘子的江清月，好吧，在闷热和尴尬之间，还是尴尬吧。反正睡着之后都是一个样。大嫂，这个卤水不难弄，你先试着大胆做就行了，不清楚的再来找我。不是，弟妹，你确定要教我做臭豆腐？这法子可是你想出来的，我要是学会了……江清月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不是不懂，而是不敢相信自己会直接把法子交给他，便佯作惊讶的玩笑道：大嫂，你这是想累死我吗？我还指望教会你我能轻松点呢。好，我一定好好学的。弟妹，我和你大嫂可以学，但是咱们先说好了，这分成还是按照烧仙草一样，你拿7成，我们3成。大哥大嫂，其实昨天我就想好了，这臭豆腐的生意我只要5成，这就够多的了。你们要是不答应，那就不做了。宋春山和张素娘迟疑了一会儿，最终答应下来。好，弟妹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这几日天气越来越热，不过天热对他来说也不完全是坏事。这几日他胃口不佳，饭也吃得更少了，体重直线下降。吴氏看在眼里，心底还是一直担心。每天要干这么多事情，就光吃那么一点东西，可怎么能行啊？江清月只当他是念叨2句，自己稍微敷衍下也就过去了。哪知道第2天宋燕回来的时候，默默塞了一包杏干给他。路边有人摆摊卖，我就顺手买的，饭前吃点，开胃。是娘让你买的吧？没事儿，我就是这几天天热没胃口，过2天凉快些就好了。宋燕微微一愣，错愕地看他一眼。怎么了？不是娘让你买的？你说是就是吧。江清月诧异地看他一眼，忽然就明白了什么。几天过后，又到了去浇香皂的时间。这么热的天，我还想着婉宁姐会不会来，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到了。我可是昨天就来了，就为了今天能早点见到妹子。实不相瞒，这些天呀，我一直盼着今天，就是为了想听你亲口说一声10天后能交多少香皂出来。可以交100块。当真能有100块？当真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啊，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。今天这10块香皂我也可以带回去好好先造势一番。10天后中秋节将至，我打算拿到这100块香皂后，在中秋节那天正式售卖。闲聊几句后，徐婉宁故意找了个由头把宋冬梅给支开，让丫鬟带着她一块去楼下试试自己新做出来的胭脂。婉宁姐是有话想单独和我说？没错，我是想问问你，等到下一次交香皂的时候，你可愿意陪我一同回江都府？我也要去。刚才你说的开售也需要我在场吗？你在场，我的确要安心一些，顺便也好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朋友认识。不过这都是其次。清月妹妹，上次你和我打听江都府的事情，应该不只是随口问问吧？的确，我是打算找机会去江都府看看，所以事先和你打听下。徐婉宁微微点头。你是想去江都府开铺子呢，还是在生活上有什么难处？你别多心，我是想着咱们以后要长长久久的合作，那对我而言，你也是最重要的朋友。我不希望你这边有什么难处，或者是出什么差错，有我能帮的，我一定效劳。江清月见他眼底满是真诚，
迟疑了一下，便如实说道：“没错，我的确是有去江都府开铺子生活的打算，不过还只是在考虑当中，没有定下来。”你是一个人去，还是全家一起去？我一个人。虽然我还未成亲，但是上回见你和你相公，我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。你这是打算抛弃他了？抛弃算不上，实不相瞒，当初我们二人成亲，全是我一时糊涂犯了错，他是被迫和我成亲的。以前我年少轻狂不懂事儿，现在才知道后悔了，所以我想还他自由。那你相公啊，宋公子，他愿意和离吗？自然是求之不得。你要去江都府的事，他也知道？知道，我和他说过。不过今日的事儿，除了我和他，只有婉宁姐一个人知道，所以麻烦你先替我保密。我好像明白你们俩的关系了。你放心，我可以帮你。江都府是我的地盘，我巴不得你能过来帮我。到时候咱们就一起挣大钱。多谢，只是我现在还没考虑好，如果去的话，我一定找你。别呀，既然都准备去了，还考虑什么？10天后我直接去接你，到时候带你过去看看，喜不喜欢的直接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江清月感觉有些突然，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与其在这儿慢慢考虑，不如先过去看看再说。下定决心要去江都府后，两人便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。紧接着，徐婉宁又取出20两银子递给了他。婉宁姐，怎么多给了10两？另外10两算是下批货的定金，你先收着。咱们女人手里呀，要多些银子，出门在外才踏实。江清月笑笑接了下来。等告辞回到楼下时，宋冬梅正兴高采烈地跟徐婉宁的丫鬟试着各种颜色的胭脂。看到江清月来了，这才忙站起身来。三嫂，你快过来看看，哪个颜色最好看？我觉得都挺好看的，看你喜欢哪个。宋冬梅在2个颜色之间来回犹豫。我们东家说了，宋姑娘喜欢的东西她来送，要多少都可以。那不行，咱们以后还做生意呢，哪能这样送来送去的？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要了。咱们走吧，三嫂。好了，不让他送，